为了让你安心继承家业，老爸竟斥资110把你安排进了皇马一线队。儿子，我看你踢球也没什么前途，这样，老爸让你去感受一下世界最顶级的足球氛围，感受完后你回来继承家业好不好？我去，你个糟老头子，你这是用钱来侮辱人啊！我去！此时皇马更衣室内主教练奎罗斯喋喋不休，怒斥一众球星，法国球王齐达内，你软的就像面条一样，万人迷贝克汉姆，除了脸蛋你还有什么？葡萄牙天王飞哥，你的速度慢的就像乌龟，还有你跟什么来着？跟说你能进入这场比赛的大名单，是皇家马德里的耻辱，是欧洲足球的堕落，是金元对足球的亵渎，你让我们输掉了本赛季唯一能拿的冠军。这里是2003至2004赛季西班牙国王杯决赛现场，皇马对战萨拉戈萨的比赛。没有人能想到，坐拥3位金球先生齐聚6大超级巨星的银河战舰，会被西甲升班马萨拉戈萨逼至绝境。皇马2度领先，但萨拉戈萨2次扳平比分，把比赛拖进了加时赛。本赛季4大皆空的耻辱成绩已经令球迷感到不满，而国王杯是皇马本赛季可能拿到的唯一一座冠军奖杯。简而言之，这场比赛皇马输不起。面对主教练的怒骂，无人敢反驳，直到一声水瓶炸裂声响起，角落处低着脑袋的你起身甩了甩手上的水渍。你怎么骂别人我管不着，但我只是一个没上场的替补，输球还能怪到我头上？你清楚，因为老爹赞助球队让你进入比赛大名单的关系，奎罗斯一直对你极其不满，可让一个连上场机会都没有人去承担比赛失利的责任，你不接受？你说什么？短暂的惊讶后，奎罗斯咬牙切齿地说道：好样的，你以为我一定会下课对吗？你完蛋了小子，这一次不管你父亲给皇马赞助多少钱，我都要把你从皇马青训队踢出去，滚出去！你不配进入这个更衣室，你这个垃圾一样的球员。这句话甚至同时侮辱了球员和垃圾2个单词。奎罗斯素质全开，但下一刻又是砰的一声巨响，你冲过来把奎罗斯按在了衣柜上，你索性也不装了，输球了就一定要从这个更衣室里找罪人吗？当马克莱莱在去年夏天最后时刻离队时，你难道没有想过皇马会有这一天吗？怪谁？怪弗洛伦蒂诺给了其他球星600-700万欧的高薪，却不给马克莱莱区400万，你敢去喷弗洛伦蒂诺吗？你不敢！你一连串的发问把奎罗斯问懵了。齐达内瞳孔一缩，犀利，太犀利了！嘶嘶嘶！更衣室内一片哗然，这些话憋在大家心里很久了，终于有人说出来了。当然，大家都心知肚明，怒喷主教练奎罗斯的你也免不了被踢出球队的命运。哎，可惜了，更衣室的不愉快并没有影响到比赛的进程，你仍然出现在了替补席上。各位观众，欢迎回来，这里是2003-2004赛季西班牙国王杯决赛，皇家马德里对战萨拉戈萨的加时赛。随着现场主持报幕，战斗再次打响。第112分钟，萨拉戈萨明星前锋大卫比利亚打入关键进球，帮助球队3-2反超皇马，距离捧起国王杯仅有1步之遥。皇马还有8分钟的时间可以去改写比分。你也在观察赛况，尽管这可能是在皇马乃至整个足球生涯比赛的最后8分钟，你还是希望球队能赢，无关自己跟奎罗斯的矛盾，只因为你是真的热爱足球，热爱这项伟大的竞技运动。第118分钟，皇马前锋波尔蒂略倒地，队医入场检查后对奎罗斯摇了摇头。奎罗斯转头看向了替补席中唯一的替补前锋，眼中闪过了一抹金光。你有种不祥的预感，跟说准备上场。果然，奎罗斯开口了，周围的球员都是一愣，你更是像吃了耗子药一样难受。开玩笑，我连青训队的比赛都踢不明白，怎么可以在国王杯决赛上场？奎罗斯看着你，眼中充满不屑，怎么不敢上去踢的话，就向我道歉，不是口头上对不起的那种。我要你写一篇1万字的检讨给我，你们华人不是向来擅长这个吗？砰！你脱掉替补背心往地面一砸，头也不回地走向场边，到尼玛，踢就踢，大不了大家一起死。我堂堂炎黄子孙，华夏男儿，何惧之有？场边第4官员举起了换人牌，11号波尔蒂略被换下，24号根硕被换上。短暂的沉寂后，现场嘘声四起。这是谁？根硕，一个18岁还在 U16 踢球的皇马青训。法克，告诉我这不是真的，这可是国王杯决赛，快让奎罗斯和这个根硕滚出马德里！皇马球迷疯狂地爆粗口，但他们的愤怒改变不了什么。随着你进入球场，比赛继续。就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道机械声，叮！恭喜宿主激活球王系统，获得时刻卡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2016。这时，你眼前出现了一行只有你能看见的字幕和一张印有 C 罗的卡片。卡片上的 C 罗顶着泡面头，意气风发。这一年他带队蝉联了欧冠冠军。叮！恭喜宿主成功使用了时刻卡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2016。下一秒，卡片瞬间破碎，变成无数流光钻入你的体内。几乎是一瞬间，你感觉自己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对比赛的理解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方密不透风的防守阵型在你眼中开始出现破绽，但落在外人眼里，你上场后直接懵在了原地，就像是被吓傻了一样。萨拉戈萨的球迷们发出了嘲笑声，皇马的球迷们也在咒骂你的蠢笨。球场上，齐达内一记精彩的不看人背身传球找到右路的飞哥，飞哥带球内切，你回过神来，当即从中路朝右路跑去，这样可以拉走一个防守球员，给飞哥制造机会。然而根本没有防守球员跟着你去右路，你被无视了。萨拉戈萨回防的中场球员庞齐奥甚至主动绕开了你去包夹飞哥，这太侮辱人了吧！一瞬间，飞哥遭遇多人为抢急需支援，你当即要求飞哥这里对球场视野的解读，让他做出最优选择。砰！飞哥下意识地把足球传了过来，你甚至可以看到飞哥后悔的表情。可下一秒，你脑中闪过 C 罗的处理方式，连停带拨把足球往前一挑，瞬间起速，仅仅一个交错就彻底过掉了托莱多，突出一个简单生猛。不仅如此，过人后你立刻拨球内切，卡住了托莱多的前进路线，导致回追的托莱多撞了上来，你顺势借力完成加速内切成功。追击不成的托莱多被后果断放铲，但下一刻他的脸色就难看了起来，因为你倒在了大禁区内。主裁判一声哨响，红点套餐，立功了，立功了！你暗自窃喜。皇马不仅多一人迎战，
还获得了直接扳平比分的机会。齐达内站了出来，他来主罚这颗点球，一蹴而就，3比3平。齐达内点射破门，在第119分钟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没有庆祝，你立刻冲进球门，把足球抱了出来，大声向队友喊道：“还有时间，还能赢！”皇马球员们当即醒悟，立刻返回自家半场，比赛重新开始。52分钟，第120分钟，贝克汉姆边路传中，齐达内头球顶天。第121分钟，菲戈内切后一脚远射打门，被对方门将扑出。庞齐奥控制了足球落点，传球找到大卫比利亚发动反击，然而贝克汉姆在中场放铲破坏了比利亚脚下的足球。赶回来的齐达内拎走足球，甚至都还没有抬头就听到了左前方传来的呼唤：“齐祖，直塞！”砰！齐达内一脚直塞打穿了萨拉戈萨的中场。抬头一看，你赫然出现在对方防守空档位置，你只是用余光看球就判断出了这颗球速极快，接球难度极高，用常规停球方式多半会停飞。电光火石间，你左脚停球，足球直接飞向右侧，但这不是一次停球失误，而是连停带过。眨眼间，庞齐奥就被你过掉了。一时间，你和门将中间只有一个中后卫米利托。只见你双脚不断由内而外的从足球上跨过，整个人左右摇晃的同时迅速逼近米利托，连环踩单车，一直都是 C 罗最偏爱的过人技巧。左右左，不是右，扑通一声，米利托轰然倒地，直接被你晃翻。你带球杀入了大禁区，萨拉戈萨门将莱内斯主动出击，他愤怒的嘶吼，企图吓住你这个没有经验的青训小将，而你丝毫不慌，身体完全舒展，准备一脚爆射。见状，莱内斯迅速做出判断，下身封住近角，可就在脚与足球接触的一瞬间，你突然卸力，脚踝一转，轻轻一搓，挑射。莱内斯明显猛啊，一道美丽的弧线从莱内斯的头顶飞向萨拉戈萨的球门，连滚带爬防了回来的米利托和一路回追的庞齐奥从你身边冲了过去，两个人几乎同时飞入球门，伸腿解围，但足球比他们先一步坠入网中。寂静，球场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3秒后，整座球场轰然炸裂 ，Go！ 球进了，吊射，这是一次完美的吊射，不可思议的连过两人，他快的就像是一道闪电。进球后，你立刻冲向了角球区，随即高高跃起，在半空中180度转身后，双臂微张，整个人轰然落地，宛若天神下凡。你口中发出了不知名的庆祝声，这是王者的怒吼。而萨拉戈萨的球员们在这一刻如同置身地狱。1分钟后，随着足球被贝克汉姆踢上看台，主裁判连续3声哨响，比赛结束，皇马4比3绝杀萨拉戈萨。时隔10年，终于又一次捧起了这座国王杯。赛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具备了球迷感兴趣的一切元素：豪门落后，黑马领先，巨星进球，3张红牌，球迷闹事，比赛中断。但这些都远不如那不知名的青训临危受命后一球成名来的让人热血沸腾。就连一些湖州的假消息都得因此到了不少点击，比如《每日体育报》的记者胡安乌利亚就发文表示：“我们在皇马的更衣室里找到了破碎门板和玻璃碴子，我们有理由相信皇马在更衣室内发生过矛盾。考虑到奎罗斯让根硕上场的决定太过离奇，我们认为根硕对他动了手，而奎罗斯出于报复安排根硕上场背锅。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根硕的发挥如此惊艳。”乌利亚几乎猜对了一切，但大家知道，《每日体育报》向来针对皇马，所以没人相信他。时刻卡效果结束，你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身上学到了很多，比如他的发型和身高。你获得球星级技能 C 罗的泡面头发型，你获得身高加2 cm。C 罗的泡面头发型，泡面罗17 C 罗的头球真挚大场。当你在对方禁区范围内时，你的跳跃、强壮、头球、进攻跑位等能力获得提升。当你在对方小禁区范围内时，有几率获得高空压制特效，这有利于你赢得空中对抗。你收到系统提示后，打开面板查看了自己的个人数据：姓名根硕，年龄17岁159天，身高178 cm 加2 cm，体重68千克。球队皇家马德里 U16 梯队，总评业余级球员，技能 C 罗的泡面头发型，射门70，头球75。除了基本数据之外，大部分数据都处在封锁状态，无法查看，只有射门和头球开放。这2项属性的开放很有可能是来自于 C 罗的时刻卡。齐达内对你在球场上展现出来的求胜欲表示赞赏，他赠予了你球员级技能背身回传。注：刻苦的训练可以使你变得更强。不同等级的联赛，不同等级的球队，训练效果不同。注：获得球星认可可以使你变得更强。背身回传，用后背阻挡对抗对方球员的同时，为队友送上平稳的回传球。奎罗斯对你在更衣室的粗暴举动非常不满，他不会让你出现在下一场比赛的大名单中。你盯着这几条消息思考了起来，奎罗斯的做法你早有预料，而且这不是什么坏事。凭借 C 罗的时刻卡，你确实 carry 了一场，但在没有时刻卡的情况下，你上场只能带去灾难级的表演。你这种业余级球员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胜任皇马的比赛，所以不上场比赛是好事。但无论是为了训练的效率，还是为了获得球星认可，你都必须进入皇马一线队。当然，你需要一个契机。2004年3月20日，皇马迎来了第29轮联赛客场挑战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但令球迷疑惑的是，在国王杯决赛发挥神勇的你，并没有进入本场比赛的大名单。奎罗斯对此的解释是，根硕还年轻，没有做好在联赛出场的准备。波尔蒂略的状态正好，他会在罗纳尔多和劳尔受伤的这段时间扛起皇马的进球重任。然而这场比赛的结果是皇马2比4惨败，波尔蒂略全场低迷，被毕尔巴鄂的汉子们折磨得都快哭了。赛后，皇马球迷就奎罗斯的排兵布阵进行了声讨，而你恰好徘徊在马德里的街头，又恰好被马卡报接到热心连线报的记者克拉拉塞西利亚遇到。克拉拉当即热情地采访了这位一球成名的皇马新星，为什么你没有出现在皇马的比赛大名单之中？真的是像奎罗斯说的那样，你没有做好准备吗？你对着镜头尽量保持自然的笑道，
怎么会？我时刻准备着，我迫不及待的想要为皇马效力。我建议奎罗斯至少应该先把我召进一线队。克拉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这么说，不怕得罪奎罗斯吗？你耸了耸肩说道，没办法，我这边情况比较紧急，我必须在近期进入皇马一线队。克拉拉来兴趣了，为什么？你目光中透露出一丝坚毅。这是我和父亲的约定，如果不能进入皇马一线队，那我就只能回去继承上亿的家业。这只能回去继承家业？克拉拉震惊了，这人怕不是脑子有问题吧？很快，这段报道就走红了，而且不是红遍西班牙，是红遍了全欧洲。在金元开始冲击欧洲足坛的当前，人们很需要这样纯粹热爱的故事。一时间，社会各界都有人呼吁皇马召你进入一线队。最终，抵不住压力的皇马官宣征召 U16 梯队大龄青训球员根硕进入一线队。对此，你表示满意？这就是段子加舆论的力量。3月21日，皇马体育城训练场，一线队球员们都在打量着你这个新成员，其中齐达内尤为不解，根硕是不是不太聪明？他这么想在皇马踢球，那为什么偏偏又要得罪奎罗斯呢？随便一句根硕状态不好，起码能压2个月。又或者根硕是故意这么做的，他就是想要加入一线队，但又不想去打比赛。很快，齐达内摇了摇头，觉得自己怕是踢球踢傻了，怎么可能有球员不想踢比赛？绝对不可能！滴滴滴，奎罗斯的手机响起，他接通电话后表情凝重，频频看向你。奎罗斯的摩托罗拉喇叭并不好，漏音很严重，你听得一清二楚。是弗洛伦蒂诺打来的电话，他说现在球迷对根硕上场的呼声非常高，他不管奎罗斯和你有什么矛盾，下一场比赛你必须上场。这根硕的脸色和奎罗斯一样难看，尼玛玩脱了，踢不了球就回家继承家产。这个新闻在欧洲已经成了一个现象级的新闻，别说奎罗斯想亮一亮，就算是弗洛伦蒂诺要亮一亮都不行了。哎，这名义虽好，可惜不懂你的心意啊。根硕，好好准备，这周末的比赛你会进入大名单。奎罗斯义愤填膺地公布了这个消息，然后拂袖而去。你看似淡然，但内心已然在哭泣了。好歹等老子混张时刻卡在踢比赛，这直接上场不得露馅。齐达内一直在观察你，他认为你淡定稳重，不张扬炫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比他在同年龄段做得更好。他赠予了你时刻卡齐达内1993分。你转头看向了齐达内，不愧是未来的齐玄宗，真的会做人啊！感受到了你炽热眼神的齐达内毛骨悚然，这孩子该不会？齐达内担心你的取向不正常，打算悄悄地送给你一些毒物，引导你健康发展。瞬间你笑得更开心了。我的天，这真的是我们皇马一线队的球员吗？他的脚下技术差得可怕，我有很多年没看到这么离谱的停球了。他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他完全不懂得跑位。国王杯决赛真的是他踢的吗？就是这个球员帮助皇马赢得了国王杯冠军吗？训练场上，无论是皇马的球员还是教练员，都被你奇差无比的基本功震惊了。场边，奎罗斯气得脸都白了，他愤怒地吼道：“根硕，给我滚到一边去，自己单独训练！你这样的态度，永远别想上场，永远！”谁知道你面色一喜，真的吗？一言为定。齐达内等人都不厚道的笑了。根硕真的太皮了，他是故意表现得这么差劲，从而气奎罗斯的吗？此后的几天，你在训练中的表现没有明显提升，但你本人并不觉得羞耻。相反，随着投球属性从75来到了76，你对训练充满干劲。留在皇马一线队不出1年，你的投球和射术一定能提升到世界顶级。到时候你完全可以当一台射门机器，在哪里都站得住脚。不过法国球王齐达内还是从藏拙的你身上发现了一丝破绽。根硕的头球很不错，而且他的背身接球也是不错的。他回做的那一脚，有没有让你们想起莫伦特斯？劳尔连连点头，他背身回传的时候非常稳，这种舒服的传球可不是一般球员能传出来的。3月28日，伯纳乌球场涌入了65000名球迷，皇马将在主场迎战塞维利亚。赛前，奎罗斯公布了皇马的首发11人名单，你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其中，而且奎罗斯还排出了一套4231阵型。飞哥本轮比赛停赛，虽然劳尔复出，但你还是被奎罗斯安排在了单箭头前锋的位置。你的进球任务很重，这个阵型安排其实并不科学，懂行的已经能够看出奎罗斯在坑你了。如果皇马没进球，可不就是你一人背锅了吗？随着一声哨响，比赛开始。第1分钟，你从前锋位置回撤，劳尔趁机前插，古蒂发现了机会，一脚直塞企图连线劳尔，可惜被塞维利亚后腰卡斯克罗破坏。第5分钟，你再次回撤，把对方的中后卫拉了出来，劳尔再次启动前插，让对方另一名中后卫不得不过去补位。塞维利亚的后防阵型乱了，砰！齐达内横传找你，你一脚回传送到贝克汉姆脚下，无论是距离的控制还是力道以及旋转，这一脚都无可挑剔。砰！贝克汉姆迎着足球直接一脚长传，把足球调到了大禁区左侧。索拉里无球内切，在大禁区左侧接球后一脚爆射，足球钻入球门，1比0。皇马的这次进攻非常有层次，尤其是你的牵扯和回传恰到好处。场边，奎罗斯却开心不起来，根硕的狗屎运真好，还真让他混到了一丢丢的功劳。可接下来的10多分钟，可把皇马的球迷急坏了。根硕在越位位置，可惜了。齐达内想要直塞，但是根硕又在越位位置，没法传。劳尔持球，他看向了根硕，可根硕越位。球场上你不断抹着额头的汗珠，不是累而是怕队友给你传球，这也是你老是越位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队友给你传球，不然一旦你接球多了，那糟糕的停球技术和控球技术就要暴露了。奎罗斯到时候就有理由把你从一线队开除。事实上这一招非常高明，以既避免了队友给你传球，又营造了一副非常努力的冲击对方后防线的假象。没有人会苛责一个努力的球员，不是吗？但齐达内却对你的跑动有另一层理解。根硕能不懂跑位吗？绝不可能。那他凭
频越位的原因是什么？麻痹。他在麻痹塞维利亚的后防球员，通过频繁的越位，让对方敏感的神经逐渐大条起来，然后在某一次跑动中真正的制造杀机。这只狡猾的小狐狸。第26分钟，你再次回撤，但这一次卡斯克罗没有给你做球的机会，直接在背后升脚试图抢先触球。不过你有位置优势，先把足球踢了出去，然后被卡斯克罗踢中。主裁判当即响哨，给卡斯克罗出示了黄牌。现场的皇马球迷们纷纷鼓掌。第43分钟，躲了这么久的你终于还是没能熬过齐达内，就因为你跑得慢了一点，没有处在越位位置。齐达内一脚斜传，把足球精准的给到了你身前不远处，你只能咬着牙冲向足球。操，该死的齐达内，传你马呀！见状，齐达内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他果然在麻痹对手，他果然在等我的直塞。塞维利亚中后卫阿尔法罗同样跑向足球，不过你启动的早一些，更接近足球一点。你知道，如果自己冲过去接球的话，足球一定会弹飞，那全世界就都知道你踢球菜了。所以你选择不停球，直接射门。砰！下一秒看着朝右前方滚去的足球，你都懵了。准备右脚射门的你，左脚却先碰到了足球，把足球磕了出去。随后的右腿摆腿射门直接打空，你整个人狼狈的滚倒在地，完了，露馅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劳尔突然从你身边掠过，追上足球一脚爆射，当足球击中横梁弹飞，劳尔当即捂住自己的面颊，痛苦的跪在地上。我的天，劳尔简直是在犯罪，他浪费了根硕的绝妙助攻。什么？倒地的你一愣，他们在说什么？你赶紧抬头看向大屏幕，原来你刚刚那一颗不仅骗过了自己，也骗过了阿尔法罗和对方门将埃斯特本，非常像一次假设真传。然而劳尔面对空门竟然击中横梁，从他懊悔的神情中不难看出这有多么的不应该。你下意识的过去拉起劳尔，然而劳尔反手抱住你，非常羞愧的说道：根硕，我对不起你，你的传球这么完美，我真的太该死了。这还能这样？没事的劳尔，这样的机会还多的是，你是最棒的。你拍了拍劳尔的脑袋，后者感动的眼眶都红了。齐达内、贝克汉姆、古蒂这些传球高手此时也都从大屏幕中抽离了出来，他们对你的传球想象力非常佩服。齐达内甚至给你竖了一个大拇指。第45分钟，齐达内一脚远射制造了一颗角球，你主动走向后点，这个位置可以尽可能的避免接球，因为角球一般都是开到中间的。在你身上吃到了黄牌的卡斯克罗今天跟你杠上了，他走到了你身边严防死守，你微微一笑，表示对方想多了，你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去争顶这颗角球，毕竟自己并不擅长。等等 ，C 罗的泡面头发型，砰！贝克汉姆开出了角球，确实是找的中间的队友，你立刻冲向禁区中间，卡斯特罗原本卡住了你，但你直接伸手一推，力量远比此前大不少，卡斯特罗失去了对你的控制，只见你从后点冲向中间，踩在小禁区线的位置高高跃起，禁区内有着野兽之称的巴普蒂斯塔力压齐达内，眼看着就要把足球顶出去了，但下一刻他的上空一暗，一团阴影笼罩了他，在所有人不可思议的眼神中，你一跃而起，脑袋比巴普蒂斯塔足足高了大半截，砰！你猛然甩头，足球径直奔向塞维利亚球门中，激起白色浪花，齐达内、巴普蒂斯塔还有你三人滚倒在地，但你几乎是立刻弹了起来，球进了，你转身冲向角旗区疯狂的奔跑，只见你整个人高高跃起，凌空180度转身后双臂下垂，轰然落地，宛若天神下凡。尽管大部分球迷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他们毫不介意的跟着你一起喊了出来。随后贝克汉姆、齐达内、劳尔等人也都参与了庆祝。此时此刻的皇马太需要一场联赛中的胜利来振奋人心了，尤其是在主场。这颗进球后不久，主裁判就吹响了哨声，上半场结束。中场休息阶段，皇马主帅奎罗斯找到了替补前锋波尔蒂略，表示下半场会换下你给波尔蒂略出场时间，他希望波尔蒂略能够抓住机会。波尔蒂略连连点头。中场归来，第56分钟，你主动拉边到了左侧，对位阿尔维斯。你本来只是做做样子给齐达内看，免得齐达内发现不对劲。然而年轻的阿尔维斯在造越位方面欠缺火候，他竟然主动回落，导致原本越位的你突然就不越位了。贝克汉姆立刻发现了这个机会，砰！一脚长传，足球精准朝你飞来，你几乎是绝望着奔向足球的落点，接不住啊！这种后场过来的又高又远的长传，别说停球了，搞不好你第一下都碰不到足球。这种球很考验停球功底的。哎，这个阿尔维斯在撞我！你转头看向了旁边像一头法斗的阿尔维斯，突然笑了。你开始和阿尔维斯激烈角力，你裸足身高1.8米，阿尔维斯穿鞋身高1.72米，你上半身靠向阿尔维斯，用欺负人的方式占据了对抗的主动权。阿尔维斯觉得自己被羞辱了，脑子一热直接抱住你，随即两个人滚倒在地，足球落向旁边无人接应。主裁判响哨，冲向阿尔维斯，对他出示了黄牌。根硕的处理方式非常聪明，制造一张黄牌显然比停球更加划算，毕竟阿尔维斯可是后卫。这已经是根硕本场比赛制造的第2张黄牌了，第1张是卡斯克罗的，而根硕的那颗头球就是摆脱了卡斯克罗后打进的。卡斯克罗之所以没有防住根硕，很有可能就是怕吃第2张黄牌。闭环了，你的做法竟然被解说成了闭环，关键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就连齐达内过来后都对你的杀伤性踢法表示赞赏，干得漂亮，好好踢，我待会儿会找机会给你传球的。闻言你连连摇头，不，你可以不用给我传球，我去干扰他们就行。劳尔、索拉里、古蒂给他们传球就行。齐达内笑了，我懂，你是华裔，你们崇尚谦虚的美德，我会让你有更多的表现空间，信我。你绝望地拍了拍齐达内的肩膀 ，MMP， 你这么聪明，你不绝顶谁绝顶？随后劳尔来主罚这个任意球，他选择了直接攻门。然而今天劳尔的脚感是真的不行，足球打在人墙上，塞维利亚立刻发起了一波反击，巴普蒂斯塔横冲直撞地杀入了禁区。赫尔格拉在和巴普蒂斯塔的激烈对抗中勾到了对方的脚，巴普蒂斯塔倒地。
主裁判冲上来对赫尔格拉出示了黄牌，黄点套餐。巴普蒂斯塔亲自把自己创造的点球罚进，扳回一球，比分来到了2-1。第60分钟，场边波尔蒂略开始热身。波尔蒂略要上了吗？看来奎罗斯对根硕这段时间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现场的球迷们有嘘声，看来皇马球迷们更加认可根硕啊！现场解说如实说道：“你看到场边的动静，对此反倒是持欢迎态度。一方面你的体能不多了，另一方面齐达内要给你传球啊，赶紧跑！但是这场比赛你踢得好像还不错，下一次奎罗斯继续让自己首发怎么办？你真的不想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你只是想在一线队借贵宝地刷系统奖励而已。该怎么做才能够让奎罗斯雪藏自己呢？你灵机一动，有了。随后你当即黑脸。现场解说也捕捉到了这一幕，随即忧心忡忡说道：皇马不会在比赛中爆发更衣室问题吧？第63分钟，你主动回撤，给劳尔提供了前插空间。同一时间，你看到了齐达内的眼神，他想给你传球，你一边摇头，一边用手指指了指天空，别给脚下球，接不住。随后你一转身，躲开了齐达内可能出现的传球。齐达内无奈送出传中球找其他人，但同时他也明白了你的意思，根硕要高空球，不要脚下球。大禁区左侧前插的索拉里和对方中后卫阿尔法罗抢到了一起，阿尔法罗把足球顶出了大禁区外，但在索拉里的干扰下，足球见高不见远，被外围的齐达内没收。齐达内脚下一勾，飘传禁区内，禁区内的劳尔已经在越位位置，看到足球飞来，他赶紧让开。下一刻，前插的你高高跃起，塞维利亚另一名中后卫纳瓦罗拼命起跳，但你带着前冲之势一跃而起，直接腾空抢占了先机。纳瓦罗被你压在腹部之下，根本跳不起来。这一刻，场面无比震撼，你仿佛在天空中飞翔。C 罗的泡面头发型，高空压制，砰，毫无难度的甩头攻门。这球力道虽然不大，但胜在攻门角度太宽广了。塞维利亚门将哪怕是飞身扑救，都扑不到飞向远角的足球。随即传来现场解说激动呐喊 ：“Go Go Go！ 根硕还是根硕，梅开二度，塞维利亚根本阻止不了他。”镜头中，你跑向皇马的替补席方向，奎罗斯满头问号：“根硕什么意思？这是服软了吗？过来和自己一起庆祝，表示对自己的感谢，然后求自己把他留在场上吗？”奎罗斯笑了，如果这个年轻人早这么懂事，不什么事都没有了吗？至于现在，抱歉，你还是先下来给我凉快凉快。操，换我来，换我！奎罗斯懵逼了，皇马替补席上的球员们都懵了。根硕这是你不是看我不爽吗？头球梅开二度，这就是我能给皇马带来的。你冲着奎罗斯嚣张的叫喊：“根硕，我能给这支皇马带来胜利，你敢换我？你换我一个试试！”贝克汉姆、齐达内等人冲了过来把你拉开了，不然他们甚至觉得你会对奎罗斯动手。替补席那边，球员们也把激动的奎罗斯拉住，这老头差点被气出心脏病来。现场的皇马球迷们一片愕然，解说甚至都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切。我的天哪，根硕这是和奎罗斯发生了冲突吗？当然了，我们对根硕的情绪是表示理解的，他本场比赛表现得这么优秀，他甚至打入了2颗进球，但却要被换下，只是他表达的方式太直接了。然而让解说没想到的是，现场的皇马球迷在短暂的沉默后爆发出了非常热烈的欢呼声，他们开始呼喊你的名字，根硕，根硕，根硕。见状，奎罗斯的脸色更难看了，这是皇马球迷对他执教的不满。主裁判也介入了，尽管这只是自家球队的冲突，但主裁判还是认为你的行为影响了比赛，从而出示了一张黄牌。你略带几分遗憾，为什么不是红牌呢？主裁判看到了你眼中的哀求，以为你是求他撤回黄牌，摇了摇头。小伙子，你踢得不错，但你需要一点冷静，加油，我看好你。主裁判安慰了你一番。场边，助理教练询问奎罗斯：“那个，咱们还换人吗？”第4裁判在问我们了。奎罗斯气急败坏：“怎么换？这个场景你告诉我怎么换？我看他们换掉我差不多。”助理教练随即让波尔蒂略回到了替补席上。波尔蒂略满脸失望，他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竟然有人敢和主教练对着干，而且赢了，不是吧？这都不把自己换下来。奎罗斯，你这也不行啊，刚起来呀！你满脸失望的回到了球场上。比赛继续，第66分钟，萨尔加多在边路放倒了巴普蒂斯塔，吃到黄牌。塞维利亚开出任意球，掉入皇马禁区内，赫尔格拉赢得了争顶，把足球顶出了禁区，足球好巧不巧飞向了你这边。这一刻，你是绝望的，你和卡斯克罗展开了激烈的卡位，这种高强度的对抗中，你不可能停球成功，甚至你都对抗不赢卡斯克罗，后者逐渐赢得了对抗的优势，更有可能完成控球。就在这时，你余光观察到了另一个塞尔维亚球员亚历杭德罗，电光石火之间，你大喊进攻，这球是我的！劳尔、卡洛斯、索拉里、齐达内等人立刻冲向半场反击，皇马的球员提前进入了反击状态。亚历杭德罗急了，他立刻冲向你，在足球到来之前和卡斯克罗前后夹击撞翻了你。主裁判吹停了比赛，亚历杭德罗黄牌。卡斯克罗一脸懵圈，我都已经卡住位置了，你来干什么？我能解决他。亚历杭德罗一脸无辜啊，不是你要不行了吗？皇马的人都在反击了。两人相对无言，唯有你微微一笑。皇马球迷又一次送上了掌声，他们在庆祝你造黄牌帽子戏法。第75分钟，3-1领先的皇马还不满足，他们围着塞维利亚的禁区频频策动进攻，萨尔加多和古蒂纷纷杀上前来，其中萨尔加多直接冲到了底线，但是对方球员立刻跟住了他，避免齐达内帮他套边。齐达内见边路不可为，再一次挑传中路，足球被卡斯泰多蹭到飞向了禁区前点，又是一个见高不见远的，你立刻冲了过去。阿尔法罗和你同时起跳，你没有触发高空压制，但阿尔法罗已经对你的跳跃和头球能力有心理阴影了，他放弃了争顶，而是以限制影响你为主，他卡在你和球门之间，让你没有直接攻门的可能。砰！你头球回做，C 罗的泡面头发型加背身回做同时生效，沿着底线杀进来的萨尔加多本来是越位的，但你头球回做的位置更深，立刻就解放了萨尔加多。足球落地后弹起，萨尔加多拍马赶到，一记凌空斩，刷！足球在极小角度的情况下进入塞维利亚球门，4-1。皇马把塞维利亚打成了筛子，又是根硕在禁区内搅动风云，他的脑袋今天就像开过光一样，怎么触球怎么有，不仅仅是进球，
甚至也能助攻。其他方面不敢说，投球方面我认为根硕完全就是世界级的。皇马终于迎来了一个超级投球手，这补全了皇马最后一块短板。现场解说对你的表现赞不绝口。第88分钟，古蒂带球过人后吸引防守，横传给到了齐达内。齐达内本想直塞给你，然而你竟然叉腰站在越位位置上一动不动，不来了，跑不动了，玩不起了，你们爱咋咋地。砰！齐达内远程开炮，选择自己来射门，然而他看向你的那一眼，欺骗了塞维利亚的防守球员。大家都以为齐达内要传球给你，并做出了防守反应。等足球飞出去后，塞维利亚的防守者们想要阻拦已经来不及了。5比1，太疯狂了！这是本赛季皇马少有的超级大胜。主裁判随后3声哨响，结束了比赛。很快，已被通知去旁边接受代表着本场最佳球员的香槟。同时，周围有很多媒体涌过来对你进行了采访。这些记者一人一个提问，你根本听不清楚。不过你在其中看到了一个熟人，是马卡报的克拉拉塞西利亚。克拉拉，你来提问吧，你知恩图报。克拉拉非常开心，根硕，你在比赛中途和主教练奎罗斯发生了矛盾，你会因此而道歉吗？闻言，其他记者瞬间安静。好家伙，我们顶多采访一下根硕的进球感受，你居然直接开大招，你这太坑人了。然而你笑了，克拉拉妹子懂我啊。随即你故作愤怒，作为一名优秀的前锋，在身体状态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被换下是一种耻辱。我认为奎罗斯不够尊重我，所以他也得不到我的尊重。我不是要针对波尔蒂略，我只是针对奎罗斯，因此我永远不会向奎罗斯道歉，永远。哗！现场一片哗然，真的要和奎罗斯彻底翻脸啊！这是任何一支球队出现这种明显将帅矛盾，都是一场灾难，而结局往往是球员被球队放弃。根硕下赛季估计不可能留在皇马了，就算奎罗斯走人，新任主帅也不会喜欢这种刺头的。根硕犯了球队禁忌，我是不是问的不太好？克拉拉通过周围人的反应知道自己似乎给你制造了麻烦。没有，非常棒，你是一个优秀的记者，你甚至和克拉拉来了一个 giving five。克拉拉作为最早和你接触的记者，爆出过你踢不了球就要回去继承亿万家产的新闻。你再次爆红之后，克拉拉获得了在马卡报开辟属于自己专栏的机会。克拉拉在专栏中不断的为你宣传，他甚至表示根硕作为高配版的莫伦特斯，完全可以和罗纳尔多、劳尔共存，他愿意干锋线上的苦活累活，只要他在，罗纳尔多就不会受到那么多侵犯。皇马是时候考虑3前锋阵型了，这不是为了根硕，而是为了罗纳尔多，为了把进攻做到极致的皇家马德里。我甚至帮皇马想好了根硕、罗纳尔多、劳尔组成的前场3叉戟的名字。戈尔，不得不说，克拉拉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他的第一篇专栏文章就再度成为了爆款。戈尔之谜，响彻西班牙。回到宿舍，系统声音再次响起，叮，你在比赛中的优秀表现让巴普蒂斯塔感到震惊，他认为你是一头空中野兽，你获得了巨星级技能巴普蒂斯塔的野兽之躯，你的强壮、跳跃、脚下力量、体力、抗受伤属性等能力得到提升，你和对方发生身体对抗的时候有概率触发身体压制特效，这能帮你更好的赢得对抗。当你遭遇对方恶意的人身攻击时，必然能够触发应激反应，你的肉搏能力将得到极大提升，直至冲突结束。冲突结束后，你会陷入双倍时间的虚弱期。好家伙，巴普蒂斯塔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你没想到巴普蒂斯塔这么给力。叮，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得到了齐达内的认可，但他认为你的脚下功夫需要提升，他赠予了你巨星级技能马赛回旋。你用该动作完成过人突破后，你的速度、射门、传球等能力在短时间内均会得到一定增幅。干得漂亮，你心满意足。随着2位球星的慷慨解囊，你的强壮、跳跃数据也解锁了，强壮75，跳跃70，投球77，射门71。第2天你来到训练场，门口有不少皇马球迷聚集，他们对你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疯狂呐喊。戈尔，高配莫伦特斯，空中野兽，4，甚至有球迷拿着你的24号球衣过来让你签名。皇马一线队替补球员埃斯特班·坎比亚索路过的时候看了看时间，他走过来提醒你，根硕，训练时间要到了。你对坎比亚索笑道谢谢，然后继续给大家签名。坎比亚索不敢继续停留，快速冲进了训练场。很快，皇马的训练课就开始了，但是你没有到，差不多半小时后，你才姗姗来迟。你揉着自己的右手。皇马的球迷可真多，所有球员都一边训练一边悄悄地看向你。你签名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显然你是故意的。站住，你迟到了。奎罗斯面色阴沉，是的，抱歉，外面的。你试图解释，闭嘴，我没有让你说话。奎罗斯指着训练场道，去给我跑5公里再说，没跑完之前你不许做其他的。奎罗斯还没说完，你就转身跑步去了。站住，回来。奎罗斯对你云淡风轻的态度极其不满，太狂妄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自大的球员，这支球队里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看看那些球员，齐达内、飞哥、贝克汉姆、劳尔、卡洛斯他们都是准点到的，就连罗纳尔多都来了。今天是他伤愈的第1天，但他准时到了，这才是皇马球员应有的态度。难道你认为自己比罗纳尔多还要了不起吗？不少球员都停下了自己的训练项目，关注着这场冲突。倒是被点名的罗纳尔多足够沉稳，还在和卡西利亚斯进行射门训练。嘿，罗纳尔多，你走向罗纳尔多。劳尔皱起了眉头，觉得你还是太年轻了，被奎罗斯2、3句话就挑起了和罗纳尔多的对立。嘿，罗纳尔多，你不能这样。罗纳尔多转头一脸问号的看着你，你才刚刚伤愈，你的肌肉、你的筋腱，他们刚刚长到了一起，但还不牢靠，那只是外部观察的愈合，并不是真正的愈合。你可以尝试着进行短时间的慢跑、轻微的负重，进行恢复性训练，但不能尝试射门训练这种高负荷的剧烈运动，这会让你在还没有完全愈合之前再次受伤。我研究过你的伤病史，那不仅和你踢球的方式有关，
还和你的恢复过程有关。罗纳尔多的神情变换，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了认真倾听。罗纳尔多这一次的付出，在你看来就是没有必要的。奎罗斯看着和你越聊越有兴致的罗纳尔多，知道自己驱虎吞狼的意图落空了。他打断了两人的医学研讨，不要把你自己这些奇怪的理念到处传播，你在影响我们的军心。他的状态非常好，下一场比赛他会用钟摆过人晃开门将打入进球，而你只是一个替补。得知奎罗斯对自己的定位，你差点没笑出来，一言为定哈。你耸了耸肩，不，你不清楚。罗纳尔多或许清楚，但一定没有我清楚。说真的，我比任何人都希望罗纳尔多能够一直健康。我对坐在替补席上没有任何意见，只要这支球队能够好好的，我可以一直当替补。但你这样的使用方式会毁掉罗纳尔多的，他的每一次钟摆过人，杀死的都不仅仅是对方，还有自己的膝盖，包括脚踝。如果再结合频繁的加速、降速、爆射，那他的腿很快就会废掉。到时候你就不得不让我首发出场了，明白吗？事实上，不仅仅是罗纳尔多，当球员的年纪超过28岁后，就要注重身体的保养了，训练量就应该适当减少。超过30岁或者有过严重伤病的球员，更应该注意这一点。你越说越激动，周围的队友也越来越多，这是皇马球员听到的新理论。我认为根硕说的对，每个时代都不乏智者，齐达内就是这样的人。我们需要一个真正健康的罗纳尔多，能够踢一个完整赛季的那种，不然我们很难获得理想的成绩。而沉重的训练确实给伤员以及高龄球员带去了负担。看着球员们的眼神，奎罗斯知道你的诡辩成功了，他才不相信所谓的保养，他崇尚的就是拼命而刻苦的训练，一切不愿意训练的都是懒货。奎罗斯拂袖而去，接下来几天的训练，奎罗斯就当没有看到你一样，你自然对这种状态很满意了，那叫一个舒坦。你可以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射门、头球、强壮、跳跃4个项目上，直到下一场比赛到来前一天，奎罗斯公布了入选下一场比赛大名单的球员。在奎罗斯宣布前，你主动表示自己可以不进入大名单，因为你知道几乎所有球员都比你强。最重要的是，入选了大名单之后要跟着球队四处奔波，耽误训练时间。昨天你的强壮又提升了一点，你非常沉迷于这种一点点变强的过程，不希望被打扰。奎罗斯在一旁气得咬牙切齿，他认为你一定是故意的。你上一场比赛刚刚拿下全场最佳，这一场比赛就连大名单也进不去，这不是摆明了说我这个主教练度量小，把自己的个人喜好置于球队利益之上吗？太卑鄙了！现在你这么说了，博得了队友的好感，我特么还不得不把你放进大名单，太恶心人了。最终在奎罗斯那几乎要吃人的语气中，你入选了下一场比赛的18人大名单。不过让你感到安慰的是，你是替补不是首发。4月4日西甲第31轮，皇马客场挑战阿尔巴塞特，在罗纳尔多的梅开二度下，皇马2比1击败了对手，迎来了2连胜。70多分钟的时候，奎罗斯其实就可以把打入2球的罗纳尔多换下，但他没有那么做。他知道罗纳尔多下了之后，上场的肯定得是你，不然球迷不会答应的，所以他干脆不换。而结果就是踢完了比赛的罗纳尔多感觉脚踝有些许不适。4月11日，西甲第32轮，皇马主场迎战奥萨苏纳，然而皇马却0比3耻辱性的输掉了这场比赛。赛后，皇马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多家媒体指出了奎罗斯临场指挥能力的缺陷。马卡报直言道，很难想象奎罗斯的换人选择中没有根硕，在罗纳尔多状态明显不好的情况下，让这位皇马超新星上去试一试，难道不行吗？马卡报克拉拉专栏更是报了几张你的训练照，根硕几乎是皇马队内训练最刻苦的球员，每天的日常训练结束后，他还要前往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奎罗斯却一点机会也不给根硕，他的气量真的小得可怕。他在拿球队的成绩报复根硕。有一说一，这些为你叫屈的新闻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尤其是克拉拉，这妹子真的太为你发声了。4月18日，西甲第33轮，奎罗斯认为你故意借助媒体搞事情，所以这一次直接把你排除在了18人大名单之外。波尔蒂略终于入选，然而这场比赛，皇马客场1比2输给了同城死敌马德里竞技，球队迎来3连败，皇马从西甲第1的位置上被赶了下来，变成了第2名，而第1名是他们最大的死敌巴塞罗那。不仅如此，这场比赛中，皇马第1巨星罗纳尔多再次受伤。第2天，弗洛伦蒂诺找来了队医负责人，亲自询问了罗纳尔多的病情。球队体育总监奎罗斯、齐达内等人也在场。队医表示，不是重伤，下场比赛罗纳尔多就能回到球场。砰！弗洛伦蒂诺直接把水杯砸碎。下场？那下一场呢？下一场是我们和巴塞罗那的比赛。弗洛伦蒂诺勃然大怒，在最需要罗纳尔多的比赛中，我们不能使用罗纳尔多。你们这群狗屎一般的医生，你们听了根硕说的伤病理论吗？你们如果按照根硕的说法让罗纳尔多缓慢进入恢复状态，他至于踢不了这场比赛吗？废物！我们有全世界最专业的足球运动员，却没有与之匹配的运动医生。给我去找全世界最好的运动医生来。下个赛季，我不希望皇马的任何一个重要球员出现重大伤病，尤其是这种因为恢复不利而导致的旧伤复发。弗洛伦蒂诺赶走了队医后，看向了奎罗斯。奎罗斯，下一场比赛如果巴塞罗那昂着头离开了伯纳乌，那你就要低着头滚出马德里，你懂我意思吗？现在我想听一听下一场比赛的首发名单。现在距离下一场比赛还有5天，根本还没有排首发名单。奎罗斯不得不现场编一个，那个4231，前锋是根硕，然后是好了。弗洛伦蒂诺打断了奎罗斯，你可以出去了。显然，弗洛伦蒂诺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奎罗斯离开后，弗洛伦蒂诺看向了齐达内，齐达内摇了摇头，他非常刻苦，他每天的训练量很大，
但他的训练很有针对性，他只训练他目前已经表现出来的比较强势的点，这很奇怪，因为正常人都会训练自己的弱势项，除非他在隐藏他不想暴露更多的东西。他从不在训练赛的时候展露他的盘带技巧，但有一天他和小球迷互动的时候，很自然的用了一个马赛回旋逗对方。你知道吗？他对马赛回旋的理解非常深，我了解这个动作，所以才觉得不可思议。但有一点你不用担心，他不是那种仗势欺人、搬弄是非的球员。克拉拉的报道应该是一个意外。根硕每天都会在训练场外面给球迷们签名，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所有人。他来了多久，就坚持了多久。他对所有球员都很尊重，包括有些敌视他的波尔蒂略。他甚至试图告诉波尔蒂略应该如何进一步的发挥自己的优势，可惜波尔蒂略听不进去。根硕能够清晰的抓住每个球员的特点，并且给出改良方案，而且我认为他说的真的是对的。他在帮助这支球队的所有人，哪怕他不上场，我的结论就是你可以信任他。齐达内说了很多，弗洛伦蒂诺点头，那他抓住了你什么特点，或者说他认为你应该如何进步？达内微微一笑，他说我就是脾气暴躁了点，如果我在球场上不拿红牌，我将不仅是法国的球王，哈哈哈。弗洛伦蒂诺大笑，有意思，那我呢？他怎么看我呢？齐达内道，圣地亚哥伯纳乌之后最伟大的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眼中金光一闪，很高的评价。齐达内补充道，但之所以加上圣地亚哥，仅仅是他出于对已故先辈的尊重，换言之，最伟大的皇马主席前面的字可以省略。弗洛伦蒂诺一愣，他有这样的决心，但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这一步。这孩子，弗洛伦蒂诺明显开心了，希望他能在西班牙德比中好好表现。光靠心地善良、热爱皇马、尊重前辈可成不了皇马的储君。齐达内瞳孔一缩，为劳尔感到可惜。4月25日上午，皇马就今晚的西班牙德比之战给出了赛前大名单，根硕、齐达内、劳尔、飞哥、贝克汉姆、坎比亚索、卡洛斯、布拉沃、赫尔格拉、萨尔加多、卡西利亚斯。你顶替罗纳尔多进入球队首发。坎比亚索能够顶替古蒂的原因是他的防守略强一些，看得出来奎罗斯还是非常忌惮巴萨的进攻的。傍晚，伯纳乌球场中人满为患，整个伯纳乌球场涌入了8万名球迷。座无虚席，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进行了非常惨烈的绞杀，而这种程度的对抗给你踢球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你的盘带、控球、传球能力都不足以支持你在剧烈对抗下对足球进行操作。第9分钟，以回撤接应贝克汉姆传球，结果遭身后奥莱格尔撞击丢球，巴塞罗那随即发起反击，罗纳尔迪尼奥在距离球门25米的位置打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次威胁进攻，还好卡西利亚斯超神发挥，把足球扑了出去。第12分钟，你将功补过，在齐达内完美斜塞的情况下，你没有停球，而是用一个马赛回旋的动作直接过掉了普约尔，而后起脚打门，可惜这一脚射门没压住，足球飞上了看台。第15分钟，罗纳尔迪尼奥单点爆破坎比亚索，一个牛尾巴晃开坎比亚索后完成过人，坎比亚索连拉带拽放倒小罗，吃到黄牌。皇马为小罗专门准备的后防大闸在第15分钟的时候就失效，背了一张黄牌的坎比亚索的防守和古蒂的防守有什么区别？第18分钟，解放的小罗开始真正的制造威胁，一脚直塞连线萨维奥拉，萨维奥拉获得单刀的机会，但门神卡西利亚斯表演了一次完美的单刀防守，成功扑出了萨维奥拉的射门。他今天状态非常神勇。第20分钟，你自己也骚了一把，只见你被身扛住普约尔，接劳尔传球后，直接用脚底把足球顺到了身后，足球从普约尔胯下钻了过去，劳尔跟上一脚劲射。遗憾的是巴尔德斯把足球拒之门外。双方的门将目前都发挥出了相当高的水平，但这次传球却让皇马球员出现了误判，他们认可了你的表现，开始频繁的找你进行配合，你疯狂的往越位位置躲，但不可能永远不接球。第25分钟，齐达内送出了一记精妙的直塞，你见躲不了了，被迫伸脚停球，足球直接飞到了对面的普约尔脚下，普约尔甚至有点蒙圈，你认真的吗？砰！普约尔传球给回来的哈维，哈维抬头观察，准备反击，飞哥无奈之下只能把哈维抱住，主裁判响哨，并且给飞哥出示了黄牌。你有些歉意的看向飞哥，飞哥表示没什么。第31分钟，飞哥在右路连续突破，送出了一记为丙级的横转，只要你冲上去踢上就能进，奥尼尔奶奶来了都能踢进，嘿，你还就没有踢上。雷奇格在另一侧接到了足球，拨球加速发起反击，齐达内直接一记飞铲过去，连人带球一起踢出界外，巴萨的球员们立刻围了上来，双方爆发了一场小规模冲突，主裁判给齐达内出示了一张黄牌。齐达内没有和主裁判辩驳，而是找机会跟你说道，根硕，你得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了，像踢塞维利亚那样兴奋起来，专注起来。你尴尬点点头，但你不能告诉他自己已经非常专注。第39分钟，罗纳尔迪尼奥再造威胁，他在左路连过2人后，被赫尔格拉在禁区外放倒，赫尔格拉染黄，因为位置过于危险，皇马要尽可能多的人去当人墙，去盯防巴萨球员，所以你也不得不参与人墙的建设，你强人恐惧，无奈站在人墙中。主裁判响哨，罗纳尔迪尼冲向足球，一脚任意球直接攻门，你高高跃起，眼睁睁看到足球向你冲过来了，卧槽！你赶紧偏头，试图躲过足球，但罗纳尔迪尼奥这一脚罚的就是弧线球，以偏头的动作刚好完美的封堵了足球的前进路线，砰！足球直接打在了你的额头上，你应声倒地，接下来发生什么就真的与他无瓜了。你眼前一白，在睁眼的时候，所有人都围住了你，队医也赶过来了，你知道对方在和他说些什么，但你完全不清楚内容，你不断的摆手，意思是不行了，不行了，这球我不踢了，我坚持不下去了。然而得到你的答复后，队医们朝你竖了一个大拇指，并且快速离开了球场。根硕没有问题，他真是一个硬汉。队医试图让你去场边休息一下，但你不断摆手，意思是不需要。整个上半场，双方打得非常激烈，但都未能取得进球。中场休息结束后，双方都没有做出人员上的调整，但巴萨在战术上还是做了调整。下半场开始，巴萨罗纳尔迪尼奥为核心，哈维、范布隆克、霍斯特连续冲击左路，盯着飞哥、坎比亚索、萨尔加多
3个人打，巴萨进一步占据了主动权，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一点。这样下去，皇马丢球只是时间问题了。第54分钟，你回撤到了中场，帮助飞哥完成了对哈维的逼抢。哈维回转，坎比亚索成功拦截后把足球传给贝克汉姆，贝克汉姆传给你，你马上回转，贝克汉姆而后分边找卡洛斯，卡洛斯带球推进，和齐达内2个人接连做出配合，总算是把足球打到了巴萨腹地。齐达内看着从中场慢慢朝前场移动的你，给你打了个眼色，你当时就知道要糟。果然，齐达内一脚过顶斜传，把足球给向了中路你前方不远处，你赶紧加速冲向足球。齐达内算个人，这球至少不是脚下球。你和科库激烈的卡位，科库明显感觉不对劲，对此你微微一笑，那当然是因为你触发了身体压制特效。砰！你力压科库顶到了足球，而且你选择把足球顶向前方，落地后你立刻发力冲向足球，科库则因为在对抗中失去平衡，一个趔趄错失拉扯你的机会，足球落向大禁区弧顶位置，禁区内的普约尔杀了出来。你本就没有把足球顶得太远，你有把握比普约尔先一步碰到足球，除非普约尔放铲。普约尔放铲，无论如何他都要提前破坏足球。但下一刻，普约尔瞪大了双眼，只见你追上足球后直接踩球马赛回旋，差之毫厘的躲过了普约尔的飞铲，而你和巴萨门将巴尔德斯之间再无其他阻拦。巴尔德斯果断出击，但为时已晚，你略作调整之后一脚爆射，巴尔德斯未能扑到足球，巴萨球门失手。虽然被压着踢了50多分钟，但先进球的却是皇马。你冲向了角旗区高高跃起，这是你的专属庆祝动作。下一刻，伯纳乌8万人一起跟着你喊了出来，无数镜头锁定你背后的24号球衣。第57分钟，巴萨连换2人，荷兰猎犬克鲁伊维特换下了表现平平的萨维奥拉，另外还用巴萨老将路易斯恩里克对位换下了奥维马斯。仅1分钟后，范布隆克霍斯特在左路接到了罗纳尔迪尼奥的传球，起脚传中，克鲁伊维特高高跃起，简单粗暴的完成头球破门，把比分扳平。进球后，克鲁伊维特疯狂庆祝，他显然也不满意球队为了更新换代把他放在替补席上的做法。第69分钟，噩耗传来，罗纳尔迪尼奥在一次疯狂盘带拉走了大部分防守球员后直塞找哈维，哈维即将远射空门，见状飞哥无奈只能用一个犯规动作放倒哈维，主裁判果断6亲不认的给飞哥出示了第2张黄牌以及第1张红牌，2黄变1红，飞哥被罚出场外。皇马10人迎战，齐达内作为场上指挥，让劳尔去右边，然后让你回撤到前腰位置。皇马打起了无锋战术，这能够适当的加强中场的防守，但也会因为失去前场威胁而彻底解放巴萨的进攻。第72分钟，罗纳尔迪尼奥再次秀翻全场，连过3人后送出横传球，这一次没有人能够阻止哈维，哈维插上爆射，足球应声入网，1比2，巴萨反超了比分。球场中，巴萨球员疯狂庆祝，尤其是普约尔，他不断看向你，因为你晃倒他打入的那颗进球让他颜面无存，所以他要找回场子。你特么看你大爷啊！球是你进的吗？你走向普约尔，模仿普约尔刚刚被晃倒的样子说，还是说刚刚哈维是晃倒了我之后完成的进球？普约尔当时就怒了，你说什么？你这个小球童，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你的停球就是一坨屎。普约尔也走向了你，2人撞在一起，你略高一些，但普约尔可是中后卫，身体相当壮，还好你打出了身体压制，和普约尔僵持不下。谢谢你对我技术的夸奖，不过下次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跳起来？因为我总是要低着头和你说话，真的很累，容易得颈椎病。你直接对脸开大，罚克。普约尔当时就挥拳了，但早有准备的你提前按住了普约尔的手臂，随后双方队友也都上前，2人被队友分开，球场气氛再度升温，皇马球迷开始谩骂巴萨球员，你这一闹太有时效性了。被巴萨征服的伯纳乌这才算是缓过神来，恢复了士气。主裁判过来给你和普约尔1人1张黄牌，干得漂亮。冲突结束后，齐达内夸奖了你，你满脸疑惑，你不骂我搞事情，反而夸我。齐达内看向场边，巴萨已经打出了气势，如果没有刚刚的冲突，我们从球队到球迷士气全都被压住，是你让大家恢复了求胜的信念。面对齐达内的评价，你受之有愧。我没有振奋士气的意思，我只是……齐达内笑道，那更好，这说明这是你的本能，你天生适合当领袖。根硕，你本来打算解释清楚的，但发现齐达内的脸色变了。你看向场边，奎罗斯换人了，他用金朗古蒂换下了齐达内。齐达内显然不满意这个换人，真正的领袖级球员绝对不会能接受在球队落后时刻被换下，何况这可是西班牙国家德比啊！奎罗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随后的几分钟，皇马的进攻并没有任何起色。第84分钟，奎罗斯让波尔蒂略热身，他要换下有些跑不动的劳尔进行最后一搏。你看着场边神色阴沉、郁郁寡欢的齐达内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你使用了时刻卡奇内丁齐达内1993，几乎是刹那间，你脑海中汇入了年轻时齐达内对足球的各种理解。1993年的齐达内才21岁，1993至1994赛季他荣膺法甲最佳青年球员。而按照青春版齐达内对本场比赛的思考，你对奎罗斯的换人是有意见的。你当即来到了场边，指着中场球员博尔哈道：不是波尔蒂略，我要他这样的，我要更多的中场球员，速度快一点，有前插习惯的。波尔蒂略的前锋身份会让巴萨的后防线警惕，只有中场球员有机会前插，我们少一个人，只有让每个中场球员都做2份工作才能弥补。你快速的把自己的理念说了一遍，简而言之，前锋只能当前锋用，中场可以当中场加前锋，这是少一人的皇马最好的选择，否则巴萨还得进球。你没有资格对我的换人指手画脚。奎罗斯拳头都捏紧了，你他妈的就是要跟我过不去是吧？如果你上波尔蒂略，那我就不踢了，反正也踢不赢。你双手一摊，态度非常坚决。
看着你的身影，齐达内满眼都是自己21岁时候的影子。他年轻时候脾气也是这么火爆。我觉得根硕说的有道理。齐达内开口了。博尔哈，还愣着干什么？上场！奎罗斯气冲冲地坐回了自己的座位。每次都是这样，只要你上场，比赛就会脱离他的掌控。不过话说回来，好像每次你上场，皇马就赢了。不，一定是巧合。根硕和进球肯定是没有什么联系，只是他运气好而已。球队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不上前锋拿头赢了。现在这样，输球了正好让根硕背锅。皇马的球迷对这个换人表示不理解，他们开始谩骂奎罗斯。奎罗斯满脸委屈，是你们的苏要中场的，你们骂他好吧？前插，多前插。古蒂，你要多向前冲击。博尔哈，频繁的冲刺。大卫，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冲一冲。坎比亚索，你好好防守，别乱跑，但不用急于抢断，因为你肯定抢不下来，保持压迫就足够了。跟着你的防守目标，让他不舒服，明白吗？你开始大规模的下发指令。目前为止，你是本场比赛唯一帮皇马打进进球的人。突出一个硬气。第86分钟，你回撤要球，古蒂、博尔哈两个人立刻发起前插，你靠住科库一个漂亮的拎球转身后送出直塞找古蒂。雷奇格赶在古蒂之前飞身把足球踢出边线，破坏了这次极具威胁的传球。古蒂朝你竖起了大拇指，意思是传得好。你来到边线再次扛住科库，古蒂把边线球扔给了你，你直接凌空抬腿把足球调给了后面的卡洛斯，卡洛斯回传给布拉沃，布拉沃找坎比亚索，坎比亚索出球给贝克汉姆，足球在皇马后场倒了一圈，球队需要重新组织进攻。这里你又回撤要球了，贝克汉姆当即传球，你踢的就像一个中场一样。博尔哈，古蒂再一次启动前插，科库跟在你身后，砰！你竟然迎着足球完成了一次凌空后跳，足球直接越过科库，来到了博尔哈身前。科库猛啊，你一个转身推开科库就朝前跑去。这里你的声音指引了持球的博尔哈，博尔哈横传分球，砰！你拨球冲刺，直接杀入了大禁区。普约尔在防守博尔哈，根本来不及横向移动阻拦你。巴萨的门将巴尔德斯具有极强的出击属性，在博尔哈传球的时候就冲了出来，这一次他不会再给你机会。为了过掉普约尔，你带球的速度非常快，这种高速移动下几乎无法做出有效的晃动，所以巴尔德斯对扑出你脚下的足球志在必得。你又不是罗纳尔多，做不出钟摆过人。可下一秒，你右脚踩球转身左脚一拉，一个不规则的马赛回旋和巴尔德斯擦肩而过。齐达内瞳孔一缩，这是高速移动中的马赛回旋，难度超高。旋转后的你甚至不需要稳住身形，潇洒推射。罗纳尔多确实没来，但齐达内其实也还没走。伯纳乌球场瞬间爆炸，2-2。你放弃了进球庆祝，争分夺秒的回到球场。巴萨球员被这个捞球的举动气坏了，普约尔甚至想要拦截你，但你屁股一扭躲了过去。齐达内时刻卡时间有限，你现在没工夫和普约尔过家家了。皇马都这么做了，巴萨又怎么好意思拖时间？皇马想赢，他们巴萨更想赢，他们11个人，皇马10个人，你的举动是在自讨苦吃。巴萨快速完成换人，用小将莫塔换下了表现不佳的中后卫奥莱格尔，巴萨也要赢球。第90分钟，罗纳尔迪尼奥惩罚了傲慢的皇马，他在大禁区前沿横向盘带后回传，然后自己朝禁区里面钻，莫塔不停球直接过顶直塞。坎比亚索为了不放罗纳尔迪尼奥进入禁区，只能扳倒罗纳尔迪尼奥。主裁判当即响哨，伯纳乌一片哀嚎，因为坎比亚索身上已经背了一张黄牌了。主裁判出示黄牌，2黄变1红，坎比亚索也被罚出场。坎比亚索眼眶发红，他认为自己的离场很有可能导致球队最后功亏一篑。嘿，坎比亚索，你追上坎比亚索，攀着他的肩膀说：“你是英雄，你做的没错。但凡你再慢一点，罗纳尔迪尼奥要么进球，要么造点。放心吧，我们能扛住的。”随后，你双手举过头顶，开始鼓掌，并且示意看台上的皇马球迷们给坎比亚索送上掌声。哗啦啦，一开始还有些埋怨坎比亚索的球迷们开始鼓掌，掌声越来越大，然后加入了欢呼声、鼓劲声。齐达内在替补席上喃喃：“我果然没看错，这就是根硕身上的领袖气质。”他拯救了坎比亚索的职业生涯。皇马场上只剩下了9个人，这比赛根本没法踢了，能打平就是最好的结果。接下来，巴萨围着皇马就是一顿痛殴，皇马所有人都撤回来参与防守，但依旧有不少漏洞。第92分钟，罗纳尔迪尼奥在边路起脚传中，克鲁伊维特在你的干扰下头球击中横梁。第94分钟，范布隆克霍斯特下底传中，卡西利亚斯出击一拳把足球砸出大禁区，博尔哈在外围接球转身准备发起反击，罗纳尔迪尼奥立刻抱住博尔哈，主裁判给罗纳尔迪尼奥出示了黄牌。罗纳尔迪尼奥一边露出洁白的龅牙，一边示意队友们赶紧回防。卡西利亚斯也示意队友都去巴萨半场，他亲自出来开这颗后场任意球，砰！卡西利亚斯大脚开球，皇马后卫布拉沃抢到了第一落点，把足球顶向卡洛斯，罗伯托卡洛斯直接拨球加速生吃路易斯恩里克，随后卡洛斯斜45度传中，你在科库和莫塔的包夹下只能头球回点，落地后你想要前插，但科库直接把你放倒，主裁判哨音未响，进攻有力。贝克汉姆接到了你的回传，一脚直塞再次给到左路，卡洛斯吸引了左路球员的注意力，从而让古蒂完成了轻松的套边，古蒂得以接球并在随后送出传中，可惜雷奇格非常卖命，他飞身过来伸腿碰到了足球，足球见高不见远，飞向大禁区外侧，那里刚刚被莫塔放倒的你挣扎着爬了起来，看着飞过来的足球，你身子一拧，双手摆动，目光坚定地看着从天而降的足球。几乎是同一时间，皇马替补席上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甚至皇马的球迷们也都站了起来，他们所有人脑海中都闪过了一幅画面，那是2002年的欧冠决赛，齐达内就站在你此时此刻站立的位置，对着从天而降的足球做出了同样的动作。那一夜皇马问鼎欧冠，砰！你用你几乎没有射过门的左脚抡了过去，齐达内天外飞仙袭来，足球瞬间闪现到了巴萨球门左上角，激起千重白色浪花，轰隆隆，整座伯纳乌球场传来了躁动，但却没有明显的声
声音，8万球迷激动的颤抖连成一片，看上去就仿佛是地震了一般。直到你转身张开双臂冲向自家替补席，球迷们才终于确定这一切不是回忆，不是幻想。Go， 根硕，还他妈的是根硕！3比2，根硕在补时的最后1分钟绝杀巴萨。帽子戏法，根硕用一顶帽子戏法帮助皇马赢得了这场西班牙国家德比，他成为了西班牙国家德比中最年轻的帽子戏法拥有者。根硕冲向了齐达内，他非常激动，因为他打入的这颗绝杀球和2年前齐达内在欧冠的绝杀球几乎一模一样，他就是皇马的新齐达内，一个前锋位置的齐达内。解说撕心裂肺，这样的球员，奎罗斯竟然把他按在替补席整整4场比赛，奎罗斯完全是在犯罪。不对，根硕跑向了巴萨方向，他要干什么？难道？没错，你炸伤的计划失败了，但你真的不能继续踢球了。压箱底的齐达内时刻卡都用了，下次再上就真的要露馅了。所以对不起了，普约尔，向我开炮吧！这里是皇家马德里，这里是我说了算。你冲着普约尔大喊道：“巴塞罗那人滚出伯纳乌，不然你们来几次，我就让你们这样输几次。”你狂妄的就像一个人来疯。伯纳乌的球迷们掌声雷动，跟着你喊了起来：“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伯纳乌发出了极具侮辱性的驱逐令。巴萨球员们终于忍不住了，被骂了一整场，现在又被绝杀，他们的心态真的崩了。草泥马！普约尔一马当先，恩里克、雷奇格、巴尔德斯、莫塔、范布隆克、霍斯特、科库等人也都纷纷冲向一场大战。突如其来，你一个过肩摔直接 KO 了普约尔，但随后被巴萨的人海淹没。皇马球员们这才如梦初醒，冲向事发地点。可皇马球员们还没有跑到，巴萨的人海突然就被掀开了。没错，被掀开了。只见你在左腿挂着巴尔德斯，右肩挂着恩里克的情况下，直接把范布隆克、霍斯特、莫塔、科库3个人推倒，然后左脚一甩，右手一扔，转身一巴掌把雷奇格推翻。巴萨敢死队全军覆没，你一挑七，瞬间清场。冲过来的皇马球员们有那么一瞬间的错愕，这到底是谁在欺负谁？滴滴滴！主裁判连连响哨，球场安保们也姗姗来迟。主裁判不断亮牌，你和普约尔红牌，恩里克、巴尔德斯黄牌。随后他3声哨响结束了比赛，比分定格在3比2，皇马绝杀巴萨，在积分榜上反超巴萨，但还是第2名，未能攀升至第1，因为瓦伦西亚在这2轮全取6分，顺势登顶。由于伯纳乌皇马球迷的汹涌，巴萨球员在安保的护送下狼狈逃离，闹剧终于落下帷幕。赛后各大媒体更是把头版头条留给了你。阿斯报，西班牙国家德比最年轻的帽子戏法拥有者根硕。图片报，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皇马青训球员根硕化身白衣杀神，帽子戏法逆转巴萨。天空体育，飘荡在伯纳乌球场的新口号速，这个来自于根硕的庆祝动作在西甲绽放。踢球者，刺头球员战胜主教练。足坛名帅奎罗斯公开致歉，表示此前弃用根硕是他执教生涯犯过的最大错误。是的，奎罗斯公开认错了。赛后面对一众记者，奎罗斯的发言让众人震惊，这是一场史诗级的比赛，根硕表现出了对比赛的统治力，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这和我印象中的那个根硕不是一个人。奎罗斯在镜头面前略显苍老，我过去几10年的从业经验让我不可能去相信根硕，无论是他的年龄还是他的肤色和血统，这不是歧视，我只是想表明，在根硕之前，没有他这样的人在世界足坛取得过成功，而根硕用一次次精彩的表现和胜利让我意识到了这个错误。现在当着这么多媒体的面，当着全世界球迷，我发自内心的向根硕道歉，对不起，根硕，从今往后，你在我执教的球队永远都是锋线上的第一选择。哗啦啦，现场的记者们为奎罗斯的实诚鼓掌，随后记者们纷纷看向你，你对奎罗斯的反应非常意外，你刚刚仔细确认过了，奎罗斯没有说反话。不，其实奎罗斯先生对我的使用方式我是认可的。你开口，我的水平远没有大家看到的这么高，我本质上还是一个青训球员，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我在球队训练中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让我首发对那些状态更好的球员是不公平的。闻言，记者、球迷、奎罗斯一脸问号，这是那个进球后挑衅奎罗斯的根硕说出的话。你继续说道，奎罗斯绝对是一位优秀的主教练，他对球队的严格管理我非常认同，他能够帮助球员变得更好，他在战术、训练上都有很深的造诣。皇马本赛季成绩的波动有很多原因，奎罗斯先生做的已经足够出色了。突然，奎罗斯转身一把抱住你，眼泪止不住的流，他太委屈了，真的，全世界都不理解他，除了你。都说皇马巨星云集，纸面阵容强的离谱，但其实呢，罗纳尔多不断伤缺，齐达内出力但不拼命，飞哥状态明显下滑，劳尔踢不了单箭头，贝克汉姆还未融入球队，卡洛斯有攻无守，古蒂神经刀一刀砍别人一刀砍自己，最关键的是失去了马克莱莱的防守。就问你这支皇马哪里强了？就这样，你安慰奎罗斯的画面被媒体们纷纷发出。世纪大和解，皇马太子根硕义薄云天，和主帅奎罗斯相拥解开心结。西班牙国家德比后出现感人一幕，刺头球员根硕安慰此前针对自己的主帅奎罗斯，凸显人格魅力。这出皇马和解的大戏感人至深，一时间甚至有人为奎罗斯说起好话来，这在此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不过温情的舆论随着巴塞罗那人回到了加泰地区而告终，巴萨喉舌接连发文怒喷你，剑指皇马。每日体育报，这是踢球还是杀人？根硕的暴行在欧洲足球历史上几乎达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世界体育报强烈抗议，根硕这样的球员应该被西甲永久开除。加泰邮报，巴萨向西班牙足协提起申诉，要求严惩西班牙国家德比冲突主导者根硕，希望禁赛根硕3年。巴塞罗那向马德里开炮，世界足坛瞬间被吸引，很多中立球迷都表示你太过了一些，他把普约尔打得太惨了，皇马球员就这素质，如果不是打架，巴萨一定赢球。他还殴打了恩里克，恩里克怎么说也是他的前辈了吧？莫塔这种小孩子他也打，真的太卑鄙了。但很快，随着更多更全的视频爆出，舆论的风口逐渐出现了反转。这个巴萨这么多人冲向根硕，卧槽！我感觉巴萨不是来踢球的，而是来杀人的，有点离谱。巴萨主动找茬，结果被根硕打了回去，太猛了！难怪西班牙媒体叫他白衣杀神，一挑七了，这是不吹不黑。巴萨这一波
真的挺丢脸的，以多打少还没打赢，球场失利，全场也不行，巴萨还能干个啥？巴塞罗那没有等来他们想要的正义，因为真相有时候是瞒不住的。甭管根硕是不是挑衅在先，你们一群人是不是过去打人家一个人了？马卡报更是晒出了你扛着巴萨球员一挑七的画面，配文道：你可以在伯纳乌打比赛，也可以在这里打架，但我们劝你最好是打比赛。接下来的2天，巴萨高层频繁通过媒体指责你，试图以这种方式给西班牙足球协会施压。他们对你的最低处罚预期是禁赛1年。而皇马这边，弗洛伦蒂诺也亲自接受了采访，表示根硕是皇马的勇士，他维护了伯纳乌的尊严，他做的事情，巴萨球员在诺坎普都做，但为什么我们没有制造出这么大的冲突和新闻？我想这一切都是因为根硕打赢了。巴塞罗那不是接受不了球场冲突，他们只是不能接受自己的无能而已。我尊重西班牙足协对皇马和根硕的任何合理处置，但我也提醒诸位，根硕是皇马队内非常重要的一员，我们将为根硕，也是为皇马的尊严捍卫到底。双方争执不下，最终西班牙足协官方公布了西班牙国家德比球场冲突事件的相关处理决定。巴萨那边，普约尔禁赛5场，恩里克、巴尔德斯禁赛3场，对巴塞罗那罚款3万欧元。而关于皇马这边，因为皇马没有约束好主场球迷的情绪和举动，下一个主场比赛伯纳乌将空场进行，另外罚款3万欧元。最后，西班牙足球官方决定对你，就在刚刚，你以一记齐达内的天外飞仙凌空打门绝杀巴萨，可你对巴萨球员的挑衅促使双方发生大规模冲突。很快，西班牙足协对双方球员及俱乐部做出了处罚决定，最后你被禁赛4场。考虑到西甲联赛只剩下最后4场，你和普约尔相当于提前结束了本赛季。巴萨球迷对这个决定非常不满，因为这样一来，受罚最重的就是普约尔，这也变相说明了这次冲突普约尔才是主要责任方。巴萨当时就提起了申诉。另一边，皇马球迷同样要求皇马进行申诉。皇马目前是西甲第2，但随时有可能被身后第3的巴萨、第4的拉科鲁尼亚追上来。同时，皇马和排名第1的瓦伦西亚差距也不大。如果最后4场比赛有你和罗纳尔多，皇马的联赛冠军依旧有戏；但如果没有你，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排名联赛第4，所以皇马必须申诉。皇马内部的讨论会也是这么决定的。但奎罗斯的手机响起，随后在弗洛伦蒂诺的点头下，奎罗斯打开了手机外放。随即你坚定说道：“我建议球队不要上诉。”闻言，皇马众人一脸问号。接着你继续说道：“足协的威严不容侵辱，无论对错判了就判了。如果朝令夕改，以后足协的任何决定都会受到质疑。这时候给足协施压，多半会被足协加罚，而且得罪了足协，他们在下个赛季的赛程安排中随便给我们穿点小鞋，都会让我们很难受。关键是不值得的。我个人认为这支皇马的前场可以缺少任何一个人，我们豪华的配置该赢一定赢，赢不了上谁都不行，所以没必要因为我而去申诉。有罗纳尔多就足够了。”你一番剖析，从多个角度给皇马的管理层上了课。简而言之，一句话，好不容易不用上场了，你们千万别给我整幺蛾子。良久，弗洛伦蒂诺对着电话说道：“根硕，你的心胸之宽广，眼界之开阔，令人叹为观止。如果皇马每一个球员都能像你这么想，我们绝对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你反问道：“难道我们现在不是吗？”弗洛伦蒂诺哈哈大笑：“是的，你说的对。那接下来一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息和训练吧。我希望我们的第4队长下个赛季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会议室中不少高管都傻眼了。第4队长，弗洛伦蒂诺要让根硕成为球队的第4队长，这皇马太子4个字呼之欲出。最终，皇马官方发布声明，尊重并且接受西班牙足协关于皇马的相关处罚决定。再看看另一边正在申诉搞事情的巴萨，高下立判。西班牙足协也很快对巴萨的申诉做出了重新处理，罚款金额提高了3倍，普约尔的禁赛从5场变成了6场。巴萨喜提超级加倍。回到宿舍，系统也终于想起了你。丁，齐达内时刻卡给你带来了非凡的体验，你获得了齐达内早期的球场视野。齐达内早期的球场视野，巨星级技能，强制提升视野至8级。单场比赛的传接球次数达标后可激活特效全神贯注，10分钟内你的视野将提升至10级，最高。博尔哈因为你的要求而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上场机会，他发自内心的感谢你，并送上了他的拿手好戏短传、前插、短传，球员级技能，短距离传球能力得到增强，前插，球员级技能，能更好的发现前方的空位。要不怎么说时刻卡是 YYDS 的。齐达内早期的球场视野太猛了，直接把你的球场视野从2级提升到了8级，在满足特殊条件的情况下，甚至是10级，这什么水平？堪称上帝视野。在皇马队内，具备这种视野水平的齐达内、贝克汉姆、飞哥、罗纳尔多、劳尔肯定是有的。世界第1左后卫罗伯特卡洛斯应该没到8级。金朗古蒂也不好说，他总是有妙到毫巅的手术刀直塞，但也往往因此而送上大礼。另外，你的进攻意识、短传、视野3项属性也因此打开，射门、头球属性也分别增长了1点，这直接导致你可以训练的项目又多了几个。5月2日，西甲第35轮，皇马客场挑战拉科鲁尼亚，后者目前排名西甲第4，2比0，拉科鲁尼亚捍卫了主场尊严。5月8日，西甲第36轮，罗纳尔多复出，皇马主场2比3被皇家马洛卡绝杀，被身后的巴萨再一次追了上来。5月16日，西甲第37轮，皇马客场1比2爆冷输给了本赛季的倒数第1的皇家穆尔西亚，皇马连这场比赛都输，真的是中了邪了，联赛排名也因此下滑到了第3。5月23日，西甲最后一轮，皇马迎来了4连败，主场1比4被无欲无求的皇家社会打成了筛子，以联赛第4的排名结束了这个糟糕的赛季，全世界都因此而哗然。皇马球迷如何能够接受这种局面？奎罗斯滚出伯纳乌，垃圾奎罗斯不配执教皇马，帕文完全就是一坨屎。最后4轮我们被别人打进了10颗球，弗洛伦蒂诺下台，你不配成为皇马主席。球迷的愤怒需要有人背锅，眼看着有人想把火引到弗洛伦蒂诺身上来，这位老佛爷当机立断，解雇了皇马主教练奎罗斯。对此，奎罗斯只能接受，他意气风发的来到马德里，在机场被万人拥戴。
改。现在他狼狈离开，却没有任何人来送他。不，有一个头。你在机场门口朝奎罗斯招手。奎罗斯有些惊讶，根硕，你以为我恨死你了吗？你帮奎罗斯提着行李，我可不是那种两面三刀的人。我不爽你的时候是真的不爽你，但说了要和解，就一定是真的和解。你是一个优秀的教练，只是来错了球队。奎罗斯十分感动，他没想到这支球队中最理解他的人竟然是你。我为我过去对你的一切指责而道歉。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潜力的球员，你人品极佳。奎罗斯拥抱了你，我会一直关注你的成长。如果还有人能够拯救皇马，我相信那一定是你。加油！奎罗斯和你告别。正当所有人都认为银河战舰都能开翻的奎罗斯执教生涯恐中断时，曼联主帅弗格森邀请奎罗斯加入曼联教练组。随即奎罗斯落地曼彻斯特，成为曼联的首席助教，联手弗格森统治英超，冲击欧冠。英格兰媒体纷纷采访奎罗斯，他们希望从奎罗斯嘴里听到关于皇马不好的一面，这样或许就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英超比西甲更好了。然而奎罗斯颇具职业操守，他虽然也适当点评了皇马阵容失衡的问题，但每逢采访他都一定会夸赞你。根硕未必是全世界最有天赋的球员，但他一定是全世界最会踢比赛的球员。甚至奎罗斯多次建议弗格森买下你，弗格森对此有些为难。奎罗斯是弗格森邀请来的，现在人家想要一个球员，你不给他买是不是不够意思？可去年皇马刚刚从曼联这里挖走了贝克汉姆，曼联反手买一个人家的青训，是不是有点自甘堕落？但最后架不住奎罗斯多次请求，弗格森还是向皇马报价了。一时间你的名字再次冲上头条，曼联问价皇马太子根硕，莫伦特斯回归在即，皇马卖掉根硕是个好选择，1000万欧。曼联正式发出关于根硕的报价，德转对曼联的报价评估为风险巨大，根硕的真实身价不应该超过200万欧。全世界都想知道皇马会如何应对。很快皇马就回复了曼联，根硕是非卖品，我们没有出售他的打算。弗格森这才算是能交差了，但奎罗斯竟然还不死心，他让曼联租借你试一试。曼联随后又发出了租借问询。很快弗洛伦蒂诺拨通了你的电话，他把租借的主动权交给了你，这表现出了对你的尊重。你考虑了一下回复弗洛伦蒂诺，在曼联我有可能会发挥出20%的作用，但只要我还能为皇马发挥哪怕1%的作用，我也会选择留在皇马。弗洛伦蒂诺对你的回答感到震惊，可是在皇马你短时间内只可能是替补，甚至可能长期坐在替补席上。你无比坚定回道，除非皇马一线队大名单塞不下我，不然我宁愿一直坐板凳也不去其他地方。这一刻弗洛伦蒂诺被感动了，他甚至都不打算引进欧文了。当然这种感动只维持了几秒钟。好，我会拒绝曼联的租借，新赛季你将依旧为皇马效力。你对球衣号码有什么偏好吗？8号或者11号如何？弗洛伦蒂诺希望在球衣号上补偿你，我还是24号就行，我挺喜欢这个号码，至于8号和11号就留给新来的2位队友吧。弗洛伦蒂诺一愣，新来的2位他怎么知道的？随即弗洛伦蒂诺开口，你为什么认为新来的队友都是前锋？你之前不是想把我租借出去吗？这说明除了莫伦特斯之外，另一位应该也是前锋了。弗洛伦蒂诺说道，罗纳尔多首发，莫伦特斯替补，波尔蒂略第3替补不行吗？接着你直言道，虽然这么说对波尔蒂略显得不够尊重，但现在还把我和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恐怕都是假球迷了。我的竞争者是莫伦特斯，考虑到皇马只引进巨星的调性，来的人只会比莫伦特斯顺位更靠前。弗洛伦蒂诺笑道，你很聪明，我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就像齐达内那样的。是的，我也喜欢齐达内，所以下个赛季你无需担心我因为上不了场而给皇马的更衣室带来混乱。相反，我将竭尽所能的维护皇马队内和平。这通电话之后，弗洛伦蒂诺对你满意的不能更满意了。马卡报随后刊登头条，皇马拒绝了曼联的租借申请，表示不是租借金额的问题，根硕是皇马的基石，下个赛季皇马对他有重要安排。至此，曼联终于彻底放弃了你。很快，皇马用1200万欧加努涅斯的低廉价格撬走了和利物浦只剩下最后1年合同的追风少年欧文。同时，皇马从摩纳哥迎来了回归的莫伦特斯，2500万欧从罗马买下了有着岩石之称的世界级中后卫瓦尔特·萨穆埃尔，1830万欧从纽卡斯尔联带来了新英格兰4大中后卫之一的伍德盖特。皇马的阵容几乎达到了理论上的完美状态，而皇马没有补强后腰，只是收回了租借给波尔多的后腰阿尔伯特·塞拉德斯。皇马新任主帅卡马乔对此并不满意，此次是他第2次执教皇马，上一次他在这个岗位上待了22天，创造了皇马历史上主教练最快下课记录。每日体育报称，卡马乔对皇马的引援并不满意，他需要一个顶尖的防守后腰，但弗洛伦蒂诺给他带来了欧文。纷纷扰扰中，皇马新赛季集训正式开始。第一次看到你训练的卡马乔都惊了，他询问自己的助教团队，跟说上赛季就是这么菜吗？皇马门将教练西蒙摇头，不，他现在比上赛季训练时表现的要好不少了，他的进步非常迅速。卡马乔一口老血差点没喷了出来。皇马的球迷们知道他们的太子停球10米远了，这种混子是怎么进入皇马的？赛前集训很快就到了末期，皇马也适当的踢了2场友谊赛，但效果都不算好。卡马乔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把皇马的单前锋阵容改成双前锋，不然就太浪费这个豪华的中前场了。这也是弗洛伦蒂诺给他下的死命令。但很快卡马乔就遇到了麻烦，这2场友谊赛他都没有上，而皇马的球迷对此意见很大，一波波舆论开始攻击卡马乔。卡马乔真的好气。几天后，欧战资格赛到来，卡马乔公布了首回合的首发阵容，根硕、欧文、索拉里、齐达内、贝克汉姆、飞哥、卡洛斯、萨穆埃尔、伍德盖特、萨尔加多、卡西利亚斯，同时塞拉德斯、博尔哈、帕文、古蒂等球员则进入了替补大名单，而皇马第一巨星罗纳尔多却因为身体可能不适的原因没有出战。媒体也很快对这次名单进行了深入解读。卡马乔执教皇马第一战，事关皇马能否进入
入欧冠正赛，但对手克拉科夫实力弱小，不足为虑。追风金童加皇马太子这样的锋线阵容能否给皇马球迷带来惊喜？萨穆埃尔加伍德盖特，皇马高价引援而来的中后卫组合能否经受得起考验？几乎所有人都对卡马乔的这份名单表示满意，只有马卡报专栏记者克拉拉对卡马乔的居心有所质疑。卡马乔看上去顺应了皇马民意，安排了根硕出战，但他却未必安了什么好心。锋线上，欧文和根硕没有一起踢过比赛，两人零默契，一旦这场比赛根硕发挥的不够好，或者球队没能赢球，卡马乔就能名正言顺的弃用根硕了。而资格赛的次回合，罗纳尔多等巨星全部上场，皇马杀入欧冠正赛是没有问题的。两相对比，更能证明卡马乔启用根硕的明智。卡马乔杀鸡儆猴，顺势就掌握了球队真正的话语权，一箭多雕。卡马乔其心可诛。克拉拉的专栏得到了一部分你的球迷的点赞，随后有媒体就此采访了卡马乔，而卡马乔难看的脸色就仿佛在说我靠，被猜到了。但这是阳谋，别说你了，就算是弗洛伦蒂诺知道了也没辙。8月11日，欧冠资格赛首回合，克拉科夫 vs 皇家马德里。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本场比赛正式开始。你看上去面色肃然，但其实内心慌得一匹。没有时刻卡的比赛，每一场都很煎熬，但是很快你就感受到了不同的地方。8级的视野真的就像是打开了新世界，你发现你连故意越位都变得轻松起来，完全不需要像以前那样一直顶在越位线，看上去就像个傻子一样。你只需要在队友准备给你传球前5秒至10秒去越位避风港躲一躲就行了。但同时你也发现了克拉科夫的球员们的能力确实和皇马球员有较大差距，你的越位跑动甚至拉走了克拉科夫部分防守球员的注意力，从而给欧文制造了好几次良机。第7分钟，随着你的跑动拉扯，飞哥边路横传连线欧文，欧文不停球推射被门将扑出。第12分钟，你又一次在越位位置上拉扯，结果又吸引了对方，这一次齐达内直接一脚远射制造了角球机会。第18分钟，你回撤接球后回传找齐达内，然后自己启动前插，齐达内分球给左路的索拉里，你这一次的跑动甚至没有越位，自然又吸引了对方。克拉科夫大禁区前沿防守空虚，索拉里带球到这个区域后一脚远射，足球偏出球门不到1米，依旧极具威胁。整体上，皇马的攻势非常汹涌，进球似乎只是时间问题。皇马这边所有人都很轻松，除了卡马乔，他一脸 MMP， 他万万没想到皇马这套东拼西凑的阵容居然都能压着克拉科夫打。第20分钟，萨穆埃尔赢得了空中对抗，把足球点给了贝克汉姆，后者直接发动长传找你，你在前场靠住对方中后卫，跳起来头球把足球回敲给旁边的欧文，欧文随后的远射没压住飞上了看台，但欧文随后给你送出了今天第一个点赞，你则皱起眉头，你发现这场比赛好像不需要怎么躲球，因为克拉科夫的球员无论是防守意识还是身体素质都远不及西甲级球队，刚刚的头球争顶赢得很轻松。第23分钟，你再度回撤到前腰位置，你给持球的齐达内了一个眼神，齐达内有些惊讶，因为你和他想到一起去了。砰！齐达内传球给你，你扛住对方后腰，直接斜敲，和齐达内做了一个撞墙配合，同时转身冲向禁区，随即齐达内一脚把足球敲到了你前方，你刚刚给他的眼神就是这个意思，连续撞墙，好机会。根硕和齐达内连续配合，完成了一次漂亮的2过2。根硕大禁区持球，他有起脚射门的机会，不过克拉科夫的中后卫背手上前，做出了封堵的姿势，根硕的射门路径被封堵了。这一球射门是可以的，但如果能传出去就更好了。欧文那边的位置很好，不过根硕可能看不到，因为克拉科夫的另一名中后卫挡住了根硕的视。砰！现场解说话没说完，就见你一脚横传分球，足球竟像他希望的一样朝欧文滚去。下一秒，欧文机敏的一脚低射，唰，足球飞入克拉科夫球门中，1比0。现场响起了掌声。卡马乔在场边看得一愣一愣的，这根硕助攻了，这特么也可以，这个该死的混子运气真好。球场中，大家围着欧文一起庆祝。齐达内在你耳边问道：“嘿，小子，你的视野是不是变好了？”闻言你一阵鸡皮疙瘩，不愧是齐玄宗，这都能看出来。你和欧文的跑位没有任何默契可言，你刚刚也没有按照球队战术跑，所以按理说你是看不到他的。齐达内拍了拍你的脑袋，你笑而不语。确实，刚刚那颗球和默契什么的没有太大关系，纯粹是视野好。第38分钟，飞哥边路带球突破成功后送出直塞，前插到前点的欧文接球后小角度打入了一颗精彩进球，但还没来得及庆祝，主裁判就示意越位了。欧文启动的早了一点，又或者说飞哥对欧文的速度预估不足，传的晚了一点。总之还是默契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抹杀欧文刚刚那颗越位进球的高难度。欧文的水平迅速得到了现场球迷的认可。第41分钟，你再次回撤接球，这一次对方后腰故意防了你一手，切断了齐达内和你的连线。砰！齐达内分边找飞哥，飞哥边路再一次突破过人。如果是以前，现在的情况你会有点慌，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跑位。但现在，就算很多新队友都没有按照要求跑位，你还是能在人堆中看到一些空档。你朝右拉扯，来到了大禁区右侧外围。砰！飞哥边路传中，足球被防守球员蹭到了，出现了变线。好巧不巧，足球飞向了你这边。就在刚刚，飞哥一脚边路传中，被克拉科夫后卫伸脚改变了球路，足球不偏不倚朝你本来，你几乎没有犹豫，迎着足球一脚爆射，唰，足球直挂克拉科夫球网，2比0。皇马杀入欧冠正赛几乎没有悬念了。根硕的运气还真是好，变线的足球飞向他，这一脚射门来的简直轻松，这完全就是一个我姥姥来了也能打进的机会。现场解说认为这球纯属你运气好，但同样在电视机前观赛的奎罗斯却不这么认为。足球变线是意外，但根硕的跑位并不是意外，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空位跑动。刚刚发现这个位置的球员只有你和齐达内。齐达内看到你跑过去了后，自己就去补另一个更隐蔽的位置。随后上半场以2比0结束，双方都回到了更衣室进行调整。卡马乔要让更多的球员上场去找到比赛状态，于是他连换3人，博尔哈换下齐达内，古蒂换下贝克汉姆，帕文换下萨穆埃尔。看上去是没什么问题，但上半场
齐达内这个中场核心跟你的配合是非常多的。贝克汉姆同样和回撤的你有几次不错的配合，再加上一个上半场防守表现最出色的萨姆埃尔，卡马乔基本上把这支球队表现好的和你来电的球员都换了。果然，下半场皇马的表现立刻变差了。齐达内踢中场那是中场核心，博尔哈踢中场那叫中场工兵，而谷地的防守和传球同样不如贝克汉姆稳。第68分钟，卡拉科夫连续获得了3次角球的机会，皇马后防线险象环生，帕文防守不如萨穆埃尔，这一点也体现出来了。第74分钟，博尔哈送出刀山球，你处理球的能力本就不强，何况是这种刀山球，对方当即从你脚下完成抢断，然后打出了一波流畅的反击。帕文防守判断出现失误，对方轻松起脚完成进球，1比2。克拉科夫扳回一球，现场1万名球迷亢奋的不成样子。对方庆祝的时候，你找到了博尔哈，告诉他不用刻意给你传球，你主要是吸引对方火力的。博尔哈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第79分钟，博尔哈中路持球遭围剿，你回撤接应，博尔哈出球给你成功摆脱危机。你在对方赶来之前，一脚把足球回传到了中后卫伍德盖特脚下，然后自己转身前插，博尔哈随后也启动前插，伍德盖特传球给谷地，谷地却突然贝克汉姆附体，一脚长传把足球给到了大禁区附近，这一脚几乎是锁定了你的脑袋。克拉科夫的2个中后卫见此情景，一起上前试图阻拦你，你当即发力和对方碰撞成功，激活了身体压制，硬生生扛着2个人把足球点给了旁边的欧文。欧文在你右侧持球，博尔哈从你左侧插上，2个中后卫第一时间放弃了你吩咐左右，砰！欧文接球后略作观察，一脚斜塞，足球滚入大禁区内，从1打2到无人防守的你轻松杀入大禁区，在点球点的位置接球完成射门，足球越过克拉科夫门将的手臂飞入远角，Go！3比1，根硕又是根硕梅开2度，干得漂亮！他把对方的防线搅了个天翻地覆。各路解说一改此前对你的批评，进球后你一弯腰躲过了过来庆祝的欧文，冲向角旗区，高高跃起凌空转身180度双手下垂，轰然落下。不少波兰球迷永远记住了这个镜头，球场掌声不断，波兰球迷就仿佛是被你的进球征服了一般。第85分钟，谷地再次送出直塞，索拉里再次无视了你的要球远射打了飞机。这一次他看到了你，但他太想进球了，没办法，皇马中前场竞争压力太大，索拉里想要获得一个稳定的替补资格，就必须表现得更出色。多好的索拉里啊！齐达内们，你们多向人家学学。要是皇马那些主力球员人人都有这种精神，都能把足球终结在他们自己脚下，何至于让你心惊胆战？所以你给索拉里送上了大拇指，意思是踢得不错。这反倒是让索拉里有些不好意思了，他暗自发誓，下次再有机会一定给你传球。最终这场比赛以3比1结束，以2球1助，力压1球1助的队友欧文成为了全场最佳球员。一场轻松的赢球让皇马走出了上赛季的阴影，一切看起来都如此的顺利。你也通过给欧文的助攻得到了欧文的友谊。欧文认为和你的配合非常愉快，但欧文认为你的速度太慢了，所以赠送了追风少年给你。追风少年巨星级技能，你的速度、爆发、跑位会得到提升。比赛最后5分钟，你有且仅有一次激活追风特效的机会，这能让你的启动速度大大提升。欧文牛逼！皇马那群吝啬的老油子们看看人家欧文，这才踢了一场比赛就技术扶贫了。厚道，我永远欣赏你，凯里欧文。得益于欧文的慷慨，你的爆发属性开放，而且一出现就是74，那顺理成章的，你平时的训练项目又多了一项。为了节省时间，你的个人训练团队直接在皇马的训练场候命，球队训练一结束，你就开始个人加练。卡马乔对这种装逼的做法非常不满，是老子没给你练舒服吗？你还得加练。卡马乔当天就跟训练场管理员沟通了，暗示他做好安保工作，不要让无关人员进驻训练场。然而第2天，卡马乔发现你的团队又来了，他去质问训练场管理员，管理员却告诉他，你的团队是弗洛伦蒂诺亲自打招呼的。卡马乔气抖冷，你这属于越级申请了，到底有没有把他这个主教练放在眼里？但真实情况是，弗洛伦蒂诺昨晚上邀请齐达内、罗纳尔多、飞哥、贝克汉姆等巨星出席一个球队活动的时候，听他们几个人谈起了你的团队，并且表示了羡慕。他们也在训练之余享受了该团队的恢复性按摩和理疗等等，感觉确实好。弗洛伦蒂诺这才给你的团队开了绿灯。差不多10天后，皇马完成了第3次热身赛，同时迎来了新赛季开始前最重要的一场比赛——西班牙超级杯。西班牙超级杯由上赛季的西甲冠军和国王杯冠军双方参赛，作为新赛季的揭幕战。如果西甲和国王杯的冠军是同一支球队，那对阵球队则由国王杯亚军递补。上赛季的西甲冠军是瓦伦西亚，国王杯冠军是皇马，所以由他们来争夺西班牙超级杯。这种对手很强，又涉及到了冠军归属的比赛，卡马乔可不敢轻易整活。赛前他公布了他认为的皇马最强阵容：罗纳尔多、欧文、齐达内、劳尔、飞哥、贝克汉姆、卡洛斯、萨穆埃尔、伍德盖特、萨尔加多、卡西利亚斯。除了伍德盖特不一定比赫尔格拉强之外，这套阵容在纸面上没有任何瑕疵。但很快就有人发现了皇马阵容中的新看点，不是首发，而是替补，也不是莫伦特斯、谷地这些名将级替补，而是你，马卡报。是我看花了，还是皇马报错了？今年西甲球员注册中，皇马提交的队长名单中竟然有你，这个消息几乎是瞬间点燃了西班牙。皇马的第1队长是劳尔，第2队长是谷地，第3队长是萨尔加多，第4队长按照皇马的规则，也就是加入一线队的时间应该是卡西利亚斯的，但皇马本赛季提交的名单上显示，他们的第4队长是你，所有人都懵了。这就说明有外力介入了皇马的队长申报，那毫无疑问是弗洛伦蒂诺。如果说此前大家称你为皇马太子只是一种美好的祝愿的话，那么从今往后你就是皇马真正的太子了，这是官方认可。大家这时候再看皇马对曼联租借申请的拒绝，就有了新的感悟。卡西利亚斯对此表示失望，但他也没有弄出什么幺蛾子。有媒体在赛前采访了你，根硕，恭喜你，你成为了皇马队史上最年轻的第4队长。你则谦虚表示，感谢大家的厚爱，我深知自己是配不上这个第4队长的。卡西利亚斯比我更有资格。记者当时就笑了。
笑了，觉得你还是太年轻，是你自己踢卡西利亚斯的哈。这个话题抛出来，搞不好皇马内部要大乱，所以你打算怎么做呢？你会辞掉第4队长的职位，转让给卡西利亚斯吗？还是说你舍不得？闻言你摇了摇头。见状，其他记者也兴奋了，现在有话题可以写了。然而你话锋一转，卡西利亚斯是我遇见过的最优秀的门将，他是世界级的，甚至我认为他有实力成为世界第1门将。给这个字，我认为是对卡西利亚斯的侮辱。他不需要任何人给予，他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得到一切。我会珍惜这个第4队长的荣誉，并且在球队内发挥我应有的作用。我希望在赛季结束后，所有人都认为我这个第4队长做得还不错。我会用我个人的团队为队友们提供更好的训练服务。我至少会邀请全队在本赛季聚餐5次以上，增进队内的友谊。我会在大家关系紧张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当和事佬，哪怕因此被大家骂几句也可以。我愿意承载一支球队的负面情绪，尽我所能。大部分记者对你的回复是满意的，但来自加泰地区的记者们不愿放弃这个搞事情的机会，对你穷追猛打。那请问当队内出现位置竞争的时候，你会如何做呢？或者直接一点，你会利用自己第4队长的身份为自己谋私利吗？比如竞争首发位置，旁边的齐达内正在朝这边走，他发现了记者们的围攻，并试图帮你挡一挡，但你哪能给齐达内机会？加泰兄弟们，这个问题是你今天最喜欢的问题没有之一。你笑道，你们显然不了解东方的谦让文化，这太简单了。我不会参与队内前锋首发的竞争，如果和我队内任何球员有位置冲突，我愿意单方面放弃竞争。在球队允许的情况下，我不进替补名单都可以，这是我身为第4队长应该为球队做的。齐达内当场懵逼，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有球员不想进首发的。其他记者也傻眼了。这段采访也直接消除了莫伦特斯、波尔蒂略、索尔达多等和你竞争位置球员的敌意。接下来的几天，你明显发现波尔蒂略、莫伦特斯对你的态度软化，一时间皇马队内气氛无比和睦。8月22日，西班牙超级杯正式来袭，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第3分钟，瓦伦西亚边锋维森特突入禁区后晃开伍德盖特，完成了一次扫射，足球被卡西利亚斯没收。伍德盖特吃晃的缺点开始暴露，英格兰中后卫大都四肢发达，但欠缺细节。第9分钟，卡洛斯下底传中，然而罗纳尔多和欧文先后错过，足球最终飞出后点底线。这次传球也成为了皇马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缩影，传球手和进球手总是无法直接取得联系。第26分钟，瓦伦西亚角球进攻时，中后卫佩莱格里诺头球击中横梁，差一点就为球队首开纪录。第29分钟，皇马发动了一次反击，齐达内直塞找到罗纳尔多，罗纳尔多试图和欧文进行一个撞墙配合，然而两人全无默契可言，欧文突然拉边跑动没有接到传球。第42分钟，罗纳尔多再造威胁，一脚远射打在对方中后卫腿上变线，足球弹向前插的欧文，一脚低射，足球击中对方门将的身体后弹向欧文胸口，再飞出底线，皇马连一个角球都没有捞到。罗纳尔多加欧文得到了1+1=2的效果。中场休息阶段，皇马助教团建议卡马乔做出调整，弗洛伦蒂诺今天就在球场。下半场归来，解说发现了皇马的变化，皇马在中场阶段就换人了，欧文被换下，上半场他碌碌无为，卡马乔对他的表现很不满意。皇马这边换下欧文的竟然是根硕，不应该是莫伦特斯吗？这个换人有趣了，镜头给到了莫伦特斯，他的脸色有些难看。球场上你也满脸 MMP， 卡马乔这是在阴你前脚说了不竞争，后脚就成为了首席替补，你说别人怎么想？一旦你的队内关系崩了，卡马乔再弃用你就没什么阻力了。随着你的登场，场面出现了变化，你和欧文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你能回撤接应。第56分钟，你回撤接劳尔传球后，扛住身后的奈瓦罗分边给到了齐达内，齐达内假意调整，结果一个犀利的突破直接晃开了防守球员，砰！齐达内送出地滚横传球，足球有一个弧线，完美的越过了佩莱格里诺，找到了他身后的罗纳尔多，罗纳尔多包抄得手，轻松推射破门，1-0，皇马终于打破了僵局。第63分钟，卡洛斯和齐达内完成了一次套边配合，卡洛斯过人后将球交给拉边来左侧的罗纳尔多，大罗得球后直接内切过掉2个防守球员，杀入大禁区，可他还想继续盘带，结果瓦伦西亚门将早早出击，和罗纳尔多撞到了一起，主裁判把哨子含在嘴中，瓦伦西亚的门将犯规了，这应该是一颗点球，但他没有响哨，因为足球滚向一旁，而一身白衣的皇马24号球员拍马赶到，补射空门，2-0。现场解说激动呐喊，又是根硕，他接到了罗纳尔多阴差阳错的传球，完成破门。这颗进球看似简单，但展现了根硕的跑位水平和进攻意识。他和罗纳尔多真的很来电，不知道他会不会用出他独特的庆祝动作呢？答案是没有，因为你发现罗纳尔多的表情有些狰狞。不是吧，罗尼亚，你可别笑我，你要是伤了，接下来的比赛搞不好我得首发了。根硕第一时间跑到了罗纳尔多身边，他非常担心队友的状况，队医入场了，罗纳尔多应该是受伤了，他无法坚持比赛。皇马这边用莫伦特斯换下了罗纳尔多，比赛有变数了，莫伦特斯和根硕都欠缺了一点冲击力，皇马的进攻很有可能会停滞。情况果真如解说所料，瓦伦西亚在罗纳尔多伤退后掀起了反攻狂潮。第69分钟，瓦伦西亚中场埃尔马连续带球过人，制造了贝克汉姆的黄牌。埃尔马这一生最大的成就不是在瓦伦西亚发光发亮，而是他是梅西的偶像。皇马这边不得不用谷地换下贝克汉姆。第73分钟，埃尔马开出角球，球队前锋弗朗西斯科成功破门，然而主裁判响哨示意进球无效。弗朗西斯科破门前推翻了
了你，进攻犯规在先。瓦伦西亚立刻围攻主裁判，埃尔马吃到黄牌。第82分钟，皇马控球迟迟不能越过中场，面对起势的瓦伦西亚，皇马需要暂避锋芒。齐达内有意多次回传控制足球在自家半场，从而消耗对方的体能，但古蒂没有悟透这一层，直接一个大脚把足球开向了前场，可把齐达内给气坏了。前场位置，你和纳瓦罗展开了激烈的卡位争夺，当足球飞来之际，你提前起跳，活生生抢到了第一落点，把足球顶向旁边。莫伦特斯也跳了起来，头球摆渡，旁边一路前插的齐达内顺势冲顶，足球钻入瓦伦西亚球门，头球3连，空接得手，现场一片欢腾。解说感叹道：“这真的是一次天马行空的配合，这一系列进攻中，足球压根就没机会落地。”根硕和莫伦特斯似乎也很来电，目前为止，他是唯一一个和皇马所有锋线球员都能默契配合的球员。51分钟，所有人都在等待比赛结束的哨声，皇马球员频繁回转，瓦伦西亚也没有逼抢的心思了。结果古蒂不讲武德，在松散的人群中看到了一条直取对方命门的传球路径，砰，一脚手术刀般的直塞。正在回撤跑动的你看到了这颗传球，当时一个转身就冲向大禁区，冲！你给莫伦特斯发出了信号，莫伦特斯的站位比跟你要更加靠近大禁区，你这一嗓子，莫伦特斯啥也不知道，就被对方2个中后卫合围了，因为他的位置最具威胁。莫伦特斯被对方瞬间卡住，但对方也因此失去了制衡你的先机。然后所有人只看见你从人群中脱颖而出，你的启动速度快得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这一刻，人们甚至在你的身上看到了欧文的影子，这是追风少年，追风特效。比赛的最后5分钟，有且仅有一次机会能让启动速度大大提升，你一骑绝尘，跑出了一记单刀。下一刻，足球从你身后追来，人到球到，砰！面对出击的瓦伦西亚门将，你一脚劲射，最简单的有时候就是最犀利的。4比0，皇马杀疯了，根硕！现场的皇马球迷开始 call 你了，意思是让你进行招牌庆祝，就连齐达内都朝你做了一个转圈的手势，意思是你快庆祝啊，别让观众老爷等急了。无奈你只能冲向角旗区高高跃起，180度转身后霸气从天而降，整座球场跟着你一起喊了出来 ，Sweet！ 那架势看得一旁的莫伦特斯羡慕嫉妒恨啊。最终凭借你的精彩发挥，皇马4比0有惊无险的捧起了西班牙超级杯。你梅开二度且还参与了另外2颗进球，表现无人能比，荣膺西班牙超级杯最佳球员。西班牙超级杯之后，媒体沸沸扬扬，所有人都在讨论你的位置问题。有些人是真的为了你好，有些人则只是单纯的想要引爆皇马的锋线位置问题给皇马添堵。但人们唯一肯定的就是你的能力，包括你的竞争对手莫伦特斯也都对你表示了肯定。莫伦特斯和你合作的很愉快，不过他认为你有很多地方不如他，比如对抗中的转身等等。你因此学会了对抗中转身精通。对抗中转身精通，球员级技能，你的转身成功率得到提升，转身速度得到提升。这样的比试能不能再来一箩筐？你简直爱死莫伦特斯这家伙了。受此影响，你的进攻意识、爆发、强壮、跳跃全部加1。由于你连续2场出色的发挥，卡马乔不得不让你在8月25的欧冠资格赛次回合再次成为首发球员。而这场比赛克拉科夫真的太弱了，尽管你全程划水，结果一不注意还是捞到了一个助攻，帮助球队5比0血洗来犯的克拉科夫。至此，皇马重回欧冠小组赛，新赛季正式拉开帷幕。8月29日，2004-2005赛季正式开始。西甲第1轮比赛，皇马客场挑战皇家马洛卡。这场比赛，皇马拿出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单前锋阵容，在西班牙超级杯中受小伤的罗纳尔多火线复出。第56分钟，罗纳尔多收获进球，帮助球队1比0领先对手。卡马乔随后用欧文换下了罗纳尔多，避免罗纳尔多再次受伤。第73分钟，你换下了劳尔出现在了前腰位置上。第75分钟，莫伦特斯换下了飞哥，然后去了中锋位，欧文去了右边前卫。这调整堪称支离破碎。皇马在随后未能打进任何进球，甚至还差点被马洛卡扳平比分。最终，皇马客场1比0小胜马洛卡。但赛后，媒体们纷纷指责卡马乔的换人无比糟糕。既然你要用单前锋，你为什么又要把所有前锋都换上去踢一下？关键你还让欧文和根硕出现在了他们根本没办法踢的右边位和前腰位置上。卡马乔的换人就仿佛不懂球一般。9月11日，西甲第2轮，皇马主场迎战升班马曼努西亚。然而面对这种弱队，强大的皇马除了在第17分钟由贝克汉姆一记圆月弯刀完成任意球直接破门之外，再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欧文、你、莫伦特斯3人接连被换上，又一次让球队陷入了糟糕的局面。尽管球队再次1比0获胜，但球迷的不满达到了极限，很多人开始怒喷卡马乔。9月18日，西甲第3轮，皇马客场挑战西班牙人。本场比赛，受舆论压迫的卡马乔只能选择多前锋阵型，排出了锋线劳尔、罗纳尔多、欧文，中场齐达内、贝克汉姆、飞哥，后卫卡洛斯、萨穆埃尔、伍德盖特、萨尔加多，门将卡西利亚斯这样的奇葩433阵型。说奇葩是因为劳尔和欧文都并非传统边锋，而飞哥也并非传统中场，贝克汉姆也并非传统后腰，这套阵容简直就是四不像，发挥自然也可想而知。上半场皇马0比1落后，下半场卡马乔换上了你、莫伦特斯和古蒂。然而这更离谱了，如果说欧文和劳尔可以在3前锋中充当影锋，那莫伦特斯和你再加上罗纳尔多就是正儿八经的3中锋了，还不如不换。0比1，皇马输球。山呼海啸一般的批评涌向卡马乔。你被记者们采访对卡马乔战术的看法，你对卡马乔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他用单前锋，恨是因为他用单前锋结果还踏马要让自己上场。球队里是没有前腰和边前卫吗？你用博尔哈、
索拉里这些球员会死士吗？所以你对媒体表示，卡马乔是一位有本领的主教练，不过我认为他应该适当的考虑球员的位置问题。一个球员不可能擅长所有位置，他或许应该让球员出现在他们本该出现的地方。简而言之，就是让中场去踢中场，别让我继续上场了。但你的意思被媒体误解了。马卡报，太子开炮。根硕怒斥卡马乔战术死板，不懂变通，强行把前锋改造成前腰和边前卫。阿斯报，皇马第4队长真敢说，他说出了球迷和球员的心声。卡马乔再不好好使用皇马的豪华中前场就请下课。每日体育报，目无尊长，皇马太子根硕仗势欺人，逼迫主教练用多前锋阵型，说白了就是想上场。世界体育报，卡马乔气抖了，表示将永远雪藏根硕，他执教皇马一天，根硕就别想进入比赛大名单。不得不说，当你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终于感到欣慰了。虽然大家都理解错了，但结果是好的，你终于不用担惊受怕的被换上场了。现在你就一个要求，希望接下来一段时间皇马踢得好一点，希望卡马乔能够用一连串比赛证明这支皇马根本不需要，这样你就能长久的坐在替补席上了。9月21日，西甲第4轮，皇马主场迎战奥萨苏纳，卡马乔强行推广他的442双后腰阵型，由古蒂和贝克汉姆打双后腰，尽管他们都不是传统后腰，但两个人加起来也算是有了一些防守能力。下半场，卡马乔连换3人，莫伦特斯换下了罗纳尔多，劳尔换下了欧文，后腰塞拉德斯换掉了古蒂。理论上这是完美的阵型和完美的换人，但效果嘛，皇马依旧是1比0小胜并不强大的对手，场面上也不好看。这和大家对战术的不适应有关，但也和球员的情绪有关。首先，劳尔从首发变成了替补，这可是皇马的指环王啊，是皇马正队长，是皇马名义上的统治者，你让劳尔面子上怎么挂得住？罗纳尔多被换下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和卡马乔击掌。还有齐达内，他喜欢踢前腰，也能退后一点踢中场核心，总之的自由，但左边前卫这个位置限制了齐达内的发挥，他踢起来也是真的不得劲，所以看上去完美的阵型阵容，效果却不佳。9月25日，西甲第5轮，皇马1比2客场输给了毕尔巴鄂竞技。10月3日，西甲第6轮，皇马主场0比1输给了拉克鲁尼亚。10月16日，西甲第7轮，皇马客场1比1战平皇家贝蒂斯，随后他们又在欧冠小组赛中0比3输给了意甲豪强奈不勒斯。至此，在拿下你后，皇马迎来了一波1胜1平3负，胜率仅有 20%。10月17日，皇马刚刚返回马德里，飞机一落地，记者们就疯狂地涌向卡马乔。卡马乔，你知道自己被皇马解雇了吗？卡马乔一脸懵逼，他没有收到通知，但现在收到了。至此，卡马乔2进宫后再次被皇马解雇。那么皇马的新任主帅到底是谁呢？很遗憾，在赛季半中拦腰的阶段，很少有赋闲在家的顶尖主教练，而皇马又瞧不上一般的主教练，所以一时间他们竟然没能找到合适的接手人。可球队又不可一日无帅，最终皇马选用了原本教练组中较为资深的门将教练西蒙，临时接管球队，成为了代理主帅。西蒙本来认为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但他上任后的第一天就很不愉快。皇马的休息室中，卡洛斯和罗纳尔多、萨穆埃尔、索拉里等拉美系的球员正在闲聊。卡洛斯高谈阔论，我认为球队应该邀请卢森伯格来执教，他有办法激发出最好的罗纳尔多。罗纳尔多对此表示很受用。在雅间内卫生间的你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内容，这时候出去的话会很尴尬，你只能一直待在厕所内。卡洛斯希望和他关系良好的卢森伯格前来执教，并且引进更多的美洲、巴西球员，这样他的队内地位就会更高。什么帕文、布拉沃之流，凭他们的能力能打主力吗？但在西班牙帮为首的皇马，他们却能够拥有相对稳固的球场位置。劳尔比得上罗纳尔多吗？差远了。但无论是哪一位主教练来了，都必须想办法把劳尔安排在首发阵容中，甚至让齐达内去左路，也要让劳尔在前腰位置上踢一踢，这些就是地位。所以卡洛斯在积极地促成卢森伯格执教皇马一事。等卡洛斯等人离开后，你刚刚开门，就发现隔壁雅间的门也打开了，你和西蒙大眼瞪小眼，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要不咱们出去喝一杯？你建议的是需要喝一杯了。西蒙心情低落地点了点头。酒馆内，西蒙喝了不少，他吐槽了自己对球队的付出，以及卡洛斯等人的态度让他寒心等等，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始他在皇马的执教生涯。最终，你为西蒙提供了解决办法，让劳尔和罗纳尔多打双前锋，索拉里打左边前卫，古蒂轮换贝克汉姆和飞哥，锋线上要轮换的话，就让莫伦特斯替补劳尔，这样他们两个人都能接受。你在这里经营了这么多年，多少有点人脉，只要西班牙帮力挺你，你转正就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样安排下来，最伤的就是欧文和你们几乎没有了上场时间。其次就是飞哥和贝克汉姆，他们会被频繁换下，这是最有利于西蒙的方法了。根硕，可这样你就得坐在替补席了。西蒙有必要提醒你这个建议的后果。你笑了笑，我没有关系，你甚至可以不把我放进替补名单，这样表面上你似乎并没有偏袒西班牙帮。你看西蒙狠不下心，只能继续装一波。西蒙，没时间了，皇马在联赛中已经下滑到第6名了，这个时候必须得有人牺牲。如果需要牺牲的是我，那我将义不容辞，这就是我作为皇马第4队长的责任。西蒙大为震撼，这就是太子的觉悟吗？西蒙眼眶发红，端起酒杯敬皇马，杯酒下肚，你这下舒坦了，又可以轻松一段时间了。第二天上任的西蒙展现了自己铁面无私的一面，他直接表示接下来的3场比赛你不会进入大名单，全队震惊。要知道现在外界疯传卡马乔是因为你而下台的，西蒙怎么反而拿你开刀？难道西蒙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因为摸不准西蒙的深浅，美洲帮暂时按兵不动，而西班牙本土帮发现西蒙的战术有利于他们的发挥，自然也就支持西蒙了。10月23日，西甲第8轮，皇马还是用的442阵型，但人员位置有所调整，劳尔终于回到首发阵容，齐达内回到了中场，基本上是皆大欢喜，最终1比0击败了瓦伦西亚。10月31日，西甲第9轮，皇马主场2比
0击败赫塔菲，劳尔和索拉里分别打入进球，本土帮士气大振。11月7日，西甲第10轮，皇马客场挑战马拉加，罗纳尔多和劳尔打入进球，2比0迎来联赛3连胜，似乎一切都正在朝最好的方向前进。你别提多开心了，这就是你最理想的状况。因为心无旁骛的训练，你的短传和射门属性都增加了1点，来到了73。但在第10轮比赛后，美洲帮有些坐不住了，西蒙再带队连胜下去，就真的没有卢森伯格什么事了。于是，在某个训练日，卡洛斯因为不满西蒙指挥他的跑位而和西蒙发生了冲突。卡洛斯大声嚷嚷道：“你没有资格来指挥我的跑位，你只是一个门将教练，而且还是一个无名之辈。我，罗伯托·卡洛斯，世界第1左后卫，金球奖排名第2，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应该怎么踢。”卡洛斯一连串暴击，本以为能让西蒙破防，谁知道西蒙面色一青一红之后，愤怒地喊道：“正因为你们人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皇马才会一次次的达不到大家的预期。看看我们的积分，你狂妄的口气让我以为我们在联赛第1，结果呢？现在只是联赛第3而已。你说的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格外的成功，格外的了不起，但就对皇马的贡献而言，你们都不如根硕。”在一旁练习射门的你脚下一滑，打出了一记精彩的世界波。根硕难道很差劲吗？不，根硕是我心中最好的前锋之一。西蒙大揭秘，但是为了队内和谐，他主动找我，让我把他排除在大名单之外，这样就有更多有意见的球员能上场踢球，从而维持队内和谐了。他牺牲了自己的上场时间，而你们还在争论这颗人血馒头不够吃，你们到底有没有心啊？你冲过去想要制止西蒙，别说了，再说就没办法收场了。别拦着我，根硕，我必须让所有人看到你的付出，不然大家还以为你只是一个混子。西蒙暴跳如雷，西蒙，就算我明天被球队辞退，今天我在这里也要宣布，下一场比赛根硕会首发。耶稣来了都没办法让我改变主意。老实人发飙总是很猛的，但更猛的是你背地里对皇马的付出，只是包不住火了。事情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西班牙，你们知道吗？根硕之前没进入大名单是因为想要维持队内和谐，他把自己的时间让给其他人了，但听说依旧有人不满足。说真的，我觉得这支球队没有人比根硕更配得上首发。你看看他给我们带来的冠军，根硕是真的强。听说为了不进入比赛大名单，他训练的时候故意装不会停球，不会传球，不会盘带，这不是开玩笑吗？根硕能不会这些？根硕的天赋是历史级的。这下好了，下一场根硕要首发，到时候可以让全世界看看我根硕到底牺牲了多少。你一边刷留言，一边泪流满面。一时间，下一轮平平无奇的西甲联赛预约关注度竟然爆表，伯纳乌球场8万张门票被一洗而空。但凡你表现不好，那你就是球队的罪人，你会在一夕之间从球迷的宠成为被球迷抛弃的人。为了表现得更好，你在比赛前1天的常规训练结束后，请教了齐达内，希望这个秃子能报一张时刻卡就救急。我懂你的感受，齐达内拍着你的肩膀，之前的比赛你发挥都太好了，所以你就有心理负担了，这是好事。根硕，不是所有球员都像你这么幸运，能有一个如此高光的职业生涯期。患得患失，是因为你对自己还不够了解。事实上，根据我对你的观察，你虽然看似在很多基础上表现不佳，但你却拥有成为巨星球员的最重要的素质——天才的灵光一闪。齐达内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导师，这段话足以缓解任何天才的压力。但你不是天才，你没有什么灵光一闪，那都是系统的技能和时刻卡呀。对了，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的话，我觉得你在前场的时候可以多跟大家用撞墙配合。齐达内补充道，这一招虽然简单，但效果真的很好，屡试不爽。叮，齐达内对你做出了重要指点，你掌握了撞墙配合，撞墙传球的成功率得到提高。你擦了擦额角的汗珠，总算是有点收获了。走出训练场的齐达内皱起了眉头，根硕这么优秀的大心脏天才球员可能会紧张吗？绝对不可能。他刚刚那么说的目的是什么？炫耀？不至于，根硕不是那种人，难道是在暗示自己多给他制造机会？齐达内若有所思。11月14日，西甲第11轮，皇马主场迎战阿尔巴塞特。这万人空巷，这8万主场球迷，这漫天遍野的白色围巾和横幅，这种主场氛围势必会影响双方球员的发挥。西蒙借着你的付出，也拿出了他对皇马的理解。他今天排出的是一套罕见的3中卫阵型：3前锋你、罗纳尔多、劳尔；4中场卡洛斯、齐达内、贝克汉姆、飞哥。卡洛斯罕见的出现在了左边前卫的位置上。3中卫分别是萨穆埃尔、伍德盖特、赫尔格拉，门将卡西利亚斯。343阵型，这是皇马近些年来首次尝试3中卫。毕竟皇马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缺少顶尖的中卫，但在你的提醒下，西蒙对3中卫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正因为我们2个中后卫防不住对方，所以才要用3个中后卫啊！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尽管有1万个不愿意，但你还是在千呼万唤中站在了皇马的首发位置上。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皇马主场对阵阿尔巴塞特的比赛正式开始。第3分钟，卡洛斯就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强势，直接带球下底完成了一次低平球传中。不过对方门将注意力很集中，看准路线，早早出击把球打了出去。第7分钟，卡洛斯横传球找齐达内，齐达内假装观察实则直接拨球穿裆过掉了对方，对方恼羞成怒抱摔齐达内，主裁判竟然只吹罚了犯规。齐达内当时就生气了，随即便找裁判理论，他认为这怎么也该拿1张黄牌吧。裁判不予理会，结果齐达内揪着主裁判的判罚不放。为了维护裁判尊严，主裁判只能给齐达内出示黄牌，让他保持安静。齐达内好气，这位法国球王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会上头。眼看着他还要继续和对方争执，你赶紧过去把齐达内拉走。第13分钟，赫尔格拉在后场大脚解围，你在中圈附近扛人抢点成功，把足球回点给了齐达内。齐达内一个挑球过顶，把足球挑还给你后启动前插，你随即脑袋一甩，把足球点向了自己身后。齐达内冲过去，直接把足球拎走，杀向大禁区。一时间，阿尔巴塞特有3个球员在齐达内附近准备围剿他，但齐达内奔跑中突然加速，大幅度朝右拨球晃出空间，在大禁区弧顶外围突施冷箭，唰，足球直挂网窝，1比0，你顺利拿下1粒助攻。第29分钟，你接卡洛斯传球后往自己身后送出直塞，
齐达内灵性前插再一次获得了远射良机，但这一次他的远射被对方中后卫用身体封堵了出去。齐达内随后给你竖起了大拇指。第32分钟，齐达内左路拉边接到卡洛斯传球后送出直塞，你在内部启动，赶在大禁区底线之前控制住了足球，因为没有角度射门，你只能尝试挑传足球至门前试图连线罗纳尔多，但意图太过明显，传球手段太过低级，被对方门将识破提前抱住。罗纳尔多随后给你送出了点赞。第37分钟，飞哥在右边路突破制造了一颗角球，禁区内劳尔、齐达内、罗纳尔多、伍德盖特，你等球员正在站位，齐达内朝后移动的时候撞到了你，他是故意的。去后点，齐达内低声发出了信号，同时伸手跟贝克汉姆沟通，你心领神会，却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去后点，而是退出了小禁区，看上去就像是被齐达内挤了出来。贝克汉姆一看后点是空的，而你又摆脱了盯防，这显然是一个好机会，随即他果断将角球开向后点，原本退出小禁区的你突然朝后点跑去，阿尔巴塞特的球员没有一个人盯住你，砰，你高高跃起，C罗的泡面头发型稳得一品，足球怒砸入网，皇马2比0领先。因为你的精彩发挥，随后的比赛中罗纳尔多甚至都主动把位置朝左路移动了一点，从而给你腾出更好的回撤空间，这待遇看得替补席上的莫伦特斯羡慕嫉妒恨。第43分钟，飞哥和劳尔配合了一波，成功溜到了底线，杀入大禁区后回转，罗纳尔多推射，但距离门将太近被扑出。第44分钟，皇马获得角球机会，角球开出后，主裁判响哨，示意攻方犯规，原来是伍德盖特和对方发生了推搡，他被推倒后报复性的用脚把对方绊倒。今天各方面都被碾压的阿尔巴塞特终于爆发了，他们的球员把伍德盖特围住，情绪相当激动，皇马这边的球员则只能过去劝架，态度比较缓和，局势这才被化解。伍德盖特因此吃到黄牌。随后比赛进入了中场休息阶段，下半场阿尔巴塞特想要在伯纳乌打进一颗进球，所以拼抢的相当凶猛，齐达内当即组织大家适当回退，让阿尔巴塞特发泄一下。差不多10分钟后，阿尔巴塞特久攻不下，球员体能稍微有些断档，齐达内抓住时机发动逼抢助力贝克汉姆完成抢断，贝克汉姆直塞找罗纳尔多，罗纳尔多带球杀向禁区，同时挑战3位防守者，连续盘带吸引火力后横传给过来接应的你不停球一敲把足球塞到大禁区内，撞墙配合，罗纳尔多起速扛着一个中后卫抢点完成爆射，足球直挂网窝，3比0。第61分钟，卡洛斯和对方球员在争抢中倒地，对方另一位球员过来踢走足球的时候，鞋钉刮到了卡洛斯脑袋，卡洛斯没有受伤，但当时的情况很危险，暴躁的巴西人起来就把对方推倒，双方开启了新一轮的对峙，大量球员相互推搡，伯纳乌一片嘘声，阿尔巴塞特球员们心态接近崩溃。最后主裁判分别对对方踢走足球的球员和卡洛斯出示了黄牌。这次冲突之后，双方的动作都升级了，比赛变得激烈起来，也破碎起来。第76分钟，齐达内一个马赛回旋躲过对方上墙后，挑传给到了上来的贝克汉姆，贝克汉姆大脚长传找到了右路拉边的飞哥，飞哥在边路连续晃动成功过人，下底后到3脚回传，齐达内灵性一敲，把足球撞墙给了罗纳尔多，罗纳尔多横向盘带寻找射门机会，但在对方中后卫的碰撞下，最后一脚烫打，而足球正好滚向从左侧杀进来的你，砰，你迎着足球就是一脚爆射，这一脚射门角度并不刁钻，但太突然了，阿尔巴塞特门将反应慢了一拍，和足球失之交臂，4比0。这颗进球后，西蒙用帕文换下了表现并不好的伍德盖特，用索拉里换下了有一张黄牌的卡洛斯，用欧文换下了表现相对平平的劳尔。卡洛斯老不乐意了，他认为西蒙在针对他，卡洛斯怀疑西蒙知道了他想让卢森伯格来执教的事情，是在针对他，因此卡洛斯彻底和西蒙撕破了脸，下场的时候甚至没跟西蒙击掌。有记者敏锐地发现并记录了这一幕。第88分钟，以积极回防逼迫对方停球失误，索拉里冒险飞铲完成了抢断，欧文从落后对方中后卫3米的位置开始起速，展现了超强的加速能力，活生生抢在对方中后卫之前把足球拎走，单刀，欧文一脚低射打入进球，5比0。但这还不是最终的比分。第91分钟，贝克汉姆和欧文联手逼抢，制造了对方的后场边线球。为了稳妥，阿尔巴塞特的球员把足球扔向了皇马半场，然而萨穆埃尔一个超级头球把足球直接顶回了阿尔巴塞特半场。你高高跃起头球后侧，罗纳尔多起速抢到足球后尝试远射，足球打在对方小腿上变线，禁区内迂回的欧文接到足球，半转身兜射展现了精湛的射术，6比0。第95分钟，你在边路和对方争顶后落地脚下一软，整个人倒在地上，扭到脚了，对方也因此得到了球权。阿尔巴塞特发起了全场最后一次反击，最终边路传中头球破门，把比分改写成了1比6。皇马球员纷纷跑向你，经过检查，资深队医对西蒙说道：“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事。”你一脸痛苦表示：“我觉得可以有事。”队医一脸认真道：“相信我，这不是什么大事。”你依然坚持最好是大事。队医依旧表示这甚至不会影响你的下一场比赛。你摇了摇头说道：“这当然应该影响下一场比赛。我觉得我们对伤病不能掉以轻心。”滴滴滴，3声哨响打断了你和队医的极限拉扯。比赛结束，6比1，皇马大胜阿尔巴塞特。赛后，太子党强势占据了皇马的各个论坛，要为你讨个公道。各大媒体也力挺西蒙对皇马的阵型改革。马卡报根硕首发，皇马狂进6球，这不是偶然。阿斯报2球2助再次荣膺全场最佳。皇马的板凳席强的可怕，太子根硕简直就是另一个罗纳尔多。踢球者卡洛斯明确表示，西蒙的做法让太多人感到不适应，
，4后卫也能赢球，为什么要改打3后卫？图片报，或许对西蒙和皇马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根硕因为脚踝受伤，将会缺席下一轮联赛，皇马的更衣室冲突会因此而晚爆发一些。是的，你受伤了，在你的强烈要求下，队医可能存在伤病隐患的说法，为你争取了1轮休息时间，这让不少皇马球迷感到遗憾，也让很多巴萨球迷感到兴奋，因为下一轮比赛正是本赛季的第1场西班牙国家德比，皇马将奔赴诺坎普去挑战他们的世仇。巴萨球迷嘴上说着就算你来了也无所谓之类的话，但从他们主帅里杰卡尔德先生笑着说出你受伤真的太让人遗憾了来看，他们似乎并不遗憾，他们并不希望和你相遇，这一切都源于上一次国家德比，你的帽子戏法震慑了巴塞罗那人。而皇马方面，罗纳尔多在得知你将缺席下一轮比赛的时候也表示这个消息很糟糕。我喜欢和根硕踢球，根硕的脚下技术并不优秀，但他拥有拉丁美洲的足球思维，这让我觉得熟悉，和他一起踢球很舒服。而齐达内也在采访中表示，根硕具有强大的精神属性，他在比赛中足够理智，能够在球场上控制自己的情绪的球员怎么都不会差，但如果他的控球有他对情绪的控制那么好就更棒。丁，罗纳尔多认可你的踢球思维，但他认为你似乎需要一些脚下技术才能更好的释放你的天赋，所以赠予了你脚后跟磕球变向。脚后跟磕球变向巨星级技能，这是一个具备一定难度的高速中急停技巧，能让你更好的摆脱防守球员。检测到技能追风少年，技能出现联动，你每次使用脚后跟磕球变向后都有几率激活追风特效，特效持续3秒钟。丁，齐达内觉得你的控球需要加强，他传授了你踩踏球技巧来增强球感。踩踏球技巧，球员级技能，通过踩踏带动足球来提升你对足球的控制，有助于球员接下来的盘带和射门。你看着2位巨星的赠予，陷入了爽和更爽的比较之中，随即你的控球属性开启，达到了70，并且你的射门、短传都提升了1点。11月20日，西甲第12轮，西班牙国家德比火爆打响。皇马这边刚刚6比1血洗了阿尔巴塞特，并且凭借净胜球优势爬回了联赛第2，但目前排在联赛第1的正是巴塞罗那，因为缺少你，加上教练组认为这场比赛还是求稳的好，所以皇马最终用了他们过去2年最常用的阵型4231，罗纳尔多突前，齐达内、劳尔、飞哥组成进攻3中场，贝克汉姆和古蒂形成双后腰，后卫线由卡洛斯、萨穆埃尔、哈文、萨尔加多组成，门将卡西利亚斯、伍德盖特因为积累黄牌的原因停赛，欧文、莫伦特斯、索拉里等名将在替补席上随时待命。另一边，巴萨同样用了他们最擅长的433阵型，锋线罗纳尔迪尼奥、拉尔森、埃托奥，中场德科、马尔克斯、哈维，后卫范布隆克、霍斯特、古约尔、奥莱格尔、贝莱蒂，门将巴尔德斯，替补席上则有伊涅斯塔、梅西等小将。原本人们是很期待你对皇马叛臣埃托奥、巴萨太子伊涅斯塔、拉玛西亚小将梅西进行碾压的，可惜巴萨逃过一劫，尤其是在不久前才刚刚完成了为巴萨一线队第1次出场的小将梅西，更是很难和你相提并论。最终梅西也未能在这场关键赛事中出场，反倒是伊涅斯塔替补上场，而这场比赛的比分也令加泰人十分满意。第29分钟，埃托奥反噬救主，接罗纳尔迪尼奥传球破门。第43分钟，德科助攻左后卫范布隆克霍斯特在下一城。第77分钟，还是埃托奥，他在禁区内制造了点球，罗纳尔迪尼奥点射破门，将比分改写成3比0，这也是最终的比分。皇马败走诺坎普，他们在巴塞罗那受尽了耻辱。加泰人扬眉吐气，和你在上赛季结仇的普约尔赛后表示，这就是这个赛季的全部，巴塞罗那会踩着皇马的尸体成为本赛季的西甲冠军。皇马杀手埃托奥更是笑道，下回合我要在伯纳乌完成帽子戏法。而马德里人就郁闷了，所有人都卯足了劲等着下一次西班牙国家德比的到来。第2天，皇马训练基地前，无数球迷自发的赶来，你按照惯例给大家签名，根硕，下一轮比赛你能复出吗？一个身穿你球衣的小孩子插队了，看上去也就6、7岁的样子。对不起，我们马上要回法国了，他不是故意的，抱歉。一位女士过来拉着自家孩子跟旁边的球迷道歉，根硕，他是你的球迷，我们专程过来看你的比赛，可惜你没有在西班牙德比上出现。皇马输球后，他哭坏了，他是一名足球学童，刚刚赢得了我们当地足球赛事的冠军，他希望你能带着皇马走向胜利。女士这边才正在说，小男孩就又落泪了，嘿嘿嘿，男子汉，你把小男孩抱了起来，我们是男子汉，我们不能轻易落泪的，知道吗？坚强，失败很痛苦，但记住这种感觉，正是这种感觉督促着我们进步，让我们再也不想重温它。在你的安抚下，小孩子的情绪逐渐稳定，他重复了刚刚的问题，根硕，下一轮比赛你能复出吗？皇马需要胜利，皇马需要你。说完，小男孩从你的怀抱中挣脱，然后自己跑向一旁，突然转身跳也没跳起来，却无比自豪的双手一摆，嗖！见状，现场有掌声响起，根硕，根硕，根硕！皇马的球迷开始集体呼唤你的名字，小家伙也不断的挥拳呼喊，这就是球迷对你的期待。人群中的你一怔，甚至有点后悔，上一场比赛自己怎么能不参加？那可是西班牙国家德比，按理说我的伤应该还没好。你开口打断了欢呼声，小男孩的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了。但是你指着小男孩，为了你，为了皇马的球迷，下一轮比赛。话没说完，你转身走向训练场，接近门口时突然加速，然后高高跃起，凌空转身。下一刻，现场上千名球迷一起发出了你的怒吼 ，Sweet！ 现场沸腾，皇马球迷仿佛提前看到了胜利。你站在训练场的大门门口，对小男孩说道：“告诉我你的名字，如果我运气好能进球的话，我可以把它送给你。”小男孩激动的原地跳起来，基利安·姆巴佩。
你与小姆巴佩在训练基地的互动迅速引起媒体强烈反响。根硕为小球迷火线复出，自告奋勇出战下一轮。小球迷现场表演速感动根硕。伯纳乌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克拉拉专访，根硕十分后悔上一轮比赛没有带伤出战，虽然他不一定能帮皇马改变局面，但尽力之后的他才能不遗憾。一时间，你成为了铁血的代表，获得了无数球迷的支持。11月28日，西甲第13轮，皇马主场迎战联赛排名第7的莱万特。西蒙担心你的伤情把你安排在了替补席。莫伦特斯终于迎来本赛季第一次首发。比赛开始，主场作战的皇马毫无疑问掌握了先发优势，在前几分钟踢得更加主动，但第4分钟，伍德盖特后场传导球出现失误，把足球送到了对方边锋脚下。莱万特边锋直塞找中锋，可惜传球力道太大，足球飞出底线。这伍德盖特太水了。西蒙在场边皱眉，踢了20场比赛了快，伍德盖特的发挥还是不如人意，失误很多，看来不是适应的问题了，而是实力问题。第10分钟，罗纳尔多在大禁区外被对方从身后撞倒，主裁判认为没有犯规，比赛继续，但罗纳尔多情况似乎不太好，倒地不起。皇马的队医入场治疗，简单的沟通后，罗纳尔多表示可以坚持比赛。第12分钟，罗纳尔多惩罚了莱万特，齐达内中路分球给了拉边到一半的罗纳尔多，罗纳尔多急停接球转身内切，一气呵成，直接甩开防守者，在大禁区左侧外围一脚兜射，为皇马打破僵局1-0。第18分钟，飞哥在边路突破时被对方放倒，制造了一颗任意球，齐达内脑子好用，快发任意球成功，劳尔接球后直接远射，打了对方一个出其不意，皇马2-0领先。第35分钟，莱万特边锋带球杀入皇马大禁区，一个简单的身体虚晃直接晃开了伍德盖特，劲射破门。然而边裁先举起了旗帜，越位在先，皇马躲过一劫，但伍德盖特业余的表演很难让球迷满意。第40分钟，莱万特后防球员在皇马的逼抢下出现了配合失误，齐达内拼抢中挑传找罗纳尔多，后者一脚凌空抽射，可惜没压住，足球飞上了看台，两位世界第一人之间偶有火花，这就是球迷最喜欢看到的。上半场比分再没变动，下半场开始后，皇马依旧机会多多。第57分钟，卡洛斯下底传中，但莫伦特斯在禁区靠外，罗纳尔多高度不够，足球滑门而过，飞哥在另一边控制了足球，再一次送出传中，对方中后卫力压罗纳尔多把足球解围了出来，争顶落地后，罗纳尔多时不时揉一揉腿，和此前被放倒的那次受伤好像还是有关系。西蒙当即让你在场边热身。见状，现场的皇马球迷们开始欢呼，比上半场庆祝进球还要疯狂。第63分钟，皇马获得了一次角球机会，而西蒙大手一挥，皇马换人，罗纳尔多被你换下。罗纳尔多一下场，队医就纷纷过来对他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并且帮他冰敷。就在队医还在缠绷带，西蒙也在跟罗纳尔多说几句表扬的客气话时，现场却突然沸腾了起来。罗纳尔多、西蒙等人抬头一看，皇马的球员聚集于莱万特的小禁区内大肆庆祝，大屏幕上正在回放刚刚发生的一切。上场后的你一路飞跑进入了大禁区，随即贝克汉姆开出了角球，弧度极大，但落点却又格外清晰。小禁区中，皇马24号球员拔地而起，泡面罗的高空压制被激活，你一记泰山压顶把足球狠狠砸进了球门中。皇马球迷们激动的不断爆粗口，如果上一轮比赛有根硕，巴塞罗那人还能那么嚣张吗？该死的巴塞罗那，有种来和根硕踢一踢！法克。可庆祝完毕的你总觉得好像有点事情没做一样。第65分钟，西蒙再次换人，欧文换下了莫伦特斯。第74分钟，卡洛斯边路送出传中球，你前点高高跃起头球后蹭，可惜后点欧文的倒地铲射堪比解围，把足球踢上了看台。第78分钟，贝克汉姆在和对方的拼抢中倒地受伤，古蒂换下了贝克汉姆，皇马打完了3张换人牌。第81分钟，古蒂妖性大发，中圈位置来了一脚中路直塞撕开防守，齐达内禁区前沿故意遗漏，你迅速后排插上拿到皮球，对方门将及后卫对你形成夹击之势。齐达内看到这个场景，已经在后退了，他估计你会被抢断，可下一秒你突然朝前一跳，脚后跟磕球，对方中后卫由于追得太猛，与你擦肩而过，丢失重心，砰！你拨球朝右，瞬间起速，罗纳尔多的脚后跟磕球变相加欧文的追风特效同时启动，对方门将也被你突如其来的动作晃得一脸懵逼，死马当活马医，直接下地扑救。见对方门将下地后，你举重若轻的轻轻一搓挑射破门，梅开二度。你冲向角旗区，手指画圈，整个人高高跃起。下一刻，伯纳乌8万球迷跟着天神下凡的你一起发出了庆祝呼声苏语，但庆祝之后，你依旧觉得空落落的，好像真的忘了什么。随着一声哨响，比赛重新开始。莱万特开球，你突然在原地拍了拍脑袋，姆巴佩，卧槽，把神龟忘得一干二净，忘了他的龟龟是专属庆祝动作。我天，姆总监该不会在看球吧？法国某教室，姆巴佩已经快要哭了，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旁边的小朋友们在嘲讽他，进球又怎么样？我就说了你是骗子吧，根硕根本没有见过你，你是不是根本没有去西班牙？回到场上，皇马就再度掀起攻势，飞哥在大禁区外送出传中球，但随后他举手示意对方球员手球了，主裁判果断响哨手指点球点，齐达内抱着足球准备走向点球点，突然他身后响起了声音，那个齐达内停下脚步，皱眉看向了你，该不会是？齐达内几乎提前预判了你的意图，能让我来主罚这颗点球吗？你开口说道，我知道这很不好，但我……现场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所有人都惊讶了，糟糕了，根硕这是打算向齐达内要点球吗？我们理解根硕，他已经梅开二度了，再进一颗就是帽子戏法了。
但点球是球队地位的象征，这可不能乱要，这会导致更衣室矛盾的。砰！齐达内把足球抛给了你，他理解你。事实上，他刚刚就已经考虑过把这颗点球让给你，但你开口的太快了，这多少有点败坏你在齐达内心中的形象了。齐祖，感谢你，我会为你送上很多助攻，打进很多你传给我的球，我非常感谢你。你拉住了齐达内，给对方送上了拥抱。我答应过一个叫做姆巴佩的法国小球迷，要在这场比赛进球后用出和他约定的庆祝动作。他是皇马的铁杆粉丝，他在电视机前看着我呢。我刚刚进球的时候太激动，忘了这档子事了，但我不能食言，我不能让我的球迷失望，所以谢谢你齐祖。齐达内脸色突然一变，有些发愣。姆巴佩，基利安·姆巴佩，是的，你认识？齐达内忍俊不禁，他的父母都曾是运动员，我听说这孩子很有足球天赋。他在夏天刚过去的法国圣丹尼省 U7 球童杯上当选了最佳球员，如果不是因为备战欧洲杯，给他颁发奖杯的人会是我。齐达内很支持法国国内的足球运动，如非必要，一般不会拒绝官方活动的邀请。他情商极高，图谋甚大，别说法国足协主席了，就算他未来竞选法国总统，人们也不会意外。你松了一口气，那你更不能记恨我了，我真的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如果我以后造了点球，每一颗都给你。齐达内揉了揉你的脑袋，不用小子，这可是你送给我们法国未来巨星的进球，你最好是打进，不然我可没有下一颗点球能给你。球场上气氛骤然缓和，看样子齐达内似乎并没有不高兴，他最后甚至笑着把你推进了禁区。记者们都震惊了，这怎么可能？齐达内怎么可能让点？你把足球放在点球点，好好摆放了一下，然后退出禁区外。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你开始助跑，冲向足球。你选择了打球门左侧，砰！足球应声入网，5比0。20分钟3球，你替补上场完成帽子戏法，这也是本赛季西甲联赛最快的帽子戏法。你冲向了角旗区，但并没有用自己的专属庆祝动作，只见你双手交叉抱肘，样子酷酷的，口中还不断重复一个名字，但现场欢呼声太大，没有人听得见你在说什么。可遥远的法国，一个教室中突然传来了学生们的呼声：姆巴佩，这是姆巴佩，他在喊姆巴佩。小姆巴佩一边笑着一边流泪，我说了，我没有骗人，我见到根硕了，他答应我的，他答应要为我打进一颗进球的。姆巴佩哭成了一个泪人，你爆炸性的表现瞬间横扫全欧，整个欧洲都在报道这场比赛，整个欧洲都在为巴萨感到庆幸，他们躲过了皇马太子的怒火。当然，媒体们也对比赛最后时刻的那颗点球非常感兴趣。媒体首先采访了齐达内，想要看看齐达内是不是真的像他在球场上表现的那么大度。齐达内笑对镜头，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我觉得应该由根硕亲自来跟大家讲述。我在这里只能说我为某个法国小球迷而感到开心，你的足球偶像真的很棒，他为了完成和你的承诺，差点激怒了暴躁的我。随即齐达内离开，大家的胃口被齐达内吊了起来。要说流量，齐祖还是很擅长啊。经过齐达内的预告，全欧洲的球迷都想知道故事的全部。最终，马卡报美女记者穿上了自己的性感战袍，和你完成了1对1的深度采访。事情水落石出，克拉拉专栏公布了一组图片，是本场比赛之前你宣布要参加比赛时媒体发布的一系列照片，其中有2张被拼到了一起。一张是你在训练场门口双手张开做出速的动作，一张是一个6、7岁小男孩身穿皇马24号球衣做出速的动作。随后配文，他叫基利安·姆巴佩，法国圣丹尼省 U7 球童杯赛事最佳球员。他的奖品是由因为欧洲杯而未能出席颁奖仪式的颁奖嘉宾齐达内提供的2张西班牙国家德比 VIP 球票。上一轮比赛，小姆巴佩和妈妈一起来到了诺坎普，身穿皇马球衣的他却看到了一场灾难，巴萨3比0屠杀皇马，这对小姆巴佩来说太残忍了。在离开马德里的这一天，他守在皇马训练场外面，等到了准备参加训练的根硕。小姆巴佩做出了这个动作，恳请根硕下一轮出战帮助皇马找回信心。随后根硕做出了这个动作，宣布自己会在对战莱万特的赛事中回归，并把进球送给姆巴佩。然后就发生了我们看到的那一切。根硕和小姆巴佩约定了庆祝动作，但小姆巴佩永远也不会想到，根硕送给他的并不是一颗进球，而是一顶帽子戏法。根硕的请求得到了齐达内的热切回应，齐达内非常欣赏根硕为了球迷说到做到的精神，这和他从不让球迷失望的理念完全符合。事情一经报道，全欧点赞。很快系统奖励到来，叮，你连续多次打入谷地为你送上的传球，谷地的个人数据有了明显的提高，他对你非常满意，愿意倾囊相授，包括他的绝学腰刀直塞、巨星级技能，你的直塞和纵向长传能力得到较大提升，直塞越过的对方球员越多，传球精准度越高，队友越容易处理。受此影响，你短传属性+1来到了75，长传属性也开启70，这谷地还真的是不声不响就给了你一个惊喜，不愧是第2队长，这直接让你在第2天训练的时候好好吹捧了谷地一番。根说这孩子真不错。谷地在随后和劳尔的闲聊中提到了，是的，他很优秀，有他在我们根本不需要外面那些巨星。劳尔看了看周围，低声开口，美洲帮或者说巴西帮现在的野心已经路人皆知了。卢森伯格的经纪人前几天通过卡洛斯和皇马取得了联系，西蒙虽然带队战绩不错，但弗洛伦蒂诺要的不仅仅是获胜，他要让一切看上去都是最好的。如此顶尖的团队必须有名帅才行。卢森伯格的入主势在必行，找个机会和根硕谈一谈，我希望他不要再为球队牺牲了。劳尔开口，如果他能够让罗纳尔多不再不可或缺，巴西帮的核心竞争力就不复存在了。谷地一怔，没想到劳尔对你的期待如此之高。我说了，我踏马受够了这个位置，我不想踢中场，我特么不想踢中场，你到底明不明白？你真的懂球吗？训练场上突然爆发了冲突，打断了2位帮主的交流。卡洛斯和主教练西蒙再一次爆发了剧烈的冲突。卡洛斯，你太过分了！西蒙气都冷，尴尬的满脸通红。
红，你会被队内禁赛，你特么试试看！卡洛斯突然冲向了西蒙，把西蒙撞翻在地，皇马的球员都愣住了。你第一个冲了过去，卡洛斯，住手，别这样，这可是主教练。随即你把卡洛斯扑在了草坪上，其余人随后赶来把3个人从地上分开。罗纳尔多也在劝卡洛斯冷静一点，但卡洛斯脾气上来了，今天就是要盯着西蒙打。他挣开了队友的束缚，再一次挥拳冲向西蒙，你一把推开西蒙，砰！卡洛斯的拳头落在了你身上，而且还不罢休。你是能忍能让，但你也不是泥捏的，应激反应瞬间激活，砰！李架肘挡住了卡洛斯的第2拳，一个箭步欺身上前，右手直接抓住卡洛斯的脖子，朝前一按，卡洛斯摔倒在地无法动弹，他的膝盖被你用右腿膝盖顶住，他的胸口被你用左膝顶住，他的脖子依旧被你扼住，几乎是一瞬间，你就制服了勇猛的卡洛斯。别看卡洛斯个子不高，但他肌肉非常发达，力量很强，结果在你手下竟然连1回合都没撑住。根硕，放开卡洛斯！罗纳尔多和萨穆埃尔冲过来，想要让大家都停一停，但罗纳尔多刚刚拉卡洛斯的时候可没有这么用力，然而你左手一推，罗纳尔多和萨穆埃尔竟然直接被掀翻，这力气你谁的面子都不给。你看着卡洛斯一字一顿，我说了，住手，你同意吗？你右手发力，卡洛斯的面颊迅速涨红，然后甚至有些发紫。一开始他还挣扎，并且很不服气，但很快卡洛斯的眼里就只有慌张了，他真的喘不过气来了。根硕，这是要杀人吗？根硕，快放手！所有人都在周围呼喊，但是没有人敢上前。齐达内没有开口，因为他觉得你应该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而且皇马也是时候立规矩了。随着卡洛斯情绪的彻底爆发，皇马队内美洲帮和西班牙帮2派阵营的争斗可谓摆上台面。巴西帮的球场竞争力很强，踢球很漂亮，大家都很喜欢，但他们的生活作风、训练习惯真的太懒散了。无论是为了球队，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巴西帮都不应该在皇马扩大化，至少那股歪风邪气要刹住。齐达内虽然通透，但他知道这事不该他来做，他终究只是过客。但你的出手，他认为恰到好处。此时卡洛斯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无法摆脱你的遏制。他想求饶，但是他做不到，他发不出声音，他喘不过气，他动弹不了，他最后甚至只能上下晃动眼球，希望你能够感受到他同意你的提议了。见状，你松手起身，嗨，卡洛斯蜷缩在草坪上，疯狂地呼吸起来。你转身看向罗纳尔多和萨穆埃尔，抱歉，我刚刚有些收不住力。没事。罗纳尔多和萨穆埃尔连连开口。你又看向卡洛斯，我只是希望大家都冷静下来，这里是训练场，我们最起码不能在这里动手，对吗？卡洛斯弱弱地点了点头。随后你看着众人，很抱歉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我希望这件事情就留在训练场，我不想在报纸上看到任何和今天相关的内容。我并不是想威胁谁，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泄密事件，我可以把走漏消息的人找出来，只要报酬足够，那些记者什么都会告诉我，你们懂的。众人纷纷点头，你完美控场。随后西蒙前往弗洛伦蒂诺的办公室去汇报这件事情。为了公平，劳尔跟着一起去了。随后大家散去，但齐达内开车从你身边经过时鸣笛，示意你上车。2人几乎一直一言不发，直到你们来到了一座水库旁。你跟着齐达内下车走向湖边。你知不知道卢森伯格会在东窗期后执教皇马？齐达内一开口就是核弹级新闻，他的消息很灵通。西蒙人不错，他不应该被那样对待。你并没有因为齐达内的消息而惊慌，因为你比齐达内更早知道这一点。齐达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不出意外的话，皇马在下赛季会引进很多来自巴西的球员。你知道你现在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吗？西蒙在皇马待不下去的。你下错注了，小子。你嘴角扬了起来，没有什么下注。齐祖，西蒙之所以会得罪卡洛斯，是他为了我改变了阵型，我不能让西蒙寒心。我知道巴西帮会成为皇马内部极强的力量，但这一切与我无关。我只想在一线队好好训练，我甚至都不想去板凳席上坐着。齐达内摇头，这怕是由不得你。一旦卢森伯格到来，巴西帮势大，你和卡洛斯，当然卡洛斯也不坏，但就算他不找你麻烦，会有人找你麻烦的。你是华裔，你们对人心研究的更透彻，不是吗？你既然被卷进这个漩涡，就已经逃不掉，去找劳尔吧。你是时候加入本土帮了。滴，这时你的手机响了，谷地打来的。齐达内瞳孔一缩，看来劳尔比我想象的还要着急，他期待你很久了。为什么？因为劳尔只想好好踢球，这也是我送给你的一句忠告，不要沉迷于球队内的帮派斗争。我们是球员，最核心的竞争力永远都是我们自身的实力。罗纳尔多不是巴西帮的领头人，但巴西帮的领头人要哄着他，他更不是皇马本土帮的人，但劳尔也要抬着他。你应该成为下一个罗纳尔多，而不是下一个卡洛斯或者劳尔。你大概听懂了，你这个太子似乎快要登基了。还是劳尔这位指环王翘首以盼，主动禅让。皇马训练基地内，没有人知道劳尔和谷地跟你说了什么。第2天，皇马高层严肃处理了这次球场斗殴事件。卡洛斯在队内公开给西蒙和你道歉，然后接受了队内的罚款惩罚，同时队内停赛2场。毫无疑问，卡洛斯这次成为了最大的输家，并且皇马官方网站向全世界公示了该次处理。这也就意味着这件事情会传遍世界足坛的每一个角落，这对卡洛斯的打击非常大。而据传，皇马这次原本是不准备重罚卡洛斯，毕竟西蒙只是皇马的代理主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渡者。但皇马队长劳尔亲自面见弗洛伦蒂诺，罗伯托·卡洛斯对你致以诚挚的歉意。你获得了暴力美学任意球，暴力美学任意球，传奇级技能。罗伯托·卡洛斯任意球暴力到了极致 ，S 型的弧线堪称不可复制。你的任意球能力得到极大提升，当足球距离球门超过30米时，你的任意球能力提升30%；当足球距离球门超过40米时，你有几率打出 S 型任意球。值了，卡洛斯，我原谅你了。虽然你的右眼被他打成了熊猫眼，得益于卡洛斯的致歉，你的定位球属性出现，而且一上来就是80。2004年12月5日，西甲第14轮，皇马客场挑战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你和卡洛斯处在队内禁赛期，没有进入比赛大名单。经过90分钟的鏖战，双方战成了0-0平。这个结果不算好，而且比结果更糟糕的是，劳尔在赛后检查出了大腿肌肉拉伤。
下一场比赛是肯定踢不了的。而下一场比赛是皇马的欧冠生死战，欧冠小组赛只剩下最后一轮了。此前所有人都以为是软柿子的基辅迪纳摩竟然以10分成为了 B 组头名，第2名则是来自德甲的勒沃库森8分，第3名才是皇马，同样是8分。而最让人失望的是意甲豪强罗马，他们5场比赛仅仅累积了1分。皇马最后一轮的对手就是罗马，皇马只有赢球才能保证出线，而且只能以第2名的成绩出线。坐拥4大金球先生、7大超级巨星的银河战舰，如果连欧冠淘汰赛都进不去，皇马是无法承受这种耻辱的。在这种紧要关头，劳尔受伤，如果球队继续采取目前效果很好的3前锋踢法，那皇马就没有合格的替补球员了。而且无论是欧文还是莫伦特斯，都不足以让现阶段的皇马信任他们。美林格们现在甚至连罗纳尔多都不那么信，因为罗纳尔多伤病太多，他们现在只信任一个人。最终，媒体们在皇马飞往罗马的飞机乘客名单中找到了你。马德里机场外，皇马球迷高举你的超大横幅，他们坚信如果还有人能拯救皇马，那一定是你。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双方球员正在列队进入球场。罗马队这边的球员无一例外的都看向了你，因为你的右眼依旧有一些淤青。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居然带着队长袖标，这什么情况？根硕打的到底是卡洛斯还是劳尔？同样的，当双方球员出现在球场后，解说也怔住。我们看到根硕的手臂上出现了皇马的队长袖标。是了，劳尔伤缺，古蒂和萨尔加多都坐在替补席上。你是场上唯一一个具备队长资格的球员，这应该打破了皇马最年轻场上队长的记录。根硕现在才19岁。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罗马队对这场比赛准备充分，场面占优。第3分钟，托蒂就突然发难，打出了一记精彩远射。不过卡西利亚斯并非等闲之辈，稳稳地抱住了足球。罗马队主场作战士气非常旺。在卡西利亚斯把足球开给伍德盖特后，罗马队直接发动了前场逼抢。伍德盖特回防的路线被托蒂和卡萨诺切断，只能强行传球找索拉里，结果被罗马挺上来的后腰德罗西成功拦截。托蒂和卡萨诺两箭齐发，扎入皇马腹地。皇马的后防线被搅成了一团烂泥。明明是在寻找传球机会的德罗西，发现自己已经把足球带到了弧顶位置，而且无人防守。砰！德罗西轰出一脚世界波，卡西利亚斯飞身扑救，却未能碰到足球。罗马率先打破僵局，1比0。球场上，齐达内看向了伍德盖特，这个球员的瑕疵越来越大，他的出球能力非常糟糕。第8分钟，齐达内直塞，罗纳尔多远射制造了一颗角球，贝克汉姆开出角球，伍德盖特头球攻门稍微打高了一些。第10分钟，你回传索拉里，后者直塞找罗纳尔多，罗纳尔多在禁区内被德拉斯放倒，但主裁判却并未判罚点球。主裁判认为罗纳尔多还没有碰到足球，没有对足球形成控制。罗纳尔多抱怨主裁判吃到黄牌，你冲了上来，一边按住罗纳尔多，一边和主裁判理论。嘿，你为什么要给我们的球员黄牌？我不认为他的行为有哪里触怒到了你，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你的每一个判罚都应该足够的慎重。先生，此时你展现了作为队长的作用。主裁判瞪了你一眼，但内心中他已经有点后悔刚刚给了罗纳尔多黄牌了。随后，主裁判的哨子果然稍微公正了一些，算是给皇马的弥补。第45分钟，卡萨诺拉边后送出传中，卡西利亚斯解围，德罗西在外围接球再次轰出远射，不过被萨穆埃尔伸腿挡飞。随后罗马的角球被你顶出大禁区，主裁判随即响哨。上半场比赛结束，目前罗马队1比0取得领先。如果按照这个比分结束比赛，那皇马就要以小组第3的成绩去踢欧洲联盟杯了，那对皇马来说可就太丢人了。中场的时候，皇马这边由西蒙进行了一些动员，但效果很难说。这群老油条不怎么喝鸡汤，但是你分别找齐达内、罗纳尔多、飞哥、贝克汉姆等人聊了聊，倒是把军心统一了一下，大家愿意把力往一处使。第47分钟，索拉里在左侧吸引防守后横传找齐达内，齐达内肋部直塞，你在大禁区左侧持球，拨球下底，在大禁区左侧深处小角度突然攻门，库弗雷飞身抬腿把足球挡了回来。就这，被吹上天的皇马太子就这，砰！在库弗雷的比试中，你跳起来用脑袋把足球重新吊向小禁区内，而这时候库弗雷这才落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足球从他头顶飞了过去。下一刻，罗纳尔多纵身一跃，凌空电射，唰，足球坠入球网之中，皇马扳平比分。第58分钟，飞哥边路上演过人好戏后送出传中，罗纳尔多再一次摔倒在禁区内，这一次主裁判依旧没有判罚点球，你立刻冲向主裁判，眼神非常坚毅。主裁判连连解释道，对抗的并不激烈，罗纳尔多有主动摔倒的嫌疑，而事实上确实如此，要不是考虑到罗纳尔多此前被判罚的有些过重，主裁判搞不好还得给罗纳尔多黄牌。你在听取了主裁判的汇报后，示意队友们迅速回防，你表现得非常像一名真正的队长。第64分钟，齐达内送出直塞，罗纳尔多一脚爆射高出球门，看得出来外星人已经失去了耐心。第68分钟，皇马进攻未果，罗马获得球权，托蒂一脚长传，直接发起反击。前场坏小子卡萨诺和伍德盖特激烈的卡位，卡萨诺在撞击中抬肘阴了伍德盖特一波，从而成功控制下了足球，然后拨球加速杀向大禁区，最终卡萨诺单挑卡西利亚斯得手完成了一次单刀破门，2比1。这就是罗马的态度，他们要把皇马从欧冠拖下马。现场镜头给到了皇马的巨星们，大家表情都相当难看，教练席上西蒙也紧皱眉头，那就只能搏命了。第77分钟，皇马开始了换人，莫伦特斯换下索拉里，皇马的阵型变成了334。第79分钟，皇马大军压境，贝克汉姆横传给杀上来的赫尔格拉，赫尔格拉直接斜45度传中，没有技巧，全是感情。皇马的战术就是一个字，砸。禁区内，罗纳尔多、莫伦特斯和你3个大中锋争顶，罗马的禁区上闪过防空警报，莫伦特斯力压德拉斯顶到了足球，但没有吃正部位，足球绵软的弹向球门方向，罗纳尔多冲向足球，关键时刻佩利佐利抢先用拳头把足球砸了出去。
去，随后一拳砸在罗纳尔多头上，罗纳尔多捂着脑袋倒地，足球飞到点球点的位置，你和罗马后腰德罗西几乎是同时冲向足球，两个人都是一副这球我要定了的神情。砰！足球弹向一边，你和德罗西撞在一起，两个人的小腿撞小腿，来了一次强硬的对角。禁区中，罗纳尔多、你、德罗西三人的惨叫接连响起，战况十分惨烈。但皇马前场攻击手多的优势这时候就体现了出来。飞哥冲过来，对着蹦蹦跳跳的足球就是一脚，刷，乱中取胜。飞哥抓住机会冷射完成破门，2比2，皇马扳平了比分。没有庆祝，双方的队医就上场了。罗纳尔多捂着头倒是站起来了。德罗西那边队医摇头，他无法坚持比赛了。而皇马这边队医检查之后表示你可以继续坚持比赛。西蒙这才放下心来。另一座球场上，基辅迪纳摩在5分钟内连进2球，锁定了小组第1名，保持现在的比分，皇马就能晋级。第81分钟，托蒂撞墙，曼奇尼后前插，贝克汉姆在被过掉的情况下用拉拽的方式把托蒂放倒。托蒂起身后找贝克汉姆理论，你立刻赶到事发现场，用胸口抵制托蒂，听着托蒂喷垃圾话。随后主裁判赶到给贝克汉姆出示了一张黄牌，但同时也警告了托蒂和你不要起冲突。随即皇马用谷地换下了黄牌在身的贝克汉姆。第87分钟，被围剿的齐达内横敲给回撤的你之后前插，罗马中后卫迅速出来补防，砰！齐达内斜塞禁区内，罗纳尔多抗住库弗雷，用脚后跟完成了一次蝎子摆尾式的攻门，但可惜足球擦着远端立柱偏出球门。场边的第4裁判已经打出了补时牌，补时3分钟。一声哨响，齐达内倒在了中前场的位置，主裁判手指罗马后腰达科特，他看到了达科特在齐达内出球后故意撞到齐达内的动作。齐达内坐在地上不满地拍打着草坪，意思是你这都不给他出黄牌。随即齐达内一边吐槽一边起来一脚把足球踢了出去，快发任意球！滴滴滴，主裁判连续响哨，示意不允许这样做。齐达内这一下是真的火了，他冲向主裁判，你确定你的判罚是公正的吗？为什么不允许这次快罚？你刚刚明明注意到我的罚球了，你的判罚充满争议，你明白吗？充满争议。主裁判毫无意外地给齐达内出示了黄牌。嘿嘿嘿，齐组，你过去按住了齐达内，冷静，我们是能晋级的，这个比分对我们有优势，你做得很好，你刚刚至少帮我们浪费了他们30秒的时间。齐达内在你的提醒下也渐渐冷静了下来，但这时候这颗任意球就成问题了，这个位置距离球门大概有36米的距离，按照常规的踢法，这时候球队的中后卫高个子都应该去对方大禁区外排成一条线，然后齐达内把足球调过去，大家争顶，这是破门几率非常高的方式，也是远距离任意球的常规罚球方式，但这种方式很容易被对方打反击，高个子后卫都去前面争顶了，一旦对方持球，随便2脚长传、直塞，甚至是千里走单骑都有破门机会。不要上去，回来，防守，都回去防守。你这边把想要去前面争顶头球的伍德盖特叫了回去，守住最后的2分钟。于是对方的禁区内仅有罗纳尔多、莫伦特斯和欧文3人准备争顶，齐达内站在足球后面准备开球。齐组，我来吧，你指了指中场，意思是你来主罚。齐达内退后防守，齐达内点了点头，退至中圈后，看台上瞬间传来了骂声：怂包、软蛋，皇马就是这么踢球的吗？这完全就是对足球的侮辱，还自诩什么银河战舰。罗马球迷非常清楚，当皇马决定防守时，他们不可能在剩下的2分钟内攻破皇马大门。现场的分贝一度破百，这些可全都是罗马人的辱骂。球场内的皇马球星们憋屈极了，但为了晋级，他们也支持球队这种求稳的方式。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你开始助跑，然后抡起右脚踢向足球，足球瞬间飞了出去。禁区前沿，罗纳尔多、莫伦特斯、欧文等人稍微跑了2步就发现不对劲，这不是传球，这是就在刚刚，皇马获得一个大禁区外36米的任意球。为了防止罗马打反击，你将具有头球能力的队友几乎都安排到了后场准备防守。禁区前沿就只剩罗纳尔多、莫伦特斯、欧文争抢头球，只见你摆开右腿，用力一脚将球传出，可罗纳尔多等人刚跑2步就发现不对劲了，这不是传球，这是射门，他疯了吗？他可以吗？唰，足球速度极快，眨眼间就从罗纳尔多等人头顶飞过。罗纳尔多等人立刻转头看向球门，他们看不见足球，但却看到了一道白色浪花，浪花如同涟漪般不断扩散开来，然后其中的足球才变得清晰。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瞬间失声，沉默，还是沉默，直到你振臂高呼，然后冲向皇马球迷唯一所在的角旗区后，大家才仿佛活了过来。我的天，绝杀！根硕任意球绝杀罗马，这绝对是一记绝杀！36米的超远任意球，根硕竟然选择了直接攻门，看到了吗？意大利人，这就是根硕，这就是皇家马德里最闪耀的天才。球场中，你冲到一半，突然脚下一软，栽了一个跟头，现场皇马球迷的欢呼声为之一击，这么尴尬的吗？但下一刻，翻滚的你再次爬了起来，冲向角旗区，你手指摇晃，纵身一跃180度凌空转身。尽管来到罗马的皇马球迷不多，但每一个皇马球迷都跟着从天而降的你一起，发出了独特的庆祝声。随后，源源不绝的皇马球员冲向你，将你围住，现场的气氛十分热烈。但很快，最里面的球员们就开始推开外面的球员了，尤其是齐达内，他从最里层推开队友后，直接冲着队医招手，皇马球员迅速散开。最里面，你捂着自己的右腿，表情非常痛苦。很快，队医摇头，你无法坚持比赛，担架入场，你被队医极力抬了出去，不敢有片刻耽误。皇马这边欢乐的气氛瞬间消散，但好在他们撑住了接下来的1分钟。滴滴滴，主裁判3声哨响结束了比赛，罗马狙击皇马失败，皇马以小组第2的成绩挺进欧冠淘汰赛。你也凭借本场比赛的一传一射荣膺全场最佳球员。托蒂在赛后接受采访有些落寞的表示，这很不可思议，我们踢了
了一场不错的比赛，我们甚至限制住了罗纳尔多和齐达内，但没有人能想到根硕会如此闪光。同样的，卡萨诺也在赛后接受了采访，那没什么了不起，我也能打入那样的进球，只是这样的选择让人意外罢了。如果再比赛一次，我有信心表现得比根硕更好，他在很多方面都不如我。卡萨诺相当的嘴硬，但你或许没能征服卡萨诺，却已然征服了意大利足坛。赛后，意大利媒体对你的超级任意球感慨连连。都灵体育报，皇马24号，根硕，记住这个球员，这是皇马青训中诞生的罗纳尔多。米兰体育报，无愧于白衣杀神，根硕传射荣膺全场最佳，36米任意球绝杀罗马，就连罗马自家喉舌罗马体育报都承认根硕名不虚传，他配得上手臂的队长袖标。卡萨诺需要学习根硕的冷静。很快，你的具体伤势就出炉了，皇马官方宣布，你的右腿大腿比目鱼肌出现了严重拉伤，同时右腿小腿胫骨骨裂，预计恢复时间为2个月左右。德国著名运动医学专家拜仁队医沃尔法特对这份伤势报告进行了详细解读。皇马太子根硕的伤势分为2个部分，小腿的伤势应该是来源于和德罗西的那一次对角，这是硬伤，很正常。德罗西据说也出现了类似的伤势，只是没有这么严重。只能说当时2位球员都拼得非常狠，但根硕小腿的伤势不容乐观。我不是说比目鱼肌拉伤很严重，虽然确实有很多球员长期被这种伤势困扰，但根硕这么年轻，痊愈是没问题的。我听说他自己有一个包括运动医学专家在内个人团队，所以他的伤势球迷们不需要担心，但皇马则需要考虑一下对根硕的定位了。沃尔法特接下来的内容让欧洲不少俱乐部都为之一凛。根硕的伤势来源于他在36米的远距离任意球直接攻门，这一脚射门非常惊艳，但同时也表明了根硕的右腿、他的大腿肌肉都不足以支撑他进行如此大力的抽射。我们都知道前锋的射门能力尤为重要，而大力抽射是每一个前锋都必须掌握的能力，这意味着他并不适合成为一个中锋，他必须严格控制自己的起脚次数、射门距离、射门力量。因此，从这一点出发，根硕很难成为某一支球队的长期的主力锋线。各大媒体随后转载了该篇分析。每日体育报，皇马太子是个玻璃人，巴萨球迷不需要担心了，皇马没有未来。世界体育报，拜仁神医为根硕批命，他这辈子上限就是超级替补罢了。米兰体育报，米兰城的2支队伍已经取消了对根硕的观察计划，不再打算引援该球员。曼彻斯特晚报，没有引进根硕或许是一件好事，虽然这么说很不厚道，但现在的根硕已经失去了投资的价值，他不可能继续成长了。这一连串的报道让你成为了一个悲情角色，这和弗洛伦蒂诺对你的定位有些冲突。皇马的领袖应该是一个盖世英雄，不应该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失意人。弗洛伦蒂诺拨通了卢森伯格经纪人的电话，喂，菲热尔，是时候让万德雷来西班牙玩一玩了，我已经给他安排了最好的海景房，他可以好好放松几天。确定了，卢森伯格入主皇马。原本在西蒙和你带领皇马晋级欧冠淘汰赛后，弗洛伦蒂诺其实已经放弃了卢森伯格，但可惜你的身体上限太低了，无法让弗洛伦蒂诺一直充满希望。12月18日，西甲第15轮，罗纳尔多大发神威，梅开2度助力皇马客场3-2击败桑坦德。12月22日，西甲第16轮，罗纳尔多未能再次天神下凡，缺少你的皇马主场0-1输给塞维利亚，西甲进入了冬歇期。但就在这场比赛结束后，在记者们的采访中，西蒙才知道，皇马就在比赛结束的那一刻官宣了新任主帅万德雷·卢森伯格。西蒙眼眶一红，愤怒地离开了球场，并未继续接受任何采访，这太不尊重人了，至少高层提前跟他沟通一下，会让他好受点。而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输球了的卡洛斯比赢球了还要兴奋，他对着镜头表示，卢森伯格会给我们带来一切。而齐达内也在记者的热情邀请下说了几句客气话。我知道卢森伯格，他是一名很出色的主教练，但具体的我暂时还不清楚，只能说希望我们能够在皇马共事愉快。转过头，齐达内微微叹气，根硕，你这一次输了啊，年轻，根基不深，受伤，前途不被看好，黄种人，前任的支持者，这些标签加在一起，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卢森伯格快来杀鸡儆猴呀。但齐达内永远也想不到，右腿打着石膏的你发出了近期最轻松惬意的一次笑声，你真的不希望继续为球队出战了。根硕，你为什么在笑？难道你没有感到一种背叛吗？马卡报的副主编克拉拉正在对你进行专访。是的，美女克拉拉升职了，她的专栏阅读量很高，已经成为了马卡报的王牌栏目之一。这一切都得益于她总是能够从你这里得到独家报道。背叛？你摇头，并没有。皇马希望找到更好的主教练，这是没问题的，这本质上就是在为球队好。可是西蒙带队的成绩明明是不错的，现在就这样解雇西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解雇？没有啊，这不是写了吗？西蒙被调到了体育部门，成为了副主管，在这个位置，他依旧可以为球队出力，这样皇马就拥有了卢森伯格和西蒙2位主教练级别的主帅了。闻言，克拉拉大为震惊，根硕是不是脑子不好？西蒙怎么可能在被球队这么羞辱后还继续留在球队？你笑道，我知道你怎么想的，西蒙现在一定很难过，但为了集体更好，有时候这些细节并不重要，我们只需要问问自己的内心，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是球队一个体面的告别，还是真正的让球队更好，亦或者是让自己的能力真正的给球队带来帮助，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如果是后二者的话，那西蒙就应该留下，继续以他的方式帮助球队，证明自己。克拉拉若有所悟，所以就像你一样，虽然有能力踢主力，但为了球队好，你也可以接受坐在替补席上。你阳光一笑，当然不是，没有这么玛丽苏。你希望西蒙留在球队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等自己实力足够的时候，扶持西蒙上位
位成为皇马真正的主教练，这样你在皇马享受的就不是一般主力球员的待遇，而是核心待遇。所以争是为了不争，不争有时候又是为了大争，这就是东方哲学。第二天，克拉拉就把这篇专访整理报道了出来，标题非常高调，你看了都会汗颜的那种。马卡报克拉拉专栏，他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24号，足球世界的边缘号码，华裔球员，世界足坛尚未有成功的先例。有人说他是皇马太子，是白衣杀神，但德国人的诊断给他的未来判了无期徒刑。他的身体脆弱不堪，无论是体测数据还是对内有球数据，他都是那么的平凡。但就是这样的凡人，却一次次挺身而出。国王杯、西班牙国家德比、西班牙超级杯、欧冠小组赛生死战，一次又一次，在皇马一众星光下，平庸的他却毫不逊色。我知道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我永远怀念有他陪伴的日子。这就是我的足球初恋。根硕这篇文章迅速传遍了整个欧洲，引得无数皇马球迷泪目。我的天，克拉拉这是表白了吗？那我岂不是失恋了？不仅仅是克拉拉的足球初恋，根硕也是我的足球初恋啊！我就说我怎么这么喜欢根硕，原来是因为他在皇马中太普通了，普通的让我看见了我自己。克拉拉这篇我的足球初恋，让你在病床上也斩获了2大头条。1月份，冬季转会窗口开启，自觉没有能力和你竞争的莫伦特斯主动向球队提出申请，希望离队，皇马予以放行。最终，英超球队利物浦以920万欧的折扣价把莫伦特斯带到了安菲尔德球场。另外，在和你沟通后，西蒙表示愿意继续留在皇马，他成为了体育部门副主管兼技术总监。卢森伯格走马上任后，第一时间提出了自己对皇马的规划，他会让皇马踢4132的阵型，前锋大致是罗纳尔多加上欧文和劳尔中的一人，另外一人为替补，左边前卫索拉里，前腰齐达内，右边前卫贝克汉姆，后腰是东窗从埃弗顿刚刚引进的格雷夫森，后卫卡洛斯、萨穆埃尔、赫尔格拉、萨尔加多，门将卡西利亚斯。至于飞哥，卢森伯格会给他机会，但他不看好即将年满33的飞哥能和贝克汉姆竞争。当然，这都是一些内部消息，还没有具体落实，球员本人都未必知道，外界就更不知道了。不过齐达内总是能够先人一步，而且劳尔那边也有消息。你怎么看卢森伯格的这套阵容？齐达内在你的豪宅中一边削苹果一边调侃你，我是该叫你凡人之躯，还是叫你足球初恋？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在思考的时候动刀子，这样很容易误伤自己。你提醒齐达内道，卢森伯格意图很明显了，这个赛季可能还好一点，下个赛季你们就难过了哟。齐达内瞳孔一缩，说来听听。你从旁边拖出一个白板，前腰是最适合你的位置，也是你最喜欢的位置，但自从银河战舰成功建立之后，你就越来越少踢这个位置，因为前场有太多东西需要妥协。现在把这个位置重新给了你，看似尊重，实则是在引发你和劳尔之间的矛盾。过去1年半，劳尔在这个位置踢了大概有一半的时间，虽然你们在前腰位置的踢法截然不同，但这个位置只能有一个人。劳尔的处境很艰难，他需要同时面对欧文和你2位金球先生的竞争。我觉得劳尔2个位置都会输掉，你比他更擅长这个位置，而欧文比他更年轻也更快。那作为西班牙本土帮话事人，劳尔就算不发声，也会有人为他发声找回场子，所以你和欧文会被本土帮排斥。齐达内笑而不语，意思是你继续变。我知道这看上去很像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阴谋论，但一次是巧合，2次3次怕就不是巧合了。你看右边前卫这里，贝克汉姆首发，而飞哥需要和贝克汉姆以及你来争位置，这又是一场国际球员之间的对决，不是吗？飞哥会在这次竞争中输掉，在成为贝克汉姆的替补的同时，还要和劳尔去竞争你那个位置的替补。齐达内皱眉，虽然这么说很不尊重贝克汉姆，但我认为就皇马而言，右边前卫的位置飞哥更适合。你点头，所以我推断球队的右后卫不会是原来的萨尔加多，而是原本的中后卫替补的布拉沃或者帕文。没有边后卫的支持，不需要突破的贝克汉姆不会受影响，但飞哥就注定无法起飞了，他的表现自然不会有贝克汉姆优秀。齐达内指着左路，去左路呢？飞哥肯定比索拉里强。你在左后卫位置上写上卡洛斯的名字的，这就需要卡洛斯配合主教练的意图了。只要卡洛斯不给飞哥支持，飞哥同样很难有良好的发挥，毕竟这是左路而不是右路。而且，即便飞哥和索拉里形成了激烈的竞争，也是他们想要看到的。客厅中陷入了沉默，齐达内把手中的苹果分给了你一半。那卢森伯格为什么要这么做？压制国际派球员的表现，让国际派球员和西班牙本土帮球员产生矛盾，为了搞垮皇马吗？这时候你换了红笔，把几个位置圈了出来。如果飞哥表现不好，皇马就不会续约他，而是引进边路球员。而索拉里虽然也能打边路，但毕竟不是正统的边路球员，他会被新来的球员轻松的挤掉位置。贝克汉姆主打右路，那么根据他的发挥，皇马就需要一个身体强悍、擅长头球、有支点能力的大前锋。莫伦特斯已经走了，我的职业生涯又被判了死刑，皇马也需要引进一个支点前锋，让替补中后卫去踢右后卫，表现不可能好，所以这个位置还能引进1-2个储备边后卫，甚至是主力边后卫。随后你打开了近期了东窗的一些新闻，然后找到了卢森伯格在巴西那边的一些新闻，包括他青睐谁等等。齐达内凑过来一看，结果沉默了。就在刚刚，齐达内被你的分析搞得一愣一愣的，随即你搜索卢森伯格在巴西的新闻，更是让他直接呆住。你这也太通透了吧！卢森伯格认为桑托斯新星罗比尼奥是一名超级边锋，亲口称他为贝利2世。卢森伯格称赞巴普蒂斯塔这头野兽能够胜任中前场的任何位置，他在中锋位置上或许能给人带来惊喜。卢森伯格和圣保罗的交手是我们本赛季最艰难的一场比赛，他们的右后卫齐奇尼奥给我们带来了巨大麻烦。河床队右后卫新星卡洛斯迪奥戈的表现让卢森伯格赞不绝口。卢森伯格认为乌拉圭国脚、前马竞球员奥萨根硕纳后腰，外号屠夫的巴博罗加西亚是美洲杯比赛中最具有防守统治力的球员，前3个是巴西的，后2个是乌拉圭的。看完后你说道，都是美洲系的球员，另外还有几个球员也都是卢森伯格赏识的人。卢森伯格比奎罗斯、卡马乔、西蒙他们的水平要高太多了，这种手段当足球教练其实可惜了，这要是进军
军政坛。我甚至相信我们能够在巴西大选中听到他的名字。在卢森伯格的规划中，除了罗纳尔多和卡洛斯之外，显然是没有当前银河战舰的其他巨星的，包括你旗祖。卢森伯格看似没有针对你，但事实上卢森伯格的阵容中不应该有前腰，尤其是他如果引进罗比尼奥，就决定了他要以边路进攻为主，中路不需要前腰，只需要2个后腰。所以旗祖你下个赛季多半也会被卢森伯格按在替补席，然后再下个赛季被彻底清算。齐达内看着悠闲的你问道：“那你还如此淡定？”你咧嘴一笑，卢森伯格段位非常高，但他从未执教过皇家马德里这样的球队，他不知道皇马和其他豪门不同的地方，有的球队追求胜利，有的球队追求胜利而且还要踢得好看，而皇马追求的是胜利、踢得好看以及有巨大商业价值的巨星。卢森伯格以为前2者比第3者更重要，但最起码在弗洛伦蒂诺时代，第3者其实比前面2者更重要。一旦弗洛伦蒂诺洞察了卢森伯格的真实想法，他会毫不犹豫地赶走这个巴西人。另外，卢森伯格也高估了南美贫民窟球员的职业约束力，当他们达到巅峰后，他们很难像你这样继续追求卓越，他们会快速沉浸在灯红酒绿之中。齐达内看了看周围，你这说法涉及种族歧视了都。不，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最讨厌种族歧视者，但我们也必须要正确认识身边的所有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出最精准的判断。齐达内长叹一口气，你是一位优秀的领袖，你也一样。齐达内感叹道，可惜我们都在错误的时间来到了错误的地点，所以我们有义务让一切变得正确起来。你想怎么做？你要不去踢左边前卫，把前腰留给飞哥。劳尔的性格可以接受2个位置的第一替补这个定位的，我来解决索拉里的问题。本土帮和国际派不仅没有起争端，反而联手打出了皇马最佳战绩。我相信就算卢森伯格要来了他想要的球员，也依旧没办法私自更改主力阵容。球迷答应，弗洛伦蒂诺也不会答应。闻言，齐达内拿着自己的外套准备离开，所以就让卢森伯格布他的局。到最后，他会发现在他的布局之下其实是你织的网，他能带来多少人不重要，重要的是银河战舰的巨星们能够因为卢森伯格带来的压力，拿出200%的能力和态度，重返巅峰，赢得这支球队本该赢得的一切。听到这你哈哈大笑，是我们织的网。史密斯，开我那台法拉利恩佐送齐祖去机场，他回家的飞机快要起飞了。齐达内婉拒，不用了，我开了车。你拉着齐达内说道，你开马自达会塞车的。随着皇马在东窗期的快速入手，球队在收假后立刻开始演练新战术。训练场上，主力队正在和青年队进行对抗赛。飞哥坐在替补席上，他敏锐地发现了自己的糟糕处境。事实上，卢森伯格强的地方还在于他为什么优先挑飞哥捏呢？因为飞哥本赛季结束后和皇马的合同就到期了，飞哥如果要留在皇马势必要高薪。但在齐达内、罗纳尔多、贝克汉姆等一众巨星的光环下，飞哥这个前任已经有些过气了，所以皇马不会给他顶薪。但如果这时候皇马甚至不给他首发位置，那飞哥就受不了这种侮辱了。他毕竟是和齐达内、罗纳尔多同处一个时代的金球先生加世界足球先生，只要接下来的半个赛季让飞哥替补一段时间，飞哥自己就会离开皇马。卢森伯格不战而屈人之兵，跟说你怎么来了？替补席这边不少人都起身了，因为你竟然杵着拐杖出现在了球场。没事，大家玩。哦不，大家训练就好，不用管我。你和队友们一一打过招呼后，坐在了飞哥身边。飞哥一开始也没有注意你有什么不对劲的，直到你在闲聊中提到了一些敏感内容。飞哥，你的速度现在下滑了很多吧？我感觉你搞不好都没有贝克汉姆快。飞哥皱起了眉头，没有搭理你。谁知道你蹬鼻子上脸。按照卢森伯格先生现在的安排，你和贝克汉姆成了最直接的竞争者。卢森伯格非常重视防守，虽然边前卫和右边锋差距很小，但贝克汉姆作为传统中场，在防守方面显然比你这个前锋好。而且因为要加强防守，替补中后卫布拉沃成为了球队首发右后卫的选择之一。他无法给边前卫提供支持，你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效果绝对不如有一脚传中绝技的贝克汉姆好。飞哥终于转头了，他有些生气地看着你，跟说这很冒犯我。你确实成为了皇马的英雄，但要知道，在5年前，我在皇马球迷心中也像神一样。你现在经历的，我都经历过。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你，跟说你不能自大，因为今天的我，或许就是明天的你。飞哥这段话绝对走心了，你连连摇手致歉。不，你误会了，路易斯，我跟你讨论这些，绝对不是冷嘲热讽。你曾经达到的巅峰，是我这辈子都难以企及的高度。我绝对永远不会，也没有资格去嘲笑一个下山的神。下山的神这4个字击中了飞哥，抱歉，跟说是我反应过激了。飞哥的思绪有些混乱。没事的，路易斯，是我没有表述清楚。你拿出平板电脑，我的团队搜集了你过去几个赛季的各种比赛数据，我们不得不承认，你的身体状态大不如前了，你变慢了，你的对抗也变差了。闻言，飞哥神情一暗，见状你突然话锋一转，但你的盘带和控球却没有下滑，甚至你的视野和传球还在变得更好。你已经不是一个标准的右边锋了，你的技术特点和你当前的能力、经验，足以胜任中前场进攻核心的位置，前腰。飞哥一愣，你是说我应该去和齐达内竞争？可这不可能，如果是你的话，齐达内可以推到左侧去活动。飞哥瞳孔一缩，这是齐达内的意思？是的，而且你本身也可以胜任左路，即便你不喜欢，你踢前腰的话，理论上可以和齐达内无限换位。想一想，这几乎是无解的。你和齐达内的完美配合之下，我想不到有谁能够防住你们。飞哥心动了，真的可以吗？你手指在平板滑动，当然可以。不过在此之前，你必须要先解决一个问题，不然你在前腰位置很难打出让人信服的水准。你要找回自己的突破能力才行。这句话让飞哥又淹了，因为他的速度是回不来的，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人力不可抗衡。然而你却翻出了一段自己训练的视频，这是我总结的纵一闪突破法。虽然我的盘带很拙劣，但意思你能懂就行。就这样偷步数，看似你和对方同时启动，但其实你已经跑了一步，这不仅偷了一步，还让你获得了一个更快的初始速度。在短
短时间内，这种突破法能够给你巨大的优势。作为前腰，这一招足以让你在10米之内保持速度优势，你能在10米之内回到巅峰状态，击败全世界最好的防守者，只需要一个10米的飞哥，足以。好，飞哥猛拍大腿，双眼泛红，他看到了自己梦回巅峰的机会。你的帮助让路易斯·飞哥重新燃起了足球信念，他视你为忘年之交，并根据对你的观察，赠予了你时刻卡右路天尊飞哥2000，传中球基础，控球基础 ，YYDS， 飞哥永远都骚。什么叫厚道？这就是厚道。飞哥送的技能居然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控球基础能提高你的护球能力，能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支点。而传中，你要为罗纳尔多腾位置，经常去边路，有了一脚传中，你在边路也就不完全是一个废物。至于那张时刻卡，真的就是太良心了。右路天尊飞哥2000年是很多人心目中飞哥最巅峰的一年，飞哥在你的帮助下，状态复苏的很快。1月5日西甲第17轮，替补上场的飞哥在边路上演了追风一幕，送出传球助攻，罗纳尔多破门为球队取得领先。比赛的最后时刻，飞哥游曳到了中路和齐达内灵活换位后，接齐达内传球连过数人，打入了绝杀进球。飞哥因此荣膺全场最佳球员，帮助球队2比1击败了皇家社会。1月9日西甲第18轮，皇马客场挑战同城死敌马德里竞技，上半场双方0比0，下半场飞哥再次替补登场，出现在了左路，然后他2传1射势不可挡，带领球队3比0赢得了马德里同城德比的胜利。1月16日西甲第19轮，皇马3比1击败萨拉戈萨，飞哥传射。1月23日西甲第20轮，皇马3比1击败马洛卡，飞哥助攻梅开2度，皇马迎来了一波连胜。卢森伯格确实给球队带来了新的变化，在他的鞭策下，美洲帮的球员一改往日的松散，在球场上格外拼命，但这只是一半的功劳，还有一半的功劳属于飞哥。各大媒体纷纷对飞哥的状态表示不可思议。阿斯报，飞哥梦回巅峰。过去一段时间，葡萄牙人让人看到了右路天尊的真正实力。每日体育报回光返照，飞哥荣膺西甲1月最佳球员只是偶然，他的绝对速度并没有提高。世界体育报缺乏职业精神，飞哥急于索要皇马新合同，这才拿出了全力。此前的他一直在划水，飞哥这一波表现过于优秀了，自然也就有媒体开始讨论起飞哥目前仍是替补这个问题。飞哥自己也通过马卡报的专访发声，每场比赛只能上场20多分钟，对我而言确实有些困扰。我知道自己的状态，我知道自己目前正处于职业生涯巅峰的最后一段时间，因此我很珍惜每一次上场的机会。我当然会接受卢森伯格的安排，这是我作为一个职业球员应该做的。但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表现时间。我确定我能给皇马带去更多的贡献。在询问到飞哥理想的位置时，飞哥也表示，贝克汉姆在右路踢得非常不错，我们是不同风格的球员，我认为我们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其实更适合踢前腰，当然，我不会认为自己踢前腰能比齐达内更优秀。我喜欢和齐达内配合，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场球员，他在任何位置都能表现得比别人更好。关于这一点，我们有过讨论，齐达内也认可我的观点。飞哥这一波采访几乎是明示暗示都到位了。卢森伯格看到这篇采访的时候，估计肺都要气炸了，但没办法，形势比人强。现在球迷们高呼让飞哥首发，卢森伯格自然不可能逆势而为。1月30日西甲第21轮，皇马客场挑战努曼西亚，这场比赛飞哥终于首发了，最终皇马2比1轻取努曼西亚。飞哥在前腰位置上果然打出了高光表现，和齐达内2个人一起疯狂造笔。也就是这场比赛，罗纳尔多、欧文、劳尔3个人估计都没穿射门靴，不然打个大比分出来一点问题也没有。2月5日西甲第22轮，皇马主场迎战西班牙人，飞哥和齐达内2个人让人们知道了上一场比赛他们的闪耀并非偶然。4比0，皇马全场用疾风骤雨般的进攻把西班牙人打哭了斗，一波7连胜，皇马直接起飞，暂时冲上了西甲榜首。而且让球迷更加激动的是，你也终于扔掉了拐杖走进了训练场，虽然还无法跟队训练，但和基地门口的球迷互动，签名拍照还是没问题。卢森伯格开车进入训练场，扫到了和球迷们谈笑风生的你，发出了一声冷哼，以为这样讨好球迷就有用吗？球迷都是健忘的，只要再让你在球场上消失一段时间，绝大部分皇马球迷都会忘了你这个太子。卢森伯格车内，卡洛斯开口了，先生，现在局势大好，是不是应该进行下一阶段的计划了？卢森伯格点了点头，这些国际巨星的球员实力果然很强，虽然没能让他们之间出现矛盾，但却用他们压制了西班牙本土帮的表现。接下来，你帮我从青训队中抽调几名美洲系的球员，希望他们能够把握住机会踢出来。卡洛斯面色一喜，他提携的人越多，他在队内的影响力就越大。放心，包在我身上，有几个后备很不错的。2月12日西甲第23轮，皇马的替补席上出现了几个生面孔，这些球员都是皇马青训，而且都是来自于南美洲。结果皇马在早早获得2球优势的局面下，齐达内、飞哥、贝克汉姆先后被换下，3位青训表现相当糟糕，局面一度变得十分被动，最后关头差点就被追平了。同样是2比1获胜，但这一场比赛很难让人满意。2月19日西甲第24轮，卢森伯格不仅没有引以为戒，反而变本加厉，甚至让其中2位青训球员首发出场，一人占据了右后卫的位置，一人挤掉了欧文和劳尔的位置。结果皇马在自家主场0比2输给了毕尔巴鄂竞技，伯纳乌球场一时间频频给主队喝倒彩。2月22日，皇马迎来了他们真正最在意的比赛——欧冠1/8决赛首回合。皇马主场迎战意甲豪门尤文图斯，双方都堪称众星云集。皇马就不说了，尤文这边有斑马王子皮耶罗、法国神锋特雷泽盖、瑞典天才伊布拉希莫维奇，有美洲豹之称的世界顶尖后腰埃莫森，左右全能的边路永动机赞布罗塔，铁血飞翼卡莫拉内西，意大利顶尖中后卫卡纳瓦罗，冠军级野兽后卫图拉姆，有着超人之称的意大利天才国门布冯，这简直就是豪华对豪华。可惜去年刚刚斩获金球奖的内
德维德伤缺，不然星光会更甚，至少人们可以看到齐达内接班人 vs 齐达内。而这场比赛也差点出现变故，原本齐达内和飞哥一波超神配合为皇马首开纪录，但70分钟之后，卢森伯格又把他的美洲小将们安排上来了。然而尤文随后展开了猛烈的反攻，若非卡西利亚斯拿出了超神表现，尤文早就扳平了比分。最终皇马1比0在主场拿下了这场比赛。但所有人都知道，下一场比赛绝对是一场硬仗，尤文图斯完全有能力把比分追回来，甚至是把皇马踢出局。接下来的10多天，皇马又踢了3轮联赛，但他们此前7连胜的状态一去不复返。随着青训球员的频繁上场，以及主力球员的频繁被换下，无论是球员的状态还是球队的状态，都出现了明显的起伏。3场比赛1胜1平1负，皇马也因此被身后的巴塞罗那追了上来。两支球队的分差目前只有1分，而且欧文还在上一场比赛伤了，因为替补上场的青训中场球员给他传了一颗刀山球，让欧文和对方防守球员硬碰硬，当时就被担架抬走了。赛后，克拉拉在马卡报上率先发文质问卢森伯格的几宗罪，不是每一个皇马青训球员都是根硕，奎罗斯找到了根硕，西蒙真正的解放了根硕，而为了让大家忘记前任，所以卢森伯格力捧新人球员。可很遗憾，太子从来都只有一个，根硕能够成为皇马太子，不是因为皇马只有他一个青训球员，而是他是所有青训球员中最好的那一个。希望卢森伯格不要再继续用青训球员轮换主力球员，影响整个球队的化学反应了。这些球员应该有光明的未来，但不是现在，你这样揠苗助长，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伤害。最后，我郑重警告卢森伯格，根硕的伤势已经接近痊愈，为了保险起见，这次奔赴尤文图斯你最好是带上根硕，他是救命的存在，救你的命，知道吗？克拉拉话说的难听，但皇马球迷纷纷点赞，就连卢森伯格也在愤怒的同时不由得考虑起这个方案来。皇马非常重视欧冠的战绩，一旦在欧冠出局，卢森伯格就算不被辞退，他此前用一波连胜建立的话语权怕是也要因此而消散了。最终，皇马公布了欧冠1/8决赛次回合的比赛大名单，你的名字赫然在列。3月9日，欧冠1/8决赛次回合比赛日，都灵阿尔卑球场7万个座位座无虚席，尤文 vs 皇马，火星撞地球，一个是意甲霸主，一个是西甲头牌，一个是曾经的世界第一联赛，一个是未来的世界第一联赛。皇马还挖走了尤文历史上最闪耀的巨星齐达内，这笔账是时候算算了。赛前双方教练不约而同摆出了一样的阵型4132，不过不同的地方在于，尤文的2个边前卫其实可以看成边翼位，他们对防守的投入是100%，所以可以看成5后卫阵型，防守实力更强。而在进攻中，这2个边后卫同样会全部上去，又能充当边前卫甚至是边锋的作用。一般球队很难拥有一对这样能攻善守的魔鬼双翼，但尤文有，无论是赞布罗塔还是卡莫拉内西，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反过来，皇马的这套4132其实充满了妥协，右后卫布拉沃其实是中后卫，他在这个位置是没办法插上帮助边路球员助攻的，这导致皇马的右路彻底没有任何冲击力。贝克汉姆拿球唯一能做的就是传中，缺乏了变化。中场防守就靠一个格雷夫森，但格雷夫森本身并非顶尖后腰，而人家尤文的埃莫森比格雷夫森强了半个马克莱莱。尤文只要盯着布拉沃和格雷夫森这2个点打，迟早能把皇马打崩。上一场比赛的最后阶段，他们就是在这2个点找到了突破口。当然，上一次交手之后，皇马有接近半个月的时间去弥补这个漏洞，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被捅穿。整个上半场，尽管皇马险象环生，但在萨穆埃尔和赫尔格拉的顽强表现下，在贝克汉姆彻底放弃进攻的回防下，皇马接连几次逃过一劫，双方0比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皇马的局面没有好转，反而更加危险了。在尤文图斯一次次的冲击下，布拉沃和格雷夫森真的快要撑不住了，就连齐达内都回到了半场之后的位置参与防守，劳尔也频繁回撤到前腰位接应队友，皇马几乎完全没有攻势可言。卢森伯格数次要求齐达内组织进攻打到对方半场去，但齐达内直接选择闭麦，跟你说个球，这进攻是你想打过去就能打过去的，要攻得出去，前提就是你起码要能够抗得过对方的第一波攻势。但现在的皇马如果没有齐达内、劳尔、飞哥、贝克汉姆的回撤，根本抗不过尤文图斯的第一波攻势，这时候进攻就等于送尤文进球。看见沟通无效，第74分钟，卢森伯格打出换人牌，用金朗古蒂换下了法国球王齐达内。齐达内当时就绷不住了，直接黑脸。你看着卢森伯格早早便朝齐达内伸了过去，一副要握手的样子，就知道大事不妙。嘿，齐祖，没事的，踢成这样子不是你的责任。你从替补席上冲到了场边，卡在卢森伯格之前把齐达内引导了，然后一个转身，完美挡住了卢森伯格和齐达内。齐达内没有说话，你的这些意图他都懂，你是不希望齐达内和卢森伯格闹崩了。这样无论如何，齐达内都要先承受一波舆论的非议。回到替补席上，齐达内也回过神来了，他特么的想赢我。的确如此，换下齐达内，如果球队输了，卢森伯格完全可以甩锅说是齐达内表现不佳；如果球队赢球，那就是他卢森伯格指挥有方换人换的恰到好处。而齐达内拒绝和卢森伯格握手的事情再一发酵，下个赛季卢森伯格把齐达内按在替补席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就算是弗洛伦蒂诺也不可能对他做出太多限制。从入主皇马之前一直到最近，卢森伯格的操作一波接着一波，真的是大师级的心机婊。先是飞哥，再是齐达内，卢森伯格正在一一削弱国际派巨星在皇马的影响力。当然前提是没有你干扰的情况下。现在任凭他布局如何精妙，最近的2次出手都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卢森伯格把这理解为意外，但他没有注意这样的意外正在
越来越多。轰隆隆，你这边还没有完全安抚好齐达内的情绪，现场就突然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特雷泽盖进球了，助攻者伊布拉希莫维奇，尤文扳平比分了，皇马真的危了。卢森伯格的面色当时就阴沉了下来，但你从卢森伯格的微表情看出了他其实并不慌张，他的步伐也没有一丝丝的凌乱，因为这口锅的刚刚上场的古蒂莱贝，西班牙本土帮这不是又遭殃了吗？第77分钟，卢森伯格再次换人，索拉里换下了贝克汉姆。正在球场上想着如何利用角球和定位球帮助球队领先的贝克汉姆也黑了脸，平时无所谓，但这种重要比赛这些巨星都是不想被换下。当然，贝克汉姆的脾气没有齐达内那么臭，他和卢森伯格敷衍的握了握手，然后主动坐到了你和齐达内身边。卢森伯格的助理过来和贝克汉姆表示，他在防守端付出的很多的体能或许不太行了，所以这才让索拉里上去。贝克汉姆点了点头，假装理解，但对方一离开，贝克汉姆就用手捂着自己的嘴巴，他是不打算赢球了吗？欧冠16强，呵，我们所有人都会成为笑柄。几分钟后，看着没有丝毫改变的局面，齐达内说道，如果卢森伯格是想要用替补球员来打开局面，那他在换下你我之后，还应该换下劳尔、飞哥或者罗纳尔多中的一个，但他没有，这说明他的目的并不完全是改变局面。卢森伯格心口不一，他所说的和他做的对不上，这就是典型的有问题，他只是单纯的在找背锅侠。齐达内甚至已经做好了赛后和卢森伯格翻脸的准备了。不过还好，新上场的古蒂和索拉里没有昏了头的去进攻，他们着重于防守，撑到了第90分钟，常规比赛时间结束，双方总比分1比1，且客场进球都为0，比赛进入加时赛。尤文图斯做了一些调整，用塔基纳尔迪换下了左后卫佩索托，罗纳尔多主动找到了卢森伯格，头，我需要一个帮手，我需要一个站得住的球员在我身边。卢森伯格点了点头，示意你热身。现场的皇马球迷们终于兴奋了起来，他们开始呼喊你的名字。可惜这里是尤文图斯的主场，你的名字被淹没在了尤文的队歌中。随着主裁判的哨声响起，你和塔基纳尔迪先后进入球场，根硕终于上场了。距离他上次征战绿茵已经过去了足足3个月的时间。巧合的是，他上一次受伤的地方就是意大利，卢森伯格带上他，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球迷的要求，而且据说弗洛伦蒂诺也认为根硕上次能在意大利赢球是一个好兆头，所以为了吉利，这次也把根硕带上了。就在解说的疑惑中，都已经退场的劳尔突然在边线叫住了他，指了指自己手臂上的队长袖标，再指了指你，你反应了过来，跑回场边，劳尔亲手为你戴上了队长袖标。等等，这不合常理。皇马的第2队长是金朗古蒂，他就在场上，劳尔应该把队长袖标交给古蒂才对，为什么他给了根硕？劳尔亲手为根硕戴上了队长袖标。作为队长，劳尔有权利决定把袖标交给谁，他选择了根硕。根硕再一次佩戴上了队长袖标，这位19岁的少年又一次成为了皇家马德里的领袖。见到这幕，比解说还激动的是现场球迷，他们疯狂地喊出了你的名字，这一次谁也无法掩盖，根硕，根硕，根硕。在皇马球迷的欢呼声中，加时赛正式开始。不过你并没有给皇马带来太多的改变。加时赛上半场，双方球员大都碌碌无为，卢森伯格在下面气得骂你是个软蛋，他不断地示意你去前场驻扎，但你却几乎一直在中场帮助队友防守和接球出球。齐达内在一旁终于舒展了神情，干得漂亮，这是他教你的。加时赛上半场，大家都会以破坏为主，你的体能充足，可以不惜体力的帮球队防守。下半场的15分钟才是真正致命的时刻，把握住机会，不要心急。最好的杀手往往只需要出手一次。记住，这里是阿尔卑球场。齐达内的话在你脑子里不断回响，而你也认真践行。你坚信当时第一中场，未来唯一一个执教拿到欧冠3连冠的主教练齐玄宗绝非浪得虚名之辈。加时赛上半场踢完，比分没有变动，还是1比0，双方总比分还是1比1。随后，最后的15分钟比赛开始了。第107分钟，埃莫森脚下生花一个甩牛尾巴过掉索拉里，索拉里反手拉住埃莫森将其放倒，主动申请了黄牌。第109分钟，你在禁区前沿接球背身和图拉姆对抗，图拉姆背后捅球时踢到了你的脚踝，你当即倒地，主裁判对图拉姆出示了黄牌。皇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前场任意球，但最适合主罚这个距离任意球的贝克汉姆已经下场了，齐达内也不在，只能由队内第3序列的任意球手卡洛斯来主罚。可卡洛斯的任意球主罚方式其实更适合远距离攻门，距离太近弧度不足，容易打飞。果不其然，卡洛斯打了一脚高射炮，足球飞上看台。第113分钟，你在接到飞哥传球后背身扛住埃莫森，然后在赞布罗塔的包夹下顽强转身，脚下足球竟然没有丢，技能控球基础立大功，砰！你一脚直塞，技能金狼附体妖刀直塞瞬间启动，足球撕破了尤文图斯钢铁般的防线，砰！图拉姆眼见足球过去了，立刻放铲，球过人不过，罗纳尔多被铲飞，你他妈这是踢足球？你想再一次铲断我的双腿吗？罗纳尔多翻身起来就撞向了图拉姆，将其掀翻。图拉姆被打出了真火，起身后立刻还手，罗纳尔多彻底被刺激了一拳砸向图拉姆，双方大打出手。尤文和皇马的球员立刻冲了过来，双方情绪都非常激动。塔基纳尔迪第一时间就要推搡罗纳尔多，但你发现了他的意图，从侧面杀出将塔基纳尔迪撞开，然后强行挤入罗纳尔多和图拉姆之间，分开了两人。埃莫森、赞布罗塔等人随后继续冲过来，但你直接发力，一口气把两个人都推开。嘿嘿嘿，打架吗？我空手道黑带。身高足有1.95米的尤文新王子伊布拉希莫维奇也赶了过来，伸手拉住你，半发力的试探了一下，下一刻他却被你撞开，双手都有些酥麻。够了，冷静，这是球场，你挡在罗纳尔多身前，要踢球可以，要打架我们也奉陪。几个被推开的尤文球员忌惮你都没有继续涌上去，滴滴滴，主裁判不断响哨，紧赶慢赶的终于过来了，首先给罗纳尔多和图拉姆出示了红牌，然后赞布罗塔、塔基纳尔迪和你各领一张黄宝石卡，而你也找到了主裁判，我在维持秩序，我不该吃牌的，我在帮你做你的工作，如果是你，你很难在短时间内把局面控制成这个样子，对吧？主裁判点头，是的，我非常感谢你，我甚至可以在赛后请你吃饭，但你毕竟
动了手了，你是用武力维持的秩序，这本身也违反了球场规则，所以抱歉。你一边点头，一边做出懊恼的表情，主打一个可怜。其实对此你早有准备，和主裁判拉扯一会儿不过是攻心罢了。这样接下来万一你犯规了，搞不好主裁判就能网开一面呢。闹剧结束，双方球员各自退到位置。尤文这边，球员们大都色厉内荏，包括素来以嚣张著称的伊布拉希莫维奇，他看向你的眼神都多了几分忌惮。他估计空手道黑带是打不赢你的。这家伙啥？他是华裔，那合理了。中华民族嘛，3个最大的特征：历史悠久，人人都会功夫，熊猫耕地。第115分钟，老麦的飞哥用掉了自己油箱里最后一滴油，在中路起速带球突破，这是他在你的指导下学会的纵翼闪，效果相当牛逼。埃莫森无奈只能犯规阻拦，从而吃到黄牌。第117分钟，尤文图斯发起进攻，赞布罗塔走左路下底传中，砰！伊布拉希莫维奇高高跃起，一记泰山压顶，利亚萨姆埃尔完成头球攻门。下一刻，足球应声入网，阿尔卑球场瞬间爆炸 ，Go！ 球进了！尤文图斯新王子加时赛最后时刻绝杀了皇家马德里，尤文图斯距离晋级欧冠8强只差最后的5分钟，这就是尤文图斯，这就是意甲。进球后，伊布拉希莫维奇双手高举，如同一位国王一般拥抱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欢呼和庆祝。这一刻，他居高临下俯瞰皇马众将，现场的尤文球迷们开始朝皇马示威了。这里是阿尔卑球场，这里是阿尔卑球场，这里是尤文图斯的地盘。镜头扫向皇马球员，大家都相当的落寞。这个时刻丢球就等于输球。嘿，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防守，做好防守。你的声音打断了皇马球员们的郁闷情绪。我们还有时间，别忘了，我们是皇家马德里，都给我抬起头来，我们能赢，明白吗？你冲向一个个队友，拉扯着他们回到自家防区。之后你跑到主裁判面前，难道你打算让他们一直庆祝到比赛结束吗，先生？他们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我希望你能够把他们浪费的时间算到补时中，你得公平。主裁判白了你一眼，之后介入了尤文图斯的疯狂庆祝，催促他们赶紧回到位置，准备重新比赛。你的行为得到了阿尔卑球场全体球迷的嘘声，但替补席上齐达内眼里有光，他做到了，他是一个称职的队长。贝克汉姆问道：“他刚刚看了你一眼，你跟他说了什么吗？”齐达内看向四周，我下场的时候告诉过他，让他记住这里是阿尔卑球场，这里是阿尔卑球场。劳尔在一旁微微皱眉，然后突然反应了过来，你是说？没错，准备开球的你眼里同样有光，这里是阿尔卑球场，这里是对方的主场，我们的进球是客场进球，同比分的情况下，客场进球多的球队将晋级，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沉住气，只要皇马再进一颗球，那尤文将被淘汰。沉寂了整个加时赛的你也终于等到了狩猎时刻。全场球员中，目前你的体能状态是最好的，加上你在球场中的不断观察，你觉得时机已到。比赛120分钟，飞哥横传球找回撤的你接球后一脚直塞，古蒂刚好从你身边冲过去，赞布罗塔第一时间回防，在高速移动中撞倒了古蒂，皇马获得了一颗位置稍远的任意球。尤文图斯的所有人都回来了，他们现在只需要守住最后2分钟的补时就能晋级。砰！飞哥开出任意球，把足球调入到大禁区内找你这个点，而你果然不负众望，在双人包夹下高高跃起，成功完成了一次头球攻门。然而布冯状态极佳，直接用身体挡住了你的攻门，足球被卡纳瓦罗踢出大禁区外，赞布罗塔带球发动反击。虽然尤文这边全部人都回撤了，前场暂时没有人接应，但特雷泽盖正在冲刺，他跑到了赞布罗塔前面。格雷夫森有点不知所措，他不知道是去限制有球的赞布罗塔，还是跟着无球的特雷泽盖。就在他犹豫之际，特雷泽盖跑出了空位，下一秒赞布罗塔一脚精准直塞，原本就落后一球，即将成为欧冠16郎的皇马再现险境。尤文成功防住皇马一次前场任意球后机会打出反击，赞布罗塔快速推进前场并直塞跑出空位的特雷泽盖。关键时刻，皇马中后卫无名之辈赫尔格拉果断的飞铲强铲，成功在特雷泽盖持球之前把足球捅开。捅走了足球之后，赫尔格拉第一时间起身追上足球，完美的压制了特雷泽盖。砰！赫尔格拉把足球踢给了回防的古蒂，古蒂转身后直接一脚直塞，腰刀出鞘，彻底剖开了尤文图斯的中路。飞哥持球迅速横传，他没有体能了，确实突不动了，现在他只能把足球交给他最信任的人，就是你根硕。埃莫森第一时间移动到你身前，接球后你做出了一个自己都觉得无比大胆的动作，砰！只见你一脚爆烫将球提出10米之外，埃莫森人都傻了，这是生吃，嗖！你从他身边掠过，埃莫森甚至没来得及伸手拉扯，这速度，你确定不是欧文？这确实不是欧文，但这是欧文的追风少年技能，每场比赛最后5分钟有一次主动使用追风特效的机会，这就是你说的时机已到。横向赶来的塔基纳尔迪本来想和埃莫森一起围剿你的，但是他现在明显赶不上了，你甚至都没有调整带球方向，就直接甩开了塔基纳尔迪。见状，卡纳瓦罗冲了出来，他现在是尤文图斯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快速靠近你，防止你在大禁区线附近起脚。砰！你在靠近卡纳瓦罗之前，再一次拨球，坚定的朝卡纳瓦罗冲去，速度不减就是硬刚。然而就在两人即将相遇的时候，你突然一跳，罗纳尔多的脚后跟磕球变向过人激活，接着脚后跟磕球变向再次激活追风特效，卡纳瓦罗瞳孔一缩，这时只见你快速变向后再次起速，一骑绝尘。布冯果断的选择了出击，面对意大利第一门将，你没有选择劲射，而是加大步伐，直接一脚捅射。这种突然把步伐变大，实际上就打了一个时间差，这比布冯预计的你射门的节奏其实还快了半拍。而这时候布冯还没有彻底下地，他的裆部距离地面还有20多公分，足球刚好从他胯下钻过。你捅射的同时，追上来的卡纳瓦罗直接背后放铲，球射出后你人仰马翻，卡纳瓦罗宁愿送给皇马一颗点球，也不愿意皇马直接进球。在半空翻滚的你和坐在地上的布冯眼神都紧紧盯着球门方向，一直到那颗足球以并不快的速度钻入球门之后，你们两个人都才放心落地。布冯直接躺在了球场上，
他输了，而被铲翻在地的你一个翻身起来冲向了角旗区，那里是为数不多的皇马球迷聚集的区域。Go， 球进了，根硕反绝杀，双方总比分2-2，但皇马坐拥一颗客场进球，领先尤文图斯半个身位。欧冠8强，皇马即将踏入欧冠8强，这简直就像是一场梦，这还是一颗穿裆捅射，大小们一起洞穿。神，皇马的白衣杀神上线，他征服了阿尔卑斯山脉。现场解说一连串的输出都无法表达他的震惊之情。镜头中，你手指摇晃，然后高高跃起，凌空180度转身，全体皇马球迷跟着你一起发出了最强的欢呼声。苏尤，随后无数皇马球员涌了过来，将你紧紧围住。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敢用力，大家生怕你再次受伤。齐达内甚至提前询问你身体有没有不适，毕竟你刚刚被卡纳瓦罗从后面飞铲了。你表示自己没问题，卡纳瓦罗其实收脚了，他的目的是放倒你，而不是铲断你的脚踝，所以不需要发力。他甚至贴心的做了一个防护的动作，避免你直接摔在地上。就在皇马这边热烈庆祝的同时，主裁判找到了卡纳瓦罗，对他出示了红牌。卡纳瓦罗黯然离场。随后，尤文图斯刚刚开出了足球，主裁判就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本场比赛，尤文图斯2-1击败了皇马，但双方2回合总比分2-2，皇马有一颗客场进球，因此皇马淘汰了尤文图斯晋级欧冠8强。德尔阿尔卑球场陷入了悲伤的气氛中，而反过来皇马这边则无与伦比的开心。齐达内、飞哥、贝克汉姆、劳尔、古蒂等人热情相拥，卢森伯格则和卡洛斯、萨穆埃尔等人也在热烈庆祝，但是挤不进你的那个圈子。不仅如此，在皇马这边庆祝了一段时间后，尤文图斯那边的布冯走了过来，他找到了你，恭喜你们，你这场比赛表现得很好。你礼貌地和布冯握手，尤文很强，希望你们能够在联赛中赢得冠军。布冯拉着自己的球衣说道，要交换球衣吗？我希望自己永远记住今天这颗丢球，这对我来说很惨痛。你开始脱掉自己的球衣，然后递给布冯，当然能得到你的球衣我很幸运。两个人互相吹捧了一番之后，陆续进入球员通道，而媒体们早就急不可待了，他们采访了很多球员。齐达内，请问你对自己被早早换下有什么意见吗？齐达内说道，这是卢森伯格的安排，作为球员我会尊重他的安排。齐达内直呼卢森伯格的名字，态度非常明显。贝克汉姆，你对自己被提前换下是否满意？贝克汉姆说道，只要球队能赢，这不是问题，但我只能说幸好我没有根硕。飞哥，你今天的表现依旧出色，是什么让你找到了状态？飞哥开心答道，是根硕，他会和我讨论很多关于过人的技巧，他总是有很多新的东西能让人眼前一亮。皇马球星们几乎是夸夸群成员，纷纷给你送上了极高的评价。劳尔说道，根硕非常有领导力，把队长袖标交给他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尤其是当球队落后的时候。古蒂补充道，根硕当然配得上那个队长袖标，事实上他在比赛中的表现比这个袖标更加重要。我认为，不过美洲系的球员无论对你观感如何，都得把比赛的胜利归功于卢森伯格。萨穆埃尔说道，根硕的发挥是我们赢球的关键，当然卢森伯格的指挥也非常重要。一旁的卡洛斯明显对萨穆埃尔的理性不满，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卢森伯格是我们赢球的唯一原因，我们按照他布置的战术去踢，比赛胜利自然就会到来。受卢森伯格器重的格雷夫森则说道，卢森伯格是一名伟大的教练，我们有信心在他的带领下走得更远。被卢森伯格提拔的本土邦年轻后卫布拉沃表示，皇马正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卢森伯格懂得如何带领我们赢球，我对我们本赛季非常有信心，所以有时候功劳这个事情不能看自己人怎么说，你得看对手怎么说。布冯接受采访说道，根硕是我见过的最能把握住机会的前锋，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杀招，这一次我输得不冤，但下一次我不会输。卡纳瓦罗也夸赞你道，从背后放铲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要吃牌，但我没想到根硕甚至不屑于我送给他的点球，我在他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前锋精神。埃莫森感叹道，我从未遇到如此自大的前锋，他竟然想生吃我，然后他真的生吃了我。伊布拉希莫维奇依旧很自信，力量、速度、耐心以及把握机会的能力，我有预感根硕会成为我职业生涯最大的对手。而投桃报李，作为全场最佳球员的你，在赛后采访的时候直接给所有人发了好人卡。我从未遇到过像尤文图斯这么强的球队，无论是西甲的巴萨还是此前遇到的罗马，他们当然优秀。布冯的扑救令人绝望，卡纳瓦罗和图拉姆的防守密不透风，埃莫森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后腰之一，赞布罗塔和卡莫拉内西简直就是走廊级别的球员，皮耶罗、特雷泽盖、伊布，他们都是致命的攻击手。作为球队队长，你当然也不能让自家队员心寒。不过幸好镇守我们球门的卡西利亚斯并不比布冯差，赫尔格拉绝对是我心中今天的全场最佳球员，他和萨穆埃尔组成了铜墙铁壁，他们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布拉沃的发挥绝对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他在这个位置表现的已经很不错了，对他这个年纪的球员而言，卡洛斯给尤文图斯的防守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他为我们分担了很多防守压力，还有格雷夫森，他很好的完成了球队给他安排的任务，这并不容易。贝克汉姆今天一个人当成2个人用，他让我们多了一个人，不然我们根本挡不住特雷泽盖、伊布、皮耶罗3叉戟、古蒂、劳尔、飞哥、罗纳尔多都被你一波彩虹屁轰炸到合不拢嘴。至于齐达内，你说他永远是你心中的 YYDS， 是他在下场之前告诉了你应该怎么踢，他是你的足球导师。都上了飞机了，皇马的球员们依旧在津津乐道的看你的这些采访，不得不说你是会做人的，能夸的基本上都夸了，不能夸的也硬夸了，反正大家都很舒适，包括美洲系的球员。不过也有人发现你好像没有艾特卢森伯格，这可是头啊，这可是大领导啊。对此你自然有自己的安排，你是不需要上场机会的球员，别人要给卢森伯格面子，而你不用，而且你适当的表达出对卢森伯格的不满，对整个球队都是有好处的，至少齐达内就用不着去和卢森伯格对刚了，队内这不就和谐了吗？而卢森伯格的拥趸们的不满也会被你吸引，也就不会对齐达内等人不满了。这一招草船借箭暗度陈仓，既能帮助你远离首发，又能维护皇马队内世界和平，堪称神之一手。皇马再一次击败了意甲，整个西甲都因此而载歌载舞，除了巴萨，因为巴萨被来自英超的土豪球队切
切尔西淘汰了，他们今年只能当欧冠16郎了，这可真是张冠李戴啊！因为没有你的话，从今年开始，皇马就要进入欧冠16郎时代了。但你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你的强大表现震慑了卡纳瓦罗，你获得了卡纳瓦罗的飞铲和大力手抛球。卡纳瓦罗的飞铲，巨星级技能，你将熟练地掌握铲断技巧，你的铲球不容易导致自己受伤，你的铲球不容易导致自己吃牌，你的铲球有更大概率能把足球直接留下来，形成铲流球。大力手抛球，球员级技能，你的手抛球罚球能将足球扔得更远更精准。你怎么都没想到，最后到的竟然是被你欺负得最惨的卡纳瓦罗，难怪人家未来能成为唯一一个获得金球奖的后卫。得益于卡纳瓦罗兄弟送来的火箭，你的抢断数据成功开通，并且来到了75，而大力手抛球让你的进攻意识也得到了一点的提升。3月13日，西甲第28轮到来，目前西甲局面基本明朗，本赛季皇马和巴塞罗那明显要强于其他球队，而皇马和巴萨的分差相当小，联赛冠军基本就将在这两支球队中产生。这轮比赛，皇马进行了大规模的轮换，然而这一波轮换，皇马客场1比2输给了西甲保级球队赫塔菲。3月20日，西甲第29轮，皇马主场迎战马拉加，你首发登场，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帮助球队取得胜利。不过除了这颗进球，你的表现并不好，堪称全场隐身，奈何飞哥和齐达内轮流给你造饼，喂到嘴里吐都吐不出来。卢森伯格现在也看出问题了，随着飞哥的复苏以及和齐达内产生的化学反应，皇马现在的球权主要在飞哥和齐达内手上，而他们明显对巴西帮不感冒，虽然不至于说不传球，但有了机会都是优先找你和劳尔，而你和劳尔才会去连线罗纳尔多，所以巴西帮的发挥反而相对一般。当然，这和罗纳尔多是对方的主要防守对象也有很大的关系。4月3日，西甲第30轮，皇马客场挑战阿尔巴塞特，这本该是一场有惊无险的比赛，因为此前双方交手的时候，阿尔巴塞特都被皇马虐出心理阴影了。事实也果然如此，在前20分钟，外星人罗纳尔多就打进了2颗进球，其中1颗是来自你的助攻。正当人们期待罗纳尔多完成半场进球帽子戏法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在上半场第26分钟，罗纳尔多倒地不起，随后被队医扶下了场。卢森伯格面色铁青，2天之后就是欧冠8进4的比赛了。他本来只是想让罗纳尔多保持身体状态，在半场就进行轮换的，结果现在罗纳尔多伤了，最快也得1周才能复出。今年的欧冠8强分别是利物浦、切尔西、国米、AC 米兰、拜仁、皇马、埃因霍温以及里昂，而皇马的对手赫然就是来自英超的土豪切尔西。切尔西的主帅穆里尼奥去年刚刚带领波尔图登顶了欧冠之巅。赛后，不少媒体询问卢森伯格接下来的安排，询问罗纳尔多的伤势。卢森伯格嘴硬地表示，罗纳尔多的伤势并不严重，他有可能会出现在斯坦福桥球场。当询问到对穆里尼奥的战术的看法时，卢森伯格嗤之以鼻，穆里尼奥的战术是足球的退步，我不认为这种战术值得鼓励，这伤害了人们对足球的热情，我们会用进攻教会切尔西什么才是正确的足球。打脸来得飞快。4月4日，皇马飞抵伦敦对阵切尔西，然而90分钟之后，斯坦福桥球场却传来了肆无忌惮的欢呼声，穆里尼奥在镜头面前疯狂打拳，球场大屏幕上2比1的比分格外刺眼，切尔西2比1主场生擒皇马，这也是你为球队出战含有的输球的比赛。不过欧文带给皇马的客场进球，为皇马保留了一丝翻盘的机会。4月10日，西甲第31轮，皇马几乎是全主力阵容在主场迎战比利亚雷亚尔，最终凭借萨穆埃尔的头球和贝克汉姆的任意球直接破门，皇马2比1小胜黄潜。4月12日，切尔西的球员们飞抵马德里，罗纳尔多赛前火线复出，而和罗纳尔多搭档首发的球员赫然是近期表现较好的你，欧文只能被你压在替补席上。中场方面，皇马采用0型4中场，左右边前卫分别是齐达内和贝克汉姆，前腰最近状态热得发烫的飞哥，后腰格雷夫森，后防线从左至右依次是卡洛斯、萨穆埃尔、赫尔格拉、布拉沃，门将卡西利亚斯。今天的伯纳乌球场人山人海，8万多观众齐聚，用白色淹没了一切。皇马欧冠生死战正式打响，随着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双方上回合比分2比1，皇马打进了1颗客场进球，本场比赛他们只需要打入1颗进球就能够取得领先。但切尔西这支球队最让人绝望的其实并不是他们多有钱，而是他们重金从波尔图请来的主教练何塞穆里尼奥，这是一位防守专家，他把防守研究到了极致，他尤其崇尚1比0主义，所以别看双方阵型都是4132，但皇马是典型的进攻型球队，而切尔西是典型的防守反击型球队，因此切尔西本场比赛的踢法就是他们最擅长的蹲坑防守踢法。整整30分钟，皇马控球率高达 77%， 射门13次，但其实真正有威胁的机会一次也没有。第37分钟，风云突变，皇马传球被拦截，切尔西发动反击，达夫边路高速推进后一脚传中，德罗巴高跃起抢先了出击的卡西利亚斯一步头球攻门，足球钻入球门，1比0，双方总比分3比1。球场中，德罗巴激情华贵庆祝，在草地上留下了3道杠，黑人天赋尽显。伯纳乌球场一片寂静，卢森伯格的表情非常难看。切尔西不仅扩大比分，还获得了1颗客场进球，这样一来，此前皇马进1颗球就能赢得比赛，而现在就算打进2颗球，也不过是和切尔西打平。皇马要想晋级，现在必须在不丢球的情况下打入3球才行，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是穆里尼奥的球队。果然，切尔西在进球之后蹲坑蹲得更加彻底了。第41分钟，贝克汉姆边路传中，除了高空球，皇马的足球根本给不到禁区里面，你成功争顶到了足球，头球后蹭，C 罗的泡面头发型让你力压蓝军队长特里完成争顶，你本意是后蹭制造机会，结果在特里的影响下，这颗后蹭竟然
直接形成了攻门。切赫飞身扑救力保球门不失，罗纳尔多上前补射，但倒地的切赫一个趴地鱼跃抢先把足球抱住。罗纳尔多在没有机会的情况下，依旧没有完全收脚踢向足球，把足球闷在切赫怀中。见状，主裁判严重口头警告了罗纳尔多。第45分钟，飞哥一脚远射制造了角球，随后贝克汉姆开出角球，萨穆埃尔头球攻门击中横梁。随着主裁判鸣笛，上半场结束，双方回到了自家的更衣室里。切尔西那边不用说了，他们肯定会进一步强调防守，特别是高空球。下半场，皇马估计不会再给萨穆埃尔这么好的机会了。而皇马更衣室卢森伯格正在滔滔不绝地指责各个球员，他的指责肯定是有道理，因为球队丢球又没有进球，说明球员的表现肯定不如对方。但作为主教练，这时候更重要的难道不是调整战术，试图帮助球队取得优势吗？眼前的一幕让皇马的球员们有些恍惚，包括你想起了第一次进入皇马一线队，也就是奎罗斯执教的那场西班牙国王杯决赛。你看了看自己手臂上的队长袖标，作为皇马的队长，你有义务帮助球队走向胜利，即便这有可能冒犯到一些人。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用谷地换下布拉沃。你的声音洪亮有力，打断了卢森伯格的喋喋不休。所有人都错愕地看向了你，你朝布拉沃伸手表示歉意。当然不是说布拉沃的表现不好，而是我们现在需要进攻。布拉沃是一名中后卫，他在右边后卫可以做好防守的工作，但无法胜任进攻的任务。平时我们或许不需要他上去，但现阶段我们必须要有更多人能够参与到进攻中，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制造出更多、更好、更直接的进攻机会。谷地是一个多面手，他可以在任何位置帮助球队。你说完之后，卢森伯格的脸已经涨成了猪肝色。就在卢森伯格要开喷的时候，齐达内突然举手，我赞成根硕的提议。齐达内环视众人，根硕是现在的场上队长，他有权就他在球场上感受到的东西和我们进行分享，而我认为他的建议是正确的，至少是值得尝试的。切尔西进球之后，古德约翰森已经彻底从前锋变成了中场，我们需要在进攻端投入更多的进攻手，谷地在进攻端能发挥的作用，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卢森伯格这下脸都气白了，我也支持根硕。飞哥开口了，不少人神色一凛。注意，飞哥说的是他支持根硕，他支持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你的建议，这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是不能坐以待毙了。贝克汉姆点了点头，首发阵容中的3位国际巨星都发声支持你。卢森伯格的瞳孔一缩，已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看向了布拉沃，希望这个即将被换下的西班牙本土帮球员能够为他自己争取一下。根硕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坐在一旁的劳尔低调开口，西班牙本土帮领袖发声，也就意味着赫尔格拉、卡西利亚斯、古蒂等人都支持你的决定，包括布拉沃本人。卢森伯格也是老妖怪级别的人物，知道这场比赛的主动权已经不可能回到他手中了，于是他点了点头，那就听根硕的。古蒂迅速离开更衣室去球场热身，你站在更衣室内，一时间仿佛成为了这支球队真正的领袖。等到中场休息时间结束，皇马球员陆续离开了更衣室，卢森伯格的助教才气急败坏的道，太猖狂了，他们完全目无王法，根硕一点都不尊重你。卢森伯格打断了助教的抱怨，平静的道，有意思，都说一山不容二虎，劳尔和齐达内都在利用根硕来对我发起反击，但他有没有想过，当根硕真的成为了领袖后，他们两人又该如何自处？齐达内也就算了，他年纪大踢不了几年了，可劳尔呢？我就不信劳尔真的能容忍取代他的人。中场归来，双方都做出了调整，这让不少球迷诧异，解说更是惊呼，没想到领先的切尔西竟然这么早就做出了调整。他们用右边后卫格雷米换下了古德约翰森，这样一来，切尔西就变阵成了5后卫防守体系，这是摆明要继续防守了。反观皇马这边的调整似乎就有些胡来了，他们竟然在先丢1球的情况下，用中场球员古蒂换下了右后卫布拉沃，他们真的不担心切尔西的反击吗？这怕是还要被切尔西进球啊！随着哨声响起，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第47分钟，在右后卫位置的古蒂接到足球，砰！古蒂腰刀出鞘，一脚过顶直塞，直接把足球给到了右路最前方。罗纳尔多朝右拉边加速，速度全开，赶在足球飞出底线之前一脚传中球，而后自己滚出界外，足球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球速很快。中路，你和葡萄牙国脚里卡多卡瓦略对撞一下之后拔地而起，高空压制，在 C 罗的泡面头发型加持下，一旦打出高空压制，那就是爆杀。砰！你完美的顶到了足球，以力拔山兮之势砸开了切尔西的球门。伯纳乌球场瞬间欢腾，白色涌动如同浪潮，双方总比分来到了3-2。皇马只要再打进1颗进球就能够扳平比分。你没有庆祝，只是冲进了球门，把足球捞了出来。你希望比赛能够快点重新开始。这颗进球让皇马球员的心态好了很多，而切尔西的球员似乎受到了这个进球的影响，显得有点慌。第56分钟，飞哥在中路用纵翼闪过掉马克莱莱后送出直塞，罗纳尔多抢点推射，这几乎是一颗必进球。然而切赫这个蜘蛛怪太可怕了，活生生用手指把足球拨出了球门范围。第64分钟，飞哥和齐达内默契换位后传球找齐达内，齐达内背身接球一个挑球过人生吃卡瓦略，然后挑传大禁区内。你和特里激烈竞争，想要起跳的你被特里压住了胯轴的位置，没能彻底跳起来。最后虽然顶到了足球，但足球软绵无力的飞向切赫，被切赫没收。第69分钟，罗伯托卡洛斯在边路带球找位置传中，格雷米做出有效防守，将球踢出了边线。皇马获得了一个前场边线球。切尔西这边全员回归，给了接球球员很大的压力。卡洛斯一时间有点不知道该把足球抛给谁了，结果你跑了过来，意思是自己来扔。卡洛斯把足球留在原地，然后自己钻进去跑位置，这其实不太合理，因为你更高，又是前锋，不应该来发边线球的，不然就浪费了一个进攻球员。不少人都不理解你。卢森伯格更是在一旁吹胡子瞪眼，他的战术安排中可没有让你扔边线球这一栏。然而逐渐和你培养出了默契的齐达内看向你，眼珠子朝禁区内转了一下，齐达内心领神会，慢慢的靠近大禁区，寻找防守球员之间的空档。
切尔西的防守球员没有过于关注齐达内，因为齐达内的站位距离边线很远，都已经在大禁区右侧，而你发手抛球的位置是左路，除非你有盖世神力，不然不可能把足球扔到齐达内这边来，反倒是在朝你靠近的罗纳尔多极具威胁。你在试图给罗纳尔多、卡洛斯、飞哥等人扔手抛球后，突然后退2步，然后猛然发力，把足球扔向了大禁区方向。来自卡纳瓦罗的大力手抛球，罗纳尔多等人都懵了，你特么朝哪扔？你这是打算直接扔到对方球门里面吗？随即大家转头看向足球，我靠，足球直接飞到了大禁区后点，无人防守的齐达内强点起跳，光秃秃的脑袋一甩，犀牛望月，把足球顶向球门远角。切赫飞身扑救，但鞭长莫及，足球钻入网洞。齐达内伸出双手冲向你，总比分3比3。切尔西和皇马各自有1颗客场进球，所以他们彻彻底底的打平了，胜利的天秤回到了起点。穆里尼奥的表情非常难看，球队在大优的局面下竟然连丢2球，这对他而言简直就是犯了死罪。他们最擅长的明明就是防守。随即穆里尼奥看向了被齐达内紧紧抱住的你，一球一助，这个存在感极弱的家伙参与了皇马的全部进球，他俨然成为了皇马破局的关键。特里，防住他，给我盯死他！穆里尼奥把球队队长特里叫到了身边，指着你道，只要他一进入危险区域，你就贴住他，不要给他留下控球的空间。他的脚下技术不行，你保持侵略性防守的话，他连球都拿不住。特里点了点头，然后问道，那他去边路之后，我还要跟出去吗？穆里尼奥稍作思考后摇了摇头，他速度慢，脚法差，靠着身体和头球在中路还能做一些策应的活，偶尔能够偷到1-2次攻门的机会，但是在边路他就是一个废人，你不用跟出去，让球队的边后卫正常防守就可以了。特里领命，随后回到球队，跟队友传达本次会议上领导提出的相关要求，而卢森伯格脸色同样阴沉似水，这就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比分扳平，现在不正是应该激情庆祝、打鸡血的时候吗？不过皇马的球员是能明白的，换谷地是你提出来的，你来罚手抛球更是卢森伯格不允许的。结果第72分钟，上谷地的反噬出现了，谷地习惯性的站到了他属于的中场位置，这对于一个右后卫而言站位过于靠前了，而且他还在接球后尝试了一脚中路直塞，腰刀，就说这个腰吧，谁也控制不了，包括他自己。而马克莱莱这一次成功拦截了这一柄腰刀，然后直接发起反击，达夫接球直接高速带球，谷地扑向达夫，但达夫微微变向，把足球踢向前方，直接起速生吃了谷地。萨穆埃尔不得不出击补防，达夫直接送出直塞，德罗巴杀入大禁区内，被赫尔格拉连拉带拽倒地。主裁判一边响哨一边冲了过来，然后在皇马球迷们的一片嘘声中直接掏出了一张黄牌，并且手指点球点，黄点套餐。德罗巴这才满脸痛苦的从草坪上站起来，随后兰帕德站出来主罚这颗点球，砰，一脚干净利落的抽射，卡西利亚斯判断对了方向，但却慢了一步，双方总比分4比3。但请注意，对切尔西来说这是一颗客场进球，皇马想要获胜必须要打进2颗进球，考虑到切尔西的防守能力和比赛时间，这颗点球几乎杀死了比赛。卢森伯格知道大事难为，大手一挥让劳尔和欧文在场边热身。第75分钟，你在越位位置头球回左，罗纳尔多跟进一脚打门，足球飞上了看台，有失水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罗纳尔多在完成射门后坐在地上捂住了膝盖。皇马的球迷们愣住了，这么悬的吗？老天都不让换根手。很快队医打出了换人的手势，卢森伯格的面色非常难看，皇马需要进球，但他们最强的进球手却要被换下。卢森伯格的助理立刻联系第4官员，修改了换人名额，欧文原本要换下你，但现在只能换下罗纳尔多了，而劳尔则换下了今天发挥还不错的飞哥。随着劳尔的上场，你跑到了劳尔身边，把自己手臂上的队长袖标摘下来给劳尔戴上，现场也因此响起了掌声，你对劳尔这位队长给足了尊重。第81分钟，切尔西也进行了换人，后腰迪亚哥门德斯换下了德罗巴。此时此刻，切尔西这边有5个后卫、5个中场、0个前锋，就问你绝不绝？解说员都震惊了，太难看了。你倒是在切尔西彻底摆大巴这件事上没太多关注，因为这个时候系统的声音突然在你脑海中响起，叮，你激活了齐达内早期的球场视野特效全神贯注，10分钟内视野提高至10级，你眼前一亮，视野格局进一步扩大。你很少激活全神贯注这个特效，因为你大部分比赛都是替补登场，首发的时候又尽可能的在越位位置躲避队友传球，所以你的传接球次数基本上不可能满足激活要求。但今天切尔西全面蹲坑，你完全没有越位的机会，参与了大量传接球。本来你觉得8级视野和10级应该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用过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回不去了，这种脑后长眼的感觉真的太好了，而且清晰度也完全不一样。第86分钟，完全适应了10级带来的快感的你敏锐的发现到了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你回撤到中场，突然对迪亚哥门德斯发起了逼抢，并且招呼兄弟们一起上。齐达内、劳尔、谷地等人当时就过来了，门德斯的传球选择瞬间被压缩，他只能横传找回撤的兰帕德，但他刚刚传完，你就像料到了他的传球一样，直接转身无缝扑向兰帕德，兰帕德甚至都没办法不停球回转，他只能让球过去，然后用自己的身体扛住你，但他只扛住了1秒钟。当他准备拨球摆脱的时候，你突然倒地放铲，卡纳瓦罗的飞铲激活，砰！你不仅铲球，而且这还是一个铲流球，直接把足球牢牢地控在脚下，而兰帕德一个翻身摔了出去，周围的切尔西球员都在第一时间高举双手投诉你犯规了，但主裁判却不为所动，他距离很近看得非常清楚，砰！你把足球传给了旁边的谷地，然后自己启动前插，谷地则传球找贝克汉姆，贝克汉姆稍微带球2步当即出球给你，你在边路获得良机无人防守，加拉斯在防守没有足球的贝克汉姆和防守有球的你中选择了前者，因为你在边路是不具备威胁的，而一旦你回传贝克汉姆，小贝的圆月弯刀可是会要人命的，砰！你一脚传中竟然像模像样，特里看着足球的弧线人都傻了，说好的根硕不会传中呢？一旁的穆里尼奥也仿佛见了鬼，他一个支点大中锋，有事没事练传中干什么？自己传自己顶吗？大禁区
去后点，皇马的左后卫罗伯托卡洛斯突然杀出，球到人到，卡洛斯足有腰围粗的左大腿抡起来就是一脚爆射，唰，足球从近角飞入切尔西球门，4比4，皇马只差一颗球了，还是没有庆祝。皇马全员回到本方半场。第90分钟，场边出现了补时牌，3分钟，一个很常规的补时时间，这对皇马不是很利。卢森伯格去找第4裁判投诉，但最后吃到了一张黄牌。第92分钟，切尔西成功防守获得球权，特里本想大脚解围，但你直接在他身前跳了起来。特里生怕足球踢在你身上，然后弹回自家禁区横生变鼓，出于保险，特里收脚拨球回传切赫。然而你在落地之后，明明没有看到特里的回传，却在第一时间冲向足球，你预判了特里的行为，足球冲向切赫，你也冲向切赫，足球要快不少，切赫可以一个大脚把足球开出去，但因为没有太多大脚角度，开出去后多半要给皇马一个前场边线球，所以切赫也摆腿一个假动作，扣球反方向拨球，切赫这一波直接把你晃开了。然后就在他准备再次回传特里的时候，切赫一个假动作将你晃开后，准备再次回传特里，可刚抬头就看见特里惊恐的表情，切赫意识到了什么，但来不及了，他已经踢到了足球，砰砰，2次碰撞的声音随即传来，只见足球飞入了切赫身后的切尔西球门中，现场一片沉默，大家都没搞懂是怎么回事。慢镜头中，刚刚被晃开的你转身发力迈步，飞铲一气呵成，灵活的吓人。切赫踢出去的足球撞在你的脚上弹了回去，你从地上爬了起来，冲向角旗区，你挥舞着双手高高跃起，180度转身后，如同天神一般从天而降，一声巨响唤醒了沉睡的白色巨龙，伯纳乌球场瞬间炸裂，双方总比分5比4，皇马逆转了比分，现场已经彻底沸腾了，不仅仅是球迷，就连球员们也都疯狂了。皇马的球员们把你抬了起来，抛向了半空，皇马所有人都在庆祝，切尔西球员甚至都没有在第一时间阻止皇马的庆祝，虽然比赛还有一点点时间，但他们很清楚他们没有机会了。切尔西重新开球，随着兰帕德远射打飞，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皇家马德里淘汰切尔西，挺进欧冠4强。穆里尼奥失魂落魄地站在场边，死死地瞪着你，太邪门了，这个家伙的视野比摄像机还要好。比赛的结果在第一时间飞向全世界体育媒体的头版头条中，皇马绝杀切尔西，拿到了欧冠4强的最后一张门票。AC 米兰、利物浦、埃因霍温、皇家马德里，欧冠4强出炉，和赛季前媒体预测的4强相差甚远，这个太子真的点。皇马根硕2传2射，以一己之力击败欧冠神帅穆里尼奥，绝杀之王。根硕是本赛季皇马队内打入绝杀球最多的球员，换人也有根硕参与。据知情人透露，皇马中场换上古蒂的思路来自于根硕的建议。劳尔，换上古蒂确实一个会引起争议的决定，但我们100%支持根硕，而事实也证明根硕是对的。赛后，切尔西的球员们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德罗巴说道：“我们失误了，我们以为最大的对手会是罗纳尔多或者齐达内，但没想到其实是根硕，他改变了比赛的进程，他是一个可以决定比赛的球员。”马克莱莱说道：“我在根硕身上看到了和我类似的特性，他的防守是不错的，难道他以前踢的是后腰或者中后卫吗？他的铲球非常犀利，我们在这上面吃了大亏。”兰帕德也摇着头说道：“这非常不可思议，根硕是这场比赛当之无愧的 MVP， 我很难想象这样的球员竟然才19岁。”切尔西的球员们确实被打服了。你在球场上的表现让马克莱莱想起了自己的皇马岁月，你获得了时刻卡马克莱莱2002。你在球场上拼搏的精神和飞铲让德罗巴忌惮，他认为自己即便是在野蛮冲撞的情况下，也未必能够忽略你的防守。你获得了德罗巴的野蛮冲撞。德罗巴野蛮冲撞巨星级技能，魔兽德罗巴的身体素质从来都是前锋球员中的天花板，他也非常擅长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开发出了野蛮冲撞这样的独特技巧。你的强壮、脚下力量、控球、进攻意识得到提升，冲撞期间有几率激活远射加成。你在大禁区外射门能力得到提升，有较小几率激活冲撞免疫，你将完全不受对方冲撞的影响。你收到了来自切尔西的祝福。马克莱莱和德罗巴都是实诚人，兰帕德就不太行，嘴里说你不错不错，也不整个技能啥的。马克莱莱的时刻卡稍微有点鸡肋，毕竟你是一个前锋，踢后腰这辈子都是不可能踢后腰的。德罗巴的野蛮冲撞就很给力了，这个技能直接激活了你的脚下力量，一出来就是70点，也算是很不错了。这个属性是你之后要重点去训练的，包括暴力美学、任意球、射门，这些都和脚下力量息息相关。如果脚下力量不够，不仅发挥不出射门水准，也会导致脚腕、膝盖、大腿等地方频繁受伤。另外，强壮属性+2，目前高达85，是你最霸道的个人能力了。控球+2，达到了75，进攻意识+1，目前是78。这些属性虽然都珍贵，但在这个技能面前那还是要逊色一些的。这个技能变态就变态它的2个特效，一个是远射加成，一个是冲撞免疫，岂不是无敌？这德罗巴 YYDS。4月17日，西甲第32轮，刚刚历经大战的皇马派出了半主力阵容，包括轻伤的罗纳尔多、身体状态不佳的你等好几位主力没有进入大名单。不过皇马的其他球员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尤其是飞哥，他在客场上演传射，帮助球队2比0击败了莱万特。至此，皇马以3分之差落后于巴萨，排在西甲第2，而他们和第3名分差超过了10分。理论上，今年的西甲冠军会在巴萨和皇马中诞生。这时候就不得不说西甲官方对赛事的安排有多精妙了。下一轮，皇马将在主场迎战巴萨，这就是决定本赛季西甲冠军的比赛了。皇马如果输球，和巴萨就差了6分，6轮6分，巴萨基本上稳了。皇马如果赢球，那双方的积分就打平，接下来就真的是谁都有可能走到最后了。关于这场比赛，大家认为对皇马来说是更难的。马卡报，皇马到了真正做决定的时候，欧冠还是联赛？阿斯报，西班牙国家德比后3天，皇马就要迎来欧冠半决赛首回合，2场硬仗，皇马如何抉择？
泰晤士报从球员的伤病史和年龄来看，皇马不具备连打2场硬仗的条件。每日体育报，巴萨在联赛内的统治力明显更强，皇马此前被巴萨血洗，这一轮赢球的几率很小，不如尝试在欧冠上取得突破。巴萨系的媒体明示暗示，就是在让皇马放弃下一轮的西班牙国家德比。不过英格兰媒体倒是很希望皇马和巴萨死磕，因为皇马在欧冠半决赛的对手是来自英超的利物浦，而皇马这边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从高层到教练组到球队，大家的意见都不太相同。队内会议上，卡洛斯侃侃而谈，我们当然应该都到了最后阶段了，我们怎么能够在这种时候放弃？我们完全有能力赢得这2座奖杯，我们有多久没有取得双冠王了？现在是时候了，兄弟们！卡洛斯的演讲让个别球员很激动，当然也有更多的球员没有太大回应。卡洛斯对这种响应并不满意，他看向了劳尔，这很冒险，因为这是逼宫了。就在气氛要陷入尴尬时，你开口了，我觉得不太妥当。卡洛斯眉头一跳，他下意识地觉得自己的呼吸变得困难了一些，就好像有人扼住了他的咽喉。随即你起身继续说道，单纯的喊口号当然没问题，但我们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从上赛季开始，我们就有不少球员受到伤病的困扰，现在已经到了最后时刻。这个时候但凡有任何人受伤，可能都没办法在本赛季继续为球队出力了。联赛还有6场，而且我们还是追赶巴萨的一方。实话实说，我觉得机会渺茫，欧冠则只剩下最后3场，所有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从投入上来说，欧冠显然是更好的选择，从收益上说，欧冠也比联赛冠军更加重要。你意思很明显，放弃联赛，争夺欧冠。卡洛斯讪笑了一下，也不敢发怒。可问题是下一轮比赛我们的对手是巴萨，这由不得我。我们全力以赴的话，就算输了，只要场面不太被动，球迷们就不会说什么。但如果我们轮换，从而导致输球，球迷不会放过我们的。卡洛斯说的也是很现实的问题，道理大家都懂，问题是实话总是不那么好听，球迷也并不都是理智的。敢在西班牙国家德比的面前放弃比赛，这需要巨大的勇气，也需要有人能够背起这口巨大的锅。不少人看向了你，因为这既然是你提出来的，那有种你来背这口黑锅呀。如果大家同意，对外可以说这是我争取来的结果。你开口了，这锅你真可以背。一旁的劳尔、齐达内、飞哥、贝克汉姆包括卡洛斯都愣住了，跟说这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古蒂出声提醒你，意思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没事，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看了看众人目光清澈的道，但作为球队的第4队长，我有义务也有责任这么做，所以我希望大家慎重思考，我们是为了现在的风光，而置球队于2大皆空的险境。只要大家做出了决定，我可以帮大家兜底。有问题，球迷可以找我，球队也可以找我，我给大家1分钟思考时间，1分钟后我们投票，到时候支持全力备战欧冠的人可以举手。你说完，整个更衣室的气氛都凝重了。博尔哈这些年轻球员甚至觉得呼吸都有些困难。正当不少人在犹豫的时候，齐达内举起了手，这根本不需要思考，球队和我们自身的状态，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清楚。我支持根硕的意见，全力争欧冠。下一刻，飞哥举手支持，很快贝克汉姆、欧文等国际派的巨星一个个的举起了手来。劳尔叹了一口气，虽然球迷们可能会很失望，但我相信当我们捧起欧冠奖杯的时候，所有人都会释怀。不过就算我们在欧冠中失利，就算球迷不理解我们，至少我们努力了。作为球队队长，这个提议到时候就算是我的吧。卡洛斯瞳孔一缩，劳尔不仅赞成你，甚至还准备帮你背锅。卢森伯格说劳尔会和根硕有矛盾，但现在看来似乎有点不对劲的样子。不，你连连摇头。劳尔，你可不能跟我这个小年轻抢功劳，我好不容易要出风头，你作为前辈可不行摘桃子。劳尔自己都愣住了，你这是不希望他来背锅？这家伙，劳尔点了点头，眼眶都红了。有根硕这样的领袖在，他们这些老人肯定会被善待的，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劳尔已经下定了主意，如果球队真的失败，真的需要一个罪人，他会替你背锅，然后送你上位的。劳尔一表态，古蒂、赫尔格拉、萨尔加多、卡西利亚斯、索拉里等等西班牙本土帮的球员纷纷举手。卡洛斯看着美洲帮兄弟们渴望的眼神，压力很大，他只能开口道，我没意见。随后美洲帮的球员们纷纷举手，皇马一线队全票通过了全力争夺欧冠的方案，由队长劳尔亲自把这个方案递交给教练组。一般来说，这种全队通过的方案，即便是俱乐部都会非常尊重。然而卢森伯格带领的教练组却和球员们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定，这是不可能的。劳尔，我们不可能放弃西班牙国家德比。卢森伯格气愤地表示，你让我怎么跟媒体和球迷说？我们向巴塞罗那认输，我们投降。弗洛伦蒂诺为了皇马的形象花了几亿欧，你们这一投降，对皇马的形象打击有多大你不知道。别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劳尔，球队目标、轮换安排、比赛名单，这些是教练组的工作，你们作为球员，好好的在球场上踢球就行了，明白吗？劳尔点了点头，我明白了，请你放心，我们会全力以赴的对待每一场比赛。卢森伯格笑着点了点头，但是劳尔补充道，如果球队的成绩不理想，我不会让球队内的任何一名球员为此背锅，做出决定的人要为这个赛季的一切成败负责。砰！劳尔摔门而去，卢森伯格却在错愕后面红耳赤，猖狂！皇马的球员太猖狂了。当劳尔跟球员们说了教练组的决定，并且让大家按照教练组的要求来之后，不少球员都有些意兴阑珊。果然，球员在球队内的地位是最低的。训练场旁边，几位大佬坐在一起，飞哥叹了口气，要不要去安慰一下根硕？他现在应该很低落吧？贝克汉姆点了点头，是啊，这太让人挫败了。噗嗤！齐达内在一旁绷不住的笑了，不是吧？你们认为根硕会挫败？他赢妈了好吗？如果计划真的按照根硕提出的那样进行，你们难道真的有把握拿到欧冠冠军吗？很难的，对吧？而一旦没有拿到，根硕就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会被球迷们打入18层地狱。就算我们真的做到了，那弗洛伦蒂诺、卢森伯格、卡洛斯，甚至是劳尔，你我们大家都会成为功臣，我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分走属于根硕的
的功劳，他的收益并没有大家想象的大。但现在他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却已经在某一次会议上成为了主导者。他已经行使了一次领袖的权柄，他在队内的威望得到了巨大的增长。下一次再有类似的事情，他站出来振臂一呼，你信不信大部分人会直接赞成？飞哥等人一愣，好像确实是这样。大家转头看向训练场上正在进行射门训练的你，这小子，当然了，你承认从一开始你就知道球队是不可能放弃死磕巴萨的，你知道自己的提议一定会被否决，无论有多少球员同意，卢森伯格也不会同意，卢森伯格同意，弗洛伦蒂诺也不会同意，弗洛伦蒂诺同意，球迷、媒体也不会同意。卢森伯格在一系列操作后，终归还是上当了。事实上，他直接把球队的意见报给弗洛伦蒂诺是最好的选择，这样将来背锅的就不是他了。但他为了维护自己在弗洛伦蒂诺那边的名帅形象，为了展现自己对球队的统治力，直接把问题打了回去。这样一来，一旦皇马在联赛中有什么闪失，他再怎么也得挨一记大过处分。卢森伯格的自信让皇马再次登上欧洲各大足球媒体的头条。重磅！卢森伯格豪迈宣言，皇马不会放弃欧冠和联赛中的任何一个。名帅底气，皇马风范。面对记者的尖酸提问，卢森伯格回复为什么不都要呢？90%的皇马球迷对卢森伯格的发言表示满意，大家认为这才是皇马，而弗洛伦蒂诺也对卢森伯格的信心表示满意，这就是他想要的皇马。4月23日，西甲第33轮，皇马 vs 巴塞罗那，西班牙国家德比即将打响，德比火爆来袭，今夜注定无眠。4月23日，西甲第33轮，皇马 vs 巴塞罗那的天王山之战打响，伯纳乌球场座无虚席，哪怕是球场外都有无数皇马球迷围着，整个马德里成为了白色的海洋。早前，巴萨公布了他们的首发大名单，前锋罗纳尔迪尼奥、埃托奥、梅西，中场哈维、马尔克斯、伊涅斯塔，后卫范布隆克、霍斯特、普约尔、奥格列、贝莱蒂，门将巴尔德斯。因为萨维奥拉受伤的原因，一线队小将梅西得到了这次国家德比的首发机会，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认可。当然，他因此背负的压力也很大，因为媒体总是把伊涅斯塔和梅西拿去跟你做比较。赛前，巴萨队长普约尔也代表球员们接受了采访。当记者问到，因为根硕的出现，人们都说皇马青训比巴萨青训更优秀，你怎么认为呢？普约尔毫不留情面说道，根硕是一个缺乏技术的球员，他在拉玛西亚甚至都进不了青训梯队。记者也不嫌事大，接着问道，同为前锋，你认为根硕和梅西谁更强？普约尔直言，毫无疑问是梅西，梅西是世界上最有天赋的前锋之一，而根硕是世界上最没有天赋的球员。记者内心早已狂喜不已，这句是爆点啊！你对本场比赛有什么预期吗？普约尔自信道，当然，我们会再一次零封皇马，让他们重温3-0的痛苦。很快，记者就把普约尔的话传到了正在接受采访的尼尔中，因为皇马这边接受采访的赫然是佩戴队长袖标的劳尔，今天会坐在替补席。面对普约尔的质疑，你笑着说道，巴萨的青训很优秀，他们有哈维，有伊涅斯塔，有梅西，但抱歉的是，他们加起来比得上我吗？或者换个说法，他们帮助巴萨进入欧冠4强了吗？来自加泰记者当场自闭，所有记者都知道，你本赛季已经3次力挽狂澜了，3次啊！没有你，皇马搞不好欧冠小组赛就直接回家了。你接着说道，至于我和梅西之间，因为类型的不同，确实没什么好比较的，但同样的，我认为普约尔的表达依旧有问题。梅西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天赋的球员之一。闻言，不少记者都皱起了眉头。根硕该不会说他的天赋比梅西高吧？有一说一，梅西本赛季还没有坐稳巴萨的主力位置，但他表现出来的球感、盘带、灵性是所有媒体都认可的。而你在这方面还真的没办法和梅西比。就在记者疑惑之时，你的声音再次响起，因为在我看来，梅西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天赋的球员，没有之一。这全场记者都懵住了，这评价离谱了吧？记者赶忙问道，根硕，你这样会不会有点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了？还是说皇马已经提前认输了？闻言，你摇了摇头，天赋是天赋，实力是实力。我承认梅西的天赋，并不代表我看好他当前的实力。我相信他未来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但在那之前，他恐怕得在我的阴影之下一点点的进步才行。没有人看好我的天赋，但我就是踢出了那些不可思议的比赛。这就是足球，足球不仅仅是属于有天赋的球员，也可以属于我这样没有天赋但更努力的球员。哗啦啦，现场掌声不断，你正在散发属于你的人格魅力，时时刻刻。至于普约尔说的零封皇马，我只希望当我在他头上进球的时候，他不要吓得尿裤子。你和普约尔的赛前采访瞬间引起网上震荡。卧槽，根硕好勇，敢死巴萨！根硕太不自量力了，本赛季的巴萨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巴萨，现在是钮祜禄巴萨。呵呵，上赛季根硕在你小巴萨面前拿帽子戏法，事情忘了吗？皇马也就剩嘴硬了。呵呵，拳头也硬，要不要来试试？一达7还记得不？双方的球迷在网络上唇枪舌剑，打得火热，一直到比赛开始。今天是皇马的主场，首发是门将卡西利亚斯，四后卫卡洛斯、萨穆埃尔、赫尔格拉、布拉沃，菱形中场齐达内、格雷夫森、飞哥、贝克汉姆，前锋罗纳尔多和你。因为这场西班牙国家德比还没开始就已经充满了火药味，双方列队进入球场之后要相互握手，但当你经过普约尔的时候，普约尔却没有伸手，而你已经伸手了，这能忍？你后面的飞哥一时不察撞到了你身上，然后整个队列都停止，而之前走过去的齐达内也转身看向了这边，只见你的右手依旧保持握手姿势，整个人就站在普约尔身前一动不动，两人视线交错，仿佛有火花四溅，双方球员都看了过来。操，你他妈什么意思？赫尔格拉直接在后面开口，嘿，你放尊重点。哈维
维和赫尔格拉拌嘴。这里是伯纳乌，给我收起你们的嚣张气焰。卡西利亚斯开口，怎么要干架吗？埃托奥疯狂挑事，他最喜欢干皇马。嘘嘘嘘！伯纳乌瞬间被点燃，球迷们开始发出漫天的嘘声，现场眼看着就要失控，主裁判赶紧走过来控制事态。但问题在于，你什么都没做，因此主裁判只能看向普约尔，他的眼神在告诉普约尔，别让我在比赛开始前就给你黄牌。普约尔最终不甘心的伸手和你碰了一下，他没想到你会用这种方式，太贱了！你嘴角微微扬起，露出了嘲讽式的笑容，转身离开。普约尔整个脑袋都红了，羞辱、气愤、尊严、自卑，各种情绪夹杂，他恨不得杀了你。哗啦啦，现场响起了皇马球迷胜利般的欢呼声，他们开始整齐的呼喊你的名字，根硕，根硕，根硕！伯纳乌已然进入了庆祝模式，他们对这场比赛势在必得。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因为有握手冲突，双方一上来就踢得很猛，拳拳到肉了，可以说是。第3分钟，罗纳尔迪尼奥如同足球精灵般的连续控球，然后一脚回转，埃托奥在大禁区外一脚远射，不过前有封堵，侧有影响，埃托奥这一脚质量不高，直接打飞了。第4分钟，巴萨短时间内连续发动进攻，小将梅西在右路接伊涅斯塔传球后一脚传中，砰！萨穆埃尔抢先把足球顶出大禁区，成功解围。第6分钟，巴萨如同潮水般的进攻终于被赫尔格拉打断，赫尔格拉拦截了哈维的直塞传球，然后把足球传给卡洛斯，卡洛斯大脚长传前场的飞哥，飞哥脚下生风成功控制了足球，但可惜他的长途奔袭能力已然丧失，飞哥赶在被马尔克斯追上来之前一脚远射，巴尔德斯飞身扑救力保球门不失，贝克汉姆走向角旗区，他来主罚这颗角球，萨穆埃尔、布拉沃、赫尔格拉也都上来了，只有卡洛斯一个人留在中圈之后以防万一。你在禁区内明显感觉有人在挤你，一看果然是普约尔，那你也发力和普约尔挤，两个人就这样假装不看对方的眼神，风轻云淡的全力推搡对方，砰！贝克汉姆开出角球，足球划出一道精妙的弧线，原本在大禁区线附近依着普约尔的你突然朝前迈了2步，冲到了小禁区里面，普约尔见状连忙跟上脚步卡在你身前，可拔地而起的你几乎遮蔽了普约尔头顶的天空，高空压制激活，你几乎是以一个后仰的姿势点到了足球，砰！足球砸向球门，巴尔德斯反应很快，迅速做出扑救动作，但奈何手短了几厘米，足球擦着巴尔德斯的手指飞入球门，然后打在上侧边网上，掀起浪花，落地后的你直接从人群中钻了出去，冲向角旗区，你手指摇晃，然后纵身一跃飞上天空，仿佛在告诉球迷们全体都有。180度转身后，你轰然落下，全场跟着你一起喊了出来，苏尤！惊天动地的回声在球场回荡。这颗进球之后，皇马的士气就起来了，局面逐渐扭转，变成了5-5开，双方互有攻防。第11分钟，卡洛斯下底传中，齐达内后插上头球，攻门偏出。巴萨从前到后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那就是高度不够，尤其是刚刚加盟一线队的新生代球员们，才华绝对强，但哈维、伊涅斯塔、梅西3个人都是1.7米上下，中锋埃托奥1.79米，后卫普约尔1.78米，着实有硬伤。第23分钟，梅西接球后在右路连续假动作，最后拨球直接晃开了卡洛斯，砰！梅西送出一记凌厉的横传球，幸好萨穆埃尔注意力集中，飞身将足球解围。第29分钟，比赛的转折点出现，飞哥在一次战术任意球的进攻中被回来防守的埃托奥撞翻，猎豹埃托奥非常有拼劲，打皇马本身也来劲，下手下脚没轻没重，他也因此而吃到了黄牌。但问题是飞哥被埃托奥撞伤了，队医赶紧入场，但最后表示飞哥无法坚持比赛。皇马球员们得知这一消息后都露出了凝重的表情，因为飞哥的犀利过人以及和齐达内的交叉换位，是皇马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能够和巴萨在进攻上打得旗鼓相当的主要原因。飞哥下场后，皇马实力至少要锐减3成。随后劳尔出现在了场边，你第一时间把自己的队长袖标摘下来，主动给劳尔戴上。回到比赛，皇马果然开始变得被动，失去了飞哥，皇马没有办法串联中场和前场，只能被动打反击。第33分钟，卡洛斯用身体撞翻梅西，完成了一次有争议的抢断后传给齐达内，齐达内发挥了中场大师的顶尖水准，一脚直塞直接连线罗纳尔多，罗纳尔多带球杀入禁区后跌倒，主裁判示意并不犯规。上半场补时第1分钟，梅西再次在右路得球，他内切下底内切下底连续晃动，频率实在是太快了。卡洛斯本来就是小个子后卫，速度和灵活都是上乘，但梅西还是让他有些跟不上步伐。最终梅西再次内切成功甩开卡洛斯，砰！再把赫尔格拉拉出来后，梅西一脚到3角传球，罗纳尔迪尼奥拍马赶到，一脚劲射，唰！足球飞入皇马球门，1-1。罗纳尔迪尼奥联手小将梅西帮助球队扳平比分。在巴萨球员的庆祝声中，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进入更衣室。赫尔格拉注意到了上半场的梅西，那个小子好像很难防。同为阿根廷人的萨穆埃尔点头，是的，他是我这些年来见过的球感最变态的前锋，大家都认为他是下一个马拉多拉。卡洛斯颇有几分不服气，上半场我没注意吧，下半场我给他一点压力，他那小身板肯定受不了。你在一旁听着他们的谈话，发现卡洛斯并没有把梅西放在心上，于是出声提醒道，梅西强的不仅仅是球感、盘带、节奏，他的核心力量也很不错，如果要上身体的话，要防止他的突然变向。卡洛斯微微点头，但真的听进去了几分就不好说了。很快，下半场比赛开始，第48分钟，猎豹埃托奥发挥了他的优势，完成了一次前场抢断，随后他传球找到梅西，梅西接球后立刻开始摇摆，足球就像粘在他的脚下一样。原本想要上身体的卡洛斯根本没办法靠近梅西，因为一旦靠近，梅西就可以拨球起速生吃卡洛斯了。砰！果然，梅西突然起速，然后高速变向，又一次生吃卡洛斯内切成功。随即梅西在大禁区右侧位置一脚兜射，足球绕开了萨穆埃尔飞向球门远角。
卡西利亚斯鞭长莫及，但门框救了皇马一命，把梅西的射门挡了出去。梅西捂住自己的面颊，非常遗憾，但他的表演已然让整个伯纳乌在不知不觉中晋升了。第60分钟，罗纳尔迪尼奥一脚远射石破天惊，好在卡西利亚斯奋勇扑救挡出了这记射门。埃托奥第一时间补射，但奈何赫尔格拉给足了压力，埃托奥位置不好，免射之下足球飞向了看台，并未形成威胁。不过巴萨的攻势越来越猛。第73分钟，罗纳尔迪尼奥中路连续过掉了布拉沃和格雷夫森，赫尔格拉被迫出击，罗纳尔迪尼奥一脚横转，梅西无球内切，接球后就是油炸丸子躲过了卡洛斯的上抢带球杀向大禁区。卡洛斯在梅西身后紧追不舍，硬是凭着一股怒气追了上来，并且用身体撞击梅西。然而梅西却突然朝右拨球，右脚和卡洛斯奔跑前伸的腿交织在一起，而后栽倒在地。主裁判响哨，卡洛斯起来本来还想抱怨的，结果一看主裁判的手势，他当时就慌了。点球，主裁判判罚了点球。现场的球迷发出了巨大的嘘声，他们认为梅西是在假摔。卡洛斯也在找主裁判理论，他的情绪有点激动。黄牌，主裁判对卡洛斯出示了黄牌。萨摩埃尔赶紧拉住卡洛斯，卡洛斯真的上头。单从这场比赛的表现来看，梅西可以说彻底压制了卡洛斯。卡洛斯在防守端几乎不能给梅西带去任何压力，一次助攻加一次造点，梅西完虐卡洛斯。双方球员还在不断的喋喋不休，场面有些敏感。普约尔推搡了正在劝解双方的劳尔，见状你撞上去和普约尔发生了激烈冲突，球场升温，气氛越来越紧张，双方球员大规模的对峙。伯纳乌的看台上响起了球迷们的起哄声，打一架不打不是真男人，来来来，你们气氛一起来。巴萨球员们听到这些声音后，一个个脸色红得像猪肝一样。相反，皇马球员则逐渐冷静下来，然后露出了嘲讽的笑容。是啊，有种你们就动手，反正我们有根说。在皇马球迷的嘲讽下，干叫唤但又不敢动手的巴萨终于露怯了。大部分球员嚷嚷的也都不够自信了，唯独埃托奥这个暴脾气，冲出去就想要干你，但被身边的哈维一把按住。No， 别去，打不赢的。其他人赶紧把埃托奥控制下来。随后，在主裁判的介入下，皇马和巴萨球员都逐渐恢复了冷静。普约尔和你再一次受到了主裁判的严重口头警告。罗纳尔迪尼奥点球一蹴而就，2比1，罗纳尔迪尼奥完成梅开二度。现场为数不多的巴萨球迷高呼罗纳尔迪尼奥和梅西的名字，他们成为了伯纳乌的静音键。第78分钟，巴萨想要通过后场传导球消耗皇马的斗志，但皇马锋线3叉戟却勇猛的逼抢，就连罗纳尔多都身先士卒的参与了进来。毕竟比分落后，又冲突不断，谁也不想在主场输掉这样一场比赛。巴萨后场一时间有些吃紧，砰！你看准机会直接飞铲，普约尔一个趔趄连人带球被你放倒，巴萨球员们立刻举手示意你犯规了，但主裁判没有任何表示，你的铲球干净标准的就像卡纳瓦罗的铲球一样。巴萨大禁区前沿奥格列以牙还牙，冲着你也是一记飞铲，砰！你一脚挑传，然后被奥格列铲翻在地。下一刻，罗纳尔多杀入禁区持球直面巴尔德斯，巴尔德斯出击，罗纳尔多左右晃动，用出了他的终极必杀钟摆过人，巴尔德斯被晃翻在地，罗纳尔多随后推射空门，2比2。皇马在丢球后不到5分钟迅速扳回比分，整个球场立刻发出欢呼，外星人来了！巴尔德斯在罗纳尔多面前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当然，这颗进球有一半的功劳要算在为罗纳尔多送上助攻的根硕身上，可此时你没有加入庆祝行列，只见你还躺在大禁区外。皇马的队医立马进入了球场，不过还好，经过队医的就地检查和简单处理，你站了起来，表示没有大碍。而对你放铲的奥格列吃到了一张黄牌。巴萨人借题发挥质疑主裁判的判罚，表示是普约尔先被铲倒的，主裁判维持原判，再次表示你的铲球非常干净。随着时间和比赛的进程，随着比分的焦灼交替，双方球员的火气越来越大，动作也越来越大，主裁判真的一个头两个大了。这不，第81分钟，范布隆克霍斯特在左路下底传中后，埃托奥在小禁区内明知争顶无望的情况下，依旧跳起来冲撞已经抱住了足球的卡西利亚斯。当两人倒地后，埃托奥依旧保持对足球的拼抢，翻身压在卡西利亚斯身上，这引发了卡西利亚斯的不满，当时就把埃托奥掀开。埃托奥起身后也直接冲向卡西利亚斯，两个人瞬间就开干。好在双方队友都第一时间赶过来，辱骂对方的同时也在把自家球员往回拉。主裁判连续2张黄牌出示给了埃托奥和卡西利亚斯，强硬的控制住了局面。第83分钟，你回撤接应劳尔后再传球给劳尔，劳尔又再传球给你，你不停球再回传齐达内，齐达内一记过顶直塞直接给到大禁区中，罗纳尔多脚下生风杀入大禁区，不过因为奥格列的阻挡错过了足球的第一落点，足球高高弹起，罗纳尔多一边卡住奥格列一边等足球落下准备凌空射门，砰！普约尔过来和奥格列形成夹击，双轨拍门，罗纳尔多当时就倒在禁区内了，他原本准备凌空抽射的右腿被普约尔撞上，再加上他身后的奥格列，那真的有点，主裁判都不需要看就知道罗纳尔多肯定受伤了，他赶紧鸣哨示意队医入场。说起来难保，皇马最近几次和巴萨交手总是会有球员被巴萨踢伤，巴萨的球风真的是冰清玉洁啊。队医匆匆来袭，很快罗纳尔多痛苦的被抬上了担架，欧文则替补登场，要不是主裁判及时的判罚了黄点套餐，场面估计已经爆炸了。齐达内站在点球点前，10秒钟后，伯纳乌一片欢腾，齐达内的点球就是这么稳，3比2，皇马再次取得领先。巴萨现在被动了，不仅比分落后，2个中后卫现在都背着黄牌，比赛重新开始，留给巴萨的时间不多了。就在刚刚，齐达内利用一脚点球将场上比分改为3比2，皇马再次取得领先，留给巴萨扳平比分的时间，就算加上补时也不足10分钟。第85分钟，伊涅斯塔和梅西在右侧连续配合，齐达内、格雷夫森、卡洛斯等人接连逼抢，但都没能阻止两人。最终梅西一脚直塞，伊涅斯塔前插追上足球，但几乎是同时卡西利亚斯冲出来扑向足球，最终卡西利亚斯比
伊涅斯塔快了一丢丢。第88分钟，皇马发起了一次反击，卡洛斯带球杀过半场。别看他今天没防住梅西，但在进攻端，人家卡洛斯也是 bug 一般的存在。砰！卡洛斯下底传中，你在禁区内力压普约尔起跳，头球后侧，劳尔抢点射门，但因为过来的是半高球不好处理，没打上力。足球同样被巴尔德斯扑出。随后常规比赛时间结束，因为下半场的冲突、进球、伤病等等，补时时间有5分钟。皇马主教练卢森伯格自然认为这个时间多了，巴萨主教练里杰卡尔德则认为这个时间少了，然后两个人就都吃到了黄牌，让他们一天天逼逼叨的。第93分钟，哈维斜塞梅西，梅西接球后一个油炸丸子试图过掉回到了防守区域的贝克汉姆，结果被小贝放倒。巴萨获得了一个位置相当好的任意球，巴萨的任意球高手是很多的，这一点加大了皇马的防守难度。皇马这边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随后罗纳尔迪尼奥站出来主罚这颗任意球，但哈维站在了另一侧，搞不好是哈维来主罚。皇马这边几乎所有人都回来了。砰！罗纳尔迪尼奥跑过足球，另一旁的哈维一脚传中，把足球掉入皇马的大禁区内。战术任意球，皇马的人墙不可避免的被晃了一手。奥格列高高跃起抢到了第1点，头球攻门，但卡西利亚斯的表现超神，完美蓄力起跳将这颗球扑了出来。禁区内一片混乱，大家都在争抢，足球最终被萨穆埃尔一脚踢了出来，足球落到了外围的梅西脚下，梅西在大禁区外左脚一抬，齐达内和劳尔直接背手转身扭头，非常不情愿的试图封堵。这就是前场球员在被足球闷这件事上，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后卫用。然而梅西左脚一拉一个射门假动作，朝着左跑了一步的梅西再次抬脚，格雷夫森直接倒地铲堵，后排的萨穆埃尔也抬腿尝试封堵梅西其他的射门脚，但梅西脚下一点再次移动，又是假射。我的天啊，这梅西也太灵活了吧！连续2次假射之后，梅西走过的地方一片人仰马翻，而这一次他的前方再没有任何阻拦者，就连卡西利亚斯也在他第2次假射的时候移动了重心，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空档。砰！梅西射门，不是射门，这声音居然是你铲堵，你一脚直接把足球拨出好几米，然后推开身边的伊涅斯塔直接弹射了出去。伊涅斯塔消化完你的力道之后，你已经跑出几米开外了。哈维在旁边横向拦截，他的位置比较靠后。砰！你在靠近哈维后，一脚把足球踢出了10几米远。哈维瞳孔一缩，这特么的好快，你就像一台坦克一样，直接碾过了哈维，这是力量和速度上的双重胜利。这时罗纳尔迪尼奥也凭借超强爆发力跟了过来，他的爆发力绝对世界第一等，很快他就来到了你的前面，他试图抢断你，然而你突然一个脚后跟磕球变向，小罗哪里能料到带球磕磕绊绊的你能做出这种技术性过人动作，于是当你变向重新起速后，被晃出去的小罗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降速，转身爆发回追，这对肌肉的负荷太大了，他慢慢降速，然后转身再起速回追，这一磨蹭，回追的普约尔甚至都超过了小罗，成为了距离你最近的男人。你一路带球，确实磕磕绊绊，你的盘带能力并不高，你只能把足球尽可能的多踢出去一点，减少触球，这也导致巴尔德斯敢早早出击。就在巴尔德斯和你接近的时候，你突然抬脚做出了打门姿势，巴尔德斯当即下地，他有信心扑出你的射门，可下一秒你脚腕微微变向拨球，假射真突，连这都会。巴尔德斯吃惊之际再次快速起身扑向足球，不得不说你的假射水平真的菜。巴尔德斯成功把足球扑倒了，没办法，条件就是这么个条件。但糟糕的地方在于，巴尔德斯虽然把足球扑向了右侧，但你跌跌撞撞的并没有倒地，而是手脚并用的爬了起来冲向足球，只要追上就是一脚打空门。整体来说，过程是拙劣了点，但过掉门将的意图是达到了，这下没有人能够阻拦你了。砰！追上足球的你抬脚准备射门，但一股巨力从后面袭来，踢到了你的脚踝，然后压着你的脚踝撞到了足球，你如同一棵大树一般被人从后面骤然罚倒。操，是普约尔！你发誓普约尔没有任何的收力，最终足球还是如你所愿滚向了巴萨球门方向。尽管巴尔德斯奋力回追，足球越过了球门线，但凡普约尔用力小一点，这颗球搞不好都能被巴尔德斯追回来。随即一声惨叫在现场传开，所有人都懵了，根硕一定是重伤了，不然为什么会叫得这么惨？你听听这声音都变了。等等，这听起来不像根硕的声音的原因，有没有可能确实不是根硕叫的呢？镜头一转，正在回放刚才发生的一切，你准备射门，被普约尔从后面铲飞，这确实是冲人去的飞铲，慢镜头交代得很清楚。但问题在于你飞起来朝后倒下的时候，普约尔就在你的垂直阴影下，而你落下的时候下意识地架起了自己的左手手肘，然后用力往下砸，滴滴滴滴。主裁判不断响哨，先是示意进球有效，然后迅速让队医进入球场，因为他非常确定绝对有人受伤。草坪上，你蜷缩作一团，双手抱着自己的右脚脚踝，你没有夸张的左右翻滚，但从你的表情来看情况不容乐观。但当所有人看向旁边普约尔的时候都惊呆了，只见正面躺在地上的普约尔直接咳出了一口血，这所有人都颤了一下。另外，普约尔的右手以一种相当扭曲的姿态摆放着，正常人是摆不出这种角度的，除非骨折了。队医，梅西率先发现了这一点。巴萨那边本来以为是皇马要队医，所以主裁判示意队医入场的时候他们没反应，结果现在看样子普约尔也伤了，队医直接抬着担架过来，看到这个场景明显也懵，他没能撑住你，右手反而被你压骨折了。另外，你左手手肘撞击的也不是地面，而是砸在了普约尔胸口，从这个角度来看，普约尔胸口下陷的比较明显，估计肋骨也有骨折。普约尔好不容易被抬上了担架，主裁判却又追了上去，然后给无比痛苦的普约尔出示了红牌。说归说，闹归闹，别拿犯规开玩笑。普约尔躺在担架上，看着同样被担架抬走的你，他有预感你是故意的，那一肘子的力道绝对不是下意识的。视线交错，你突然用右手扶住自己的左手肘部，一脸痛苦的模样，你其实是在告诉普约尔，没错，我是故意的。比赛重新开始，球场上的气氛有些怪异，主裁判在斟酌了片刻后，连续响哨3次示意比赛结束。4比2，皇马成为了这一次西班牙
牙国家德比的获胜者。虽然按照补时来看大概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但双方都没心思踢球了，一场大战就此落幕。不过这场比赛对皇马来说是胜利，但谈不上赢家，因为他们锋线上的主要球员罗纳尔多和你先后伤退，而且从现场情况来看，两人的伤势都不算轻。那这样一来，皇马无论是在欧战还是在联赛中都非常难了。赛后，各种相关新闻依旧甚嚣尘上，全欧洲的球迷都对这场比赛的后续发展十分关注，因为这直接影响了西甲联赛冠军和欧冠半决赛的走势。普约尔的伤势是否严重到直接退役？罗纳尔多的膝盖现在是什么情况？你的右脚踝又能否继续坚持？一切都是未知数。很快，皇马官方就无奈地宣布，罗纳尔多膝盖受伤并引发了过去的伤势，他需要接受手术治疗，所以我们很遗憾地通知大家，罗纳尔多将无缘皇马本赛季接下来的全部比赛。皇马球迷的天塌了一半，罗纳尔多赛季报销了。奥格列，你不是人，太卑鄙了！普约尔应该被永久禁赛。上一次是这样，这一次还是这样，普约尔就是一个刽子手。很快，你的伤势鉴定报告也出来了，在你本人的要求下，这份报告写得非常详细，各种专业术语往上对，看不懂的就会觉得非常唬人。但其实也就是一个左手手肘软组织挫伤和右脚跟腱轻微撕裂，前一个压根就不能算是伤，你随便在哪磕一下、碰一下都是这个效果。而后者确实需要静养恢复，最近2、3场比赛肯定是没戏的，再快都要1个月，也不知道能不能赶上球队最后1、2场比赛。但你那时候就算付出意义也不大了，因为皇马最关键的欧冠就在几天之后。卢森伯格这一波作死，直接废掉了球队2个主力前锋，之后拿什么去打人家利物浦？此情此景，向来支持皇马的马卡报率先对卢森伯格开炮。克拉拉专栏，我们都知道球员更衣室的事情是不能轻易外传的，但是在本场西班牙国家德比之前，却有小道消息表示根硕曾希望球队能够放弃联赛，放弃和巴萨的对决。此言一出，超过40%的皇马球迷表示不会再支持根硕，给根硕的个人名誉造成了重大损失。我想请问，到底是谁泄露的消息？随着这个消息的传出，相关内容也越来越多，有人表示根硕利用自己第4队长的身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其他球员身上，要不是卢森伯格英明神武，皇马就要被巴萨羞辱了。那现在，我想请问卢森伯格，现在的局面，英明神武的你料想到了吗？既然有人爆出了皇马更衣室的消息，那我索性就把一切都公之于众，让大家来评判这件事情真正的对与错。当然，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如果此前爆料的人愿意出来道歉的话，我也会公布我获得信息的渠道。克拉拉在爆料之前维护了你一波，事实上，他的消息来源除了你也就没有其他了。他那一身奥特曼紧身战袍，把你拿捏得死死的，他真的太会了。克拉拉专栏，早在西班牙国家德比之前，皇马更衣室就举行了内部会议，卢森伯格为了自己的利益，明确提出希望球队在欧冠和联赛同时发力，但皇马队内普遍不认同这一观点，因为他们更加了解自己的状态，但也没有人愿意得罪卢森伯格。会议陷入了僵局，最后是根硕站出来为球员们发声，表示球队应该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最高，也是球迷们最渴望的欧冠上，为皇马赢得一座大耳朵杯。这一决定得到了皇马队内球员的全票通过。那些说根硕利用第4队长身份胁迫他人的，请动动脑子，根硕能胁迫谁？一个第4队长能胁迫谁？根硕是意见领袖，但这就是所有人的意见。而卢森伯格无视了球队的要求，为了取悦球迷，他让皇马双线作战，而结果就是现在这样。如果因为这一场比赛，皇马失去了欧冠，甚至也失去了联赛冠军，他能负得起这个责吗？克拉拉的发难掷地有声，皇马高层和教练组都非常被动。最后，卢森伯格站出来虚假的表示，球队对击败利物浦有信心。虽然失去了2个优秀球员，但皇马队内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秀球员。大部分皇马球迷这一次保持了理智，没有继续相信卢森伯格，而是准备看之后比赛的结果来决定到底该怎么做。对皇马而言，除了赢球，其余的都是坏消息。但还好巴萨那边也寄来了红色，分享喜悦。普约尔伤势出炉，右手骨折，胸口有2根肋骨骨折，伤势相当严重，预计本赛季报销。同时，西甲联赛也对普约尔的恶意飞铲进行了罚款和追加竞赛处罚，加上红牌本就有的1场竞赛，普约尔一共会被禁赛5场。当然，考虑到他的伤势，这个禁赛是无所谓的，但这个禁赛也相当于给事件定性，就是你普约尔错了，知道不？国内方面，你的名字迅速在国内球迷群体中流传，但就在这个关口，国内足球报在用头版头条报道这场西班牙国家德比的时候，却表达了对你的失望。足球报，普约尔控诉根硕故意肘击。作为一名海外华裔，根硕睚眦必报的性格令人遗憾，他败坏了中华民资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对此，我们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也仅代表全体民众，对巴塞罗那、对普约尔、对所有国外的足球友人致以诚挚的歉意。很快，就有一些足球圈的专业人士附和赞成足球报的观点。就在刚刚，国内媒体用头版头条表达了对你在西班牙国家德比中的行为很失望，很快便引起骂声一片。根硕这么一搞，以后国内球员想去西班牙踢球就难了，何止是西班牙，去欧洲踢球都难，都怪根硕，他其实压根就不是咱们自己人，结果还波及到了我们。他妈的，这个西班牙国籍的二狗子，老子讨厌他！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锅粥。你无法想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事儿放在以后，大部分人是很难理解足球报的态度以及这些附议者的思维的。但在这个年代，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态度不止一次的出现过。这一阶段，国内反思怪横行，很多人都以为谦逊能够换来友谊，认为这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但其实我们的传统美德早就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强大且谦逊，换来的是别人的尊敬；强大且无礼，换来的是别人的遵命；弱小且无礼，换来的是别人的忌惮；弱小且谦逊，换来的是别人的轻视。在野蛮的米国社会，第3点是下城区很多人赖以生存的法宝，而在这一阶段的国内，第4点被很多人有意无意的奉为圭臬。眼看着你开始被一些不明就里的民众批判，一位来自庄台的足球评论员贺伟坐不住了，他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力挺你。我认为根硕的行为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要反思，应该是主动伤人的普约尔反思。根硕是受害者，他
并不是过错方。如果非要从根硕扯到我们的球员之后很难走向世界，那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能一边说根硕不是自己人，一边又认为他影响了我们。讨伐根硕的人逻辑是自我冲突的。我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根硕这样的海外爱国华裔更多的包容和理解，而不是给真正的伤害我们的外国人更多包容和理解。当然看不下去的还有体育周报特刊，全版面都是你的专访内容。首页大标题是他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副标题是西班牙第一美女记者克拉拉，根硕是我的足球初恋。副标题是根硕，私下里我并不强硬，但在公共场合我绝不能软弱，因为我肩负13亿人的尊严。他的基本功不算好，身体天赋也不优秀，在皇马生存得很勉强，但他刻苦训练的态度为他赢得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而就是那一次机会，替补登场的根硕帮助皇马赢得了西班牙国王杯。他每一次出现在球场上，几乎都能给球队带来进球或者助攻。他十分笨拙，一场比赛的越位次数比一些前锋一个赛季的越位次数都还要多，但也正是因为他不懈的奔跑，他才能一次次的超越自己，打出那些令人震撼的比赛。梅开二度，帽子戏法，致命助攻，绝杀进球，他近乎于无所不能。他以凡人之躯在巨星云集的皇家马德里占据了一席之地，比肩神明。很多看到体育周报的球迷都被感动了，真的假的？根硕这么励志的吗？之前有媒体说他花钱进的皇马青训，我还以为他是玩票的，看来欧洲青训确实有可取之处啊。根硕这种天赋在国内就只能去工地搬砖了吧？老天爱笨小孩，根硕的刻苦是我们民族特有的精神品质，这波我站根硕。足球初恋，克拉拉说了，不仅仅是他，根硕是马德里所有少女的理想男友。周五国内足球迷最期待的足球节目《地上足球》开播，而这一期《地上足球》的标题为我本软弱，奈何坚强。节目引用了你接受当时初出茅庐的一个小记者詹俊在西班牙专访时的视频资料。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各方面都很普通，我会怕，我会担心，我希望避开一些不好的事情。虽然我有西班牙国籍，但从小我遭遇的一切让我知道我的根在哪里，这是任何纸质文件永远也改变不了的。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脾气，我很好说话，齐达内、劳尔、飞哥、贝克汉姆、古蒂、卡西利亚斯他们都知道，但在公共场合我必须十分强硬，我必须让一切轻视、挑衅、侮辱、伤害我的人知道我很不好惹，这可能会给我自己带来麻烦，带来争议，带来无数困难，但我没有后退的余地，因为我每退后一步就意味着我身后有13亿人会因此而退后一步，我被轻视一次就意味着我身后有13亿人会被轻视一次。国外和国内的一些理念是不同的，我在这里生活了接近20年，我了解这里的一切，我必须要用真正正确的方式捍卫我身后13亿人的尊严，即便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可能不会理解。随后画面一切变成了齐达内，看电视的球迷们无比激动，这可是齐达内，这可是金球先生和世界足球先生。邦之尔，嘿，齐祖，你打断了齐达内，这是给中国球迷的访谈，你认为他们听得懂法语吗？最起码你和他们打招呼应该用中文吧？齐达内笑了笑，你好，我是齐达内。詹俊惊喜笑道，想不到你会中文，我还以为你会现场学几句呢。齐达内摊手用法语流畅地说道，根硕是一个语言天才，他精通多种语言，他能和队内每一个球员用对方的家乡话交流，但他最常说的是中文，中文非常有感染力。皇马现在很多球员都会用中文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詹俊面露喜色，真的吗？请问是那几句呢？齐达内又拽中文，卧槽，傻 X， 草泥马，一套素质3连。詹俊面色逐渐僵硬，然后竖起了大拇指，地道，很开心，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齐达内随后用法语表示，根硕非常的和善，他是队内的粘合剂，皇马的团结离不开他。齐达内的采访内容也不多，他其实是来看望你的，结果没想到被抓壮丁了。这一晚看完地上足球之后，无数国内球迷也不能寐。这一晚很多人对你有了新的认识，这一晚你成为了不少国内球迷的足球偶像。4月27日，欧冠半决赛首回合，皇马在主场迎来了英超豪门利物浦。经过90分钟的鏖战，双方战成1比1平。齐达内在飞哥的助攻下打入了全队唯一进球。赛后，无论是球员、球迷还是卢森伯格，都对这场比赛不满意。卢森伯格更是批评了首发前锋劳尔和欧文，认为他们没能肩负起前锋的责任。劳尔和欧文一肚子气，有种你给我们一个根硕看看，老子给你踢出个帽子戏法来都有可能。同样的，罗纳尔多来了，我们给罗纳尔多喂一个帽子戏法也是有可能的。但人呢，还不都是你糟蹋了吗？4月30日，西甲第34轮联赛，皇马客场挑战皇家社会。这一次，飞哥和劳尔先后破门，帮助球队2比0战胜对手。不过，巴萨同样击败了对手，两支球队目前在积分榜上同分。按照西甲的规则，要比拼净胜球，而巴萨比皇马多了不少，所以皇马屈居第2。5月4日，皇马欧冠生死战到来，比赛在安菲尔德打响。上半场，杰拉德一记远射为利物浦拔得头筹。下半场，哈维阿隆索边路传中制造了萨穆埃尔手球，杰拉德点射破门，梅开2度杀死比赛。最终，利物浦踩着皇马杀入了欧冠决赛。而现场球迷则给欧文送去了巨大的嘘声，因为欧文去年从利物浦离开，加盟皇马的时候，表示他希望去更有欧冠竞争力的球队，结果转过身，利物浦淘汰了皇马，欧文别提多难受了。关键他在皇马也并没有获得绝对主力的位置，这要是还在利物浦，地位、战绩、数据这些估计他都不差。利物浦真要是欧冠夺冠，欧文搞不好能再拿一次金球奖，那历史地位就截然不同了。可惜欧文早去了皇马1年啊，有时候这就是命。当皇马的飞机飞回马德里机场后，周围的皇马球迷们纷纷打出横幅，卢森伯格下课，卢森伯格是罪人。
贪婪让皇马失去了一切。卢森伯格为了他自己的许诺，牺牲了整支球队的前途。卢森伯格无比狼狈，媒体随后也找到了你，想要听听你会怎么抨击卢森伯格。可你的发言却格外有大局观，虽然失去了欧冠，让人难以接受，但我们不得不接受。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和巴萨的争冠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我们必须得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去应对比赛。下一场联赛，皇马需要胜利，而且是一场大胜。我们要为联赛冠军而战，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球员，让他们感受到你们的力量。你的发言被皇马官方网站采纳，放在了头版头条。显然，弗洛伦蒂诺对如此拥有格局和大局观的你非常满意，这就对了嘛。卢森伯格的路线错误，所有人都看到了，秋后算账就行。但这个时候真要是去攻击卢森伯格，球队为了之后的比赛也会想办法压下这些攻击，这不就让卢森伯格借势了吗？你就看懂了这一点，所以没有站出来和卢森伯格对刚，避免了卢森伯格一个闪避，导致你和球队硬刚的局面出现。卢森伯格是个聪明人，目前为止，无论占据优势还是局面被动，他都有还手之力，一步一坑。不过卢森伯格那边也觉得你非常棘手，你见招拆招的本领足以令人头疼。然而你在宏观上的预见性高的吓人，加上你优秀的表现，连卢森伯格这么强的阴谋家型主教练都屡战屡败。5月7日，西甲第35轮联赛，皇马主场迎战桑坦德，你身穿便服出现在了球迷看台。在你的鼓励下，在皇马球迷的支持下，皇马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齐达内助攻帽子戏法，飞哥进球帽子戏法，两个老家伙闪耀伯纳乌，带领球队打出了一场5比0的超级大胜，把和巴萨的净胜球差距大大缩小。如果接下来的比赛皇马能在大胜个1、2场，搞不好就能在积分榜上反超巴萨，皇马因此而战意高涨。但麻烦很快就接踵而至，因为皇马最后3轮中有2个对手都是强队。下一轮的塞维利亚近几个赛季都是西甲前5的存在，是为数不多能够威胁皇马和巴萨的球队。下轮的马德里竞技更恼火，同城德比搞不好又要起球场冲突，或者有球员伤退。马竞向来铁血，皇马赢不赢球都有可能减员。唯一的好消息是巴萨那边最后3轮的对手也不好搞，一个瓦伦西亚，一个拉克鲁尼亚，也都是强队。很快结果就出来了，没有罗纳尔多和你的皇马在和塞维利亚的比赛中一度2球领先，但塞维利亚最后时刻爆发，由队内头号球星野兽巴普蒂斯塔和年轻右后卫超新星塞尔吉奥拉莫斯各入1球绝平皇马。而面对马德里竞技，皇马颗粒无收，双方0比0草草结束，皇马2轮积2分。然而有意思的情况出现了，失去了普约尔的巴萨在面对瓦伦西亚和拉克鲁尼亚的时候，同样未能取得胜利，只是收获了2场平局。西甲冠军的争夺延续到了最后1轮，巴塞罗那距离冠军更近一些，他们目前就是积分榜第1，而他们最后1轮的对手是排名西甲第13名的皇家社会。巴萨只要赢球，基本上就稳了，他们和皇马的净胜球差距足足有3颗。另一方面，皇马的对手是排名西甲第9的萨拉戈萨，从排名就知道萨拉戈萨更难踢，而萨拉戈萨的明星前锋大卫比利亚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这就是上赛季和皇马在国王杯决赛上鏖战的球队和球员。大卫比利亚的进球一度差点干掉皇马，面对这样的前锋，皇马要做好丢球的准备，而就算皇马最终能取胜，也很难大胜萨拉戈萨3球，不，应该是5球。巴萨赢球最少涨一个净胜球，那双方差距就是4颗。皇马大胜萨拉戈萨4球，大家的净胜球就都一样了，那就再比双方的胜负关系。巴萨和皇马本赛季彼此交手都是1胜1负，但巴萨赢球是3比0，皇马赢球是4比2，2回合净胜球一比较，巴萨也是多1颗，所以巴萨还得是冠军。一时间皇马的球迷不管怎么算，结果都相当离谱，5球大胜，除非打出史诗级的5球大胜，否则皇马不可能抢走巴萨的联赛冠军。而皇马现在可能打出史诗级大胜吗？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因为本赛季下半场飞哥突然梦回巅峰，而且和齐达内产生了化学反应，2个人1+1大于2，甚至大于3了都。但上一轮和马竞的比赛中，双方果不其然发生了球场冲突，飞哥吃到了黄牌，至此他累计黄牌数达到了上限5张。下一轮比赛停赛，皇马没有了飞哥，单靠一个齐达内，皇马很难打出大比分胜利。媒体们总结了皇马近2年来净胜球超过3颗或者进球数超过4颗的比赛，然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想要打出大比分，需要的条件有罗纳尔多，这些大比分比赛和罗纳尔多的进球数高度相关，但现在皇马没有罗纳尔多，接下来就是今年的齐达内加飞哥也能爆准，可问题在于飞哥也没法参赛，那接下来的第3种组合就是根硕加齐达内，这是皇马理论上能够打出大比分的阵容要求，可关键根硕也还没有伤愈啊，这完全就是堵死了皇马全部的排列组合，除非2004-2005赛季西甲联赛进入冠军争夺白热化阶段，由于净胜球的劣势，皇马反超巴萨夺冠仅存理论上的可能性，这个理论就是在最后1轮对阵萨拉戈萨的比赛中，皇马获得5个净胜球的大胜，而同时巴萨不能在比赛中出现超过1个净胜球的胜利。可由于罗纳尔多的受伤以及飞哥的停赛，皇马阵中已经找不到能带领球队获得大胜的球星组合，除非你伤愈复出，你加齐达内的组合也是根据过往比赛数据理论上推算出最有可能打出大比分的组合，因此你的伤情便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多家媒体也在实时跟踪着你的动态。根硕个人团队首次公布根硕的恢复进度，尚未痊愈，但极端情况下可以以特殊方式参加比赛。克拉拉专栏，根硕团队准备了封闭针，根硕可能会在最后1轮联赛中强行出战。弗洛伦蒂诺球队正在进一步的确认根硕的状况，未来的一切都很难说。卢森伯格，根硕并不是唯一，皇马有能力在现有阵容下打出大比分胜利。除了卢森伯格，大家都是明白人，但越是知道你要回归，就越要假装说不清楚未来会发生什么，这样当那件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才能够带来足够的震撼。而这种震撼
对疲惫的球员、球迷而言也是一种动力。皇马现在需要这股精神力量。5月25日，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奥林匹克体育场欧冠决赛正式打响。这里顺便提一下，05年西甲最后一轮是在欧冠决赛之后进行的。AC 米兰上半场3比0利物浦，据说甚至在中场休息时间开了香槟庆祝。然而下半场，利物浦突然发难，连扳3球，把比赛拖入加时赛和点球大战。最终，利物浦赢得了点球大战，奇迹般的成为了史上首个在欧冠决赛3球落后的情况下逆转比分成为冠军的球队。他们创造了奇迹。利物浦也在联赛第5，无缘下一届欧冠的情况下，凭借这座欧冠冠军获得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上演了曲线救国战略。第二天，全世界都在发布伊斯坦布尔奇迹，只有西班牙没有。能够在西班牙压过欧冠冠军新闻的只有一个，马卡报。根硕归队，根硕取消了接下来的康复性治疗，确定会参加球队最后一轮生死战。阿斯报，皇马官方发布最后一轮西甲联赛大名单，根硕在列，西甲彻底沸腾，整个马德里到处都是球迷的烟花、庆祝、欢呼。萨拉戈萨门票也遭到马德里人疯抢，一张门票2倍、3倍的涨价。萨拉戈萨是西班牙第5大城市，距离马德里300公里，无数皇马球迷提前2天就驱车跑到了萨拉戈萨，疯狂的到处找当地人买球票，无论多少钱。而萨拉戈萨目前位居联赛第9，输了就是联赛第11，赢了就是联赛第8，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已然无欲无求。最后一轮的门票对他们而言并不值钱，或者说并不值很多钱，所以当皇马球迷开出价格后，他们爽快的就卖了。最后，萨拉戈萨最大容量为3万人的球场中，几乎95%的座位都被皇马球迷买了下来。不知道的还以为皇马主场，并且还有接近2-3万的皇马球迷驻扎在球场之外，要在这里等待最后的比赛以及结果。世界足坛从未有过如此疯狂的一幕，这就是银河战舰的影响力。很快比赛日到来，西甲最后一轮的多场比赛在同一时间鸣哨开踢。皇马这边首发阵容为前锋劳尔、欧文，中场索拉里、齐达内、贝克汉姆、格雷夫森，后卫卡洛斯、萨穆埃尔、赫尔格拉、萨尔加多，门将卡西利亚斯。这是目前皇马最能拿得出手的阵容了。从比赛的第1分钟开始，这些球员就毫不掩饰他们想要进球的欲望。然而同样的，从比赛的第1分钟开始，萨拉戈萨就毫不掩饰他们蹲坑防守的目的，狙击就是胜利。萨拉戈萨不急，他们天然掌握了这场比赛的主动权。漂亮，欧文！齐达内这记传球妙到毫巅，欧文没有让皇马失望，他冷静地完成了这次单刀破门。1比0，皇马客场领先，他们的积分暂时超越了巴塞罗那3分，攀升至西甲榜首。只要巴塞罗那不进球，皇马就诺坎普传来了令人遗憾的消息，几乎是在欧文打入进球的同一时间，皇马杀手埃托奥也进球了。这样一来，皇马和巴萨的积分再次一样，但巴萨坐拥3颗净胜球优势，距离冠军更进一步。天哪，5分钟2球，罗纳尔迪尼奥简直无人能挡。2比0，巴萨进一步扩大了比分，他们对皇马的净胜球优势也来到了4颗。皇马赢得了这场比赛，但他们和巴萨的差距反而更大。萨拉戈萨没有再给皇马机会，他们死守己方半场，坚决不能让皇马打出大比分胜利。好的，半场比赛结束，皇马做出了他们的努力，但可惜有心无力。除非皇马能够在下半场净胜萨拉戈萨5颗球，且巴萨那边不再进球，否则本赛季的西甲冠军就是巴塞罗那。现场解说的实时播报让现场皇马球迷陷入沉寂。中场休息时间，各大媒体纷纷就有各种劲爆消息传出。阿斯报，诺坎普准备香槟庆祝联赛夺冠，据传更衣室甚至都要了一支香槟提前庆祝。天空体育，巴塞罗那在 AC 米兰伤口上撒盐，利物浦可以在伊斯坦布尔3球翻盘，但皇马绝对没有可能在拉罗马雷达球场5球逆转。米兰体育报，加泰人用心改读，落井下石米兰不说，还诛心皇马。每日体育报，干杯马德里，还不快来向冠军致敬。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0分钟，场面依旧没有起色。卢森伯格紧皱眉头，用谷地换下了状态不佳的贝克汉姆。对方蹲坑的情况下，贝克汉姆的圆月弯刀本是杀招，奈何皇马没有大中锋，频繁的传中反而给了对方不少反击的机会。同时，卢森伯格用索尔达多换下了左边前卫的索拉里，然后去中锋位置。劳尔和欧文打左右引锋，皇马从4-4-2变阵4-3-3，锋线火力更猛一些。但既然加强了锋线，那其实就不该换下贝克汉姆，而应该换下格雷夫森。今天皇马是主攻局，要个防守后腰有什么用？说白了，卢森伯格还是怕被萨拉戈萨打反击，因为净胜球输掉冠军那叫时运不济。但如果皇马被反击丢球，最后在积分上落后于巴萨，那就是主教练无能。你说卢森伯格怎么选？这真的是刀都架到脖子上了，还在算计那点蝇头小利，过于没有担当。不过或许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第63分钟，格雷夫森和对方相撞后受伤，皇马必须要用掉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卢森伯格让塞拉德斯热身，你却走到了卢森伯格身边，我的封闭针已经生效了，我可以上场。卢森伯格摇头，可你不是后腰。或许是看到了你起身，部分球迷以为你要上场了，球场上瞬间就响起了皇马球迷的欢呼。你坚定开口，你认为现在大家想要看到的是一个后腰吗？西蒙在一旁开口，今天出发之前，弗洛伦蒂诺先生告诉我说，要看到一支斗志昂扬的皇马。我认为上一个前锋怎么都比上一个后腰昂扬。卢森伯格面色变幻，西蒙说的未必是真的，但弗洛伦蒂诺确实一直都很在意皇马的事。换我上场，你直接跟站在第4裁判旁边的助理教练说道。助理教练为难地看向了卢森伯格，后者无奈地点了点头。下一
一刻，换人亮了，皇马换人，格雷夫森被换下，皇马24号球员被换上，现场瞬间沸腾，皇马球迷齐声呼喊，为刚刚上场的你打气。可就当所有人都认为皇马要高空轰炸的时候，你直接跑去了后腰位置，然后跟队友打手势，示意你就在这里踢。现场一片哗然，什么情况？根硕去了后腰位置，这是在搞笑吗？根硕应该是只能踢前锋的，他的技术特点很单一，根硕上来不应该是进球的吗？为什么要去后腰位置？是卢森伯格的安排？不，卢森伯格也对此表示不理解，他好像在骂根硕。齐达内也看向了你，根硕，你确定？我非常确定。你点了点头，不引蛇出洞，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在这场比赛中打进5颗进球，你随时准备好打反击吧。从理智出发，齐达内认为既然要打反击，那上你还真不如上塞拉德斯这个正儿八经的防守型后腰。但直觉告诉齐达内，根硕既然说了，或许就真的有戏。齐达内转身离去，回到自己的位置。同一时间，你脑中一声轰鸣，叮！你使用了时刻卡马克莱莱2002。你看向自己的前方，原本平平无奇的队友站位，在他眼中瞬间变成了一个个防守漏洞。主攻的皇马防守漏洞太多了。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马克莱莱的离开让银河战舰失去了腰，没有腰怎么发力？那现在你会让人们知道，皇马的腰回来了。直到第70分钟，萨拉戈萨才终于获得了一次球权。萨拉戈萨中场10号把足球送出了包围圈，萨拉戈萨8号球员带球发起反击，萨拉戈萨第一明星球员比利亚一个漂亮的反越位跑动，萨拉戈萨8号福至心灵一脚直塞，这一跑一传，几乎是瞬间打穿了皇马空虚的防线。而以比利亚的单刀能力，有极大的概率能攻破卡西利亚斯镇守的球门，但一切都是如果，因为这记直塞压根就没有传出去。砰！你在萨拉戈萨8号球员直塞之前一直保持着纵向移动，但当对方送出直塞的同时，你立刻横向移动起来，轻松的完成了拦截，看上去更像是萨拉戈萨8号球员把足球传到了你脚下，拦截后足球弹到了你身前1米处，而你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所有球员都在朝你移动。萨拉戈萨想要抢断你，然后继续进攻，齐达内和古蒂想要回来接应你，重新组织进攻，但下一刻，砰！你追上足球，直接一记大脚，足球从这些球员头顶飞过，飞向萨拉戈萨大禁区方向，这是传球，根硕直接发动了后场长传，索尔达多趁着萨拉戈萨后防线失神的片刻反越位成功，根硕刚刚是在等索尔达多跑位，索尔达多成功停球，这是一次绝对的单刀，起脚打门，球进了，2比0，根硕拦截后长传制导，索尔达多反越位单刀破门，皇马和巴萨的净胜球差距变成了3颗，他们还没有放弃，现场解说清楚地诉说着这一球的全过程，没有庆祝，皇马要珍惜接下来的每1秒钟时间。开球之后，萨拉戈萨主动打起了进攻，而缺乏防守力量的皇马一时间竟然真的没能抢下足球，反而因此给了萨拉戈萨机会。第77分钟，萨拉戈萨10号和8号球员连续配合，2个主要球员打穿了皇马的右路，并且给比利亚送出了传球，比利亚在大禁区弧顶位置左右晃动，这一波虚晃直接给紧张的赫尔格拉干翻了，比利亚随后起脚，砰！一路回追的你倒地伸脚完成了封堵，足球打在了你的脚背上弹起来，失去了力道，卡西利亚斯稳稳地将足球抱住，然后快速大脚开出去，索尔达多争顶到了第一落点，齐达内得球后挑传劳尔背身不停球把足球顺到了身后，和齐达内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撞墙，杀入大禁区内的齐达内追上足球起脚打门，足球直挂网窝，3比0。现在皇马和巴萨的净胜球只差2颗了，这时镜头也给到了这颗进球的关键人物你。现场解说也是问出了所有人心中的疑问，难道根硕真的会踢后腰？就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些数据来看，根硕上场后的发挥非常优秀，他目前参与了12脚传递，完成了1次抢断、2次拦截、1次封堵、1次解围，比格雷夫森此前60分钟拿到的数据分毫不差，难以置信，难道这就是天才吗？根硕不仅在前锋位置踢出了精彩绝伦的表现，在后腰他也能发光发亮，这就是皇马苦苦追寻的后腰啊！人们对你的表现感到难以言表，但比利亚被你的表现激起了好胜心，1年前就是你的横空出世，用1颗关键的进球绝杀了比利亚的西班牙国王杯。比利亚当然不服气了，他自信自己各方面都比你更优秀，但自己的成名之路却远没有你这么顺利，而现在你竟然还能踢后腰，比利亚原本坚信自己比你优秀的念头动摇了。第81分钟，无信邪的比利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直接带球朝你冲去，他要生吃你证明自己。只见比利亚连续踩单车在你面前晃悠，你稳步后退，重心下降，但并没有随意动弹，见晃不掉你，比利亚立马拨球加速，准备从右侧突破生吃，而你预判到了比利亚的动作，提前转身卡住了比利亚的前进路线，你挤开了比利亚，抢先碰到了足球，比利亚还没有放弃，他在你身侧拉扯，你右脚跨过足球，用身体微微用力隔开比利亚，护住足球，比利亚顺势倒地，萨拉戈萨的球员示意你犯规，砰！你拨球直接起速，从大禁区弧顶开始盘带，对对手的指控不闻不问，而主裁判双手交叉，连做出了没有犯规的动作，他看得很清楚，那是正常的对抗，因为萨拉戈萨的球员大都在投诉，所以一不留神，你竟然直接从后场把足球带到了中场，你稍微降速，和冲过来的萨拉戈萨球员对撞了一下，然后继续拨球加速畅行无阻，而对方则被弹开。面对对方的身体对抗，你显得格外轻松，毕竟你有巴普蒂斯塔的野兽之躯和德罗巴的野蛮冲撞。萨拉戈萨的球员们这时候才意识到了你的威胁，这家伙他竟然想要千里走单骑。一般来说，没有人会防备一个后腰千里走单骑的，因为一旦丢球，你们中路不就全部让给人家了吗？包括你皇马的队友前场
劳尔、欧文、齐达内、古蒂、索尔达多五箭齐发，所有人都在问你要球，都在给你提供传球点，他们甚至跑得非常有层次，左中右、前中后，鳞次栉比，层次分明。就算你再不会传球，都有很大概率可以传出一些单刀。萨拉戈萨的后防球员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慌里慌张地跟着这些球员跑，阵型一时间被扯得稀碎，漏洞无数。然而你却一直没有传球。齐达内一边跑动一边观察你的情况，他正焦虑于你为什么还不传球。突然，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这小子难道？下一刻，齐达内朝左跑去，萨拉戈萨的防守球员立刻跟上齐达内。齐达内真是昏了头。卢森伯格在场边抱怨，他看似跑了一个空位，但在最左边，他就算拿到了足球，也很难制造进攻机会。这么好的机会，难道要下底传中吗？砰！球场内一声闷响传来，卢森伯格抬头一看，瞳孔骤然收缩。中路距离球门25米开外的你降速拨球，然后右腿如鞭，全力开炮，这是远射，众人都惊掉了下巴。唯有齐达内转头看向你，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这小子果然是这么想的。萨拉戈萨门将注意力集中，在门前一个飞身鱼跃，企图扑出足球，奈何足球球速太快，角度太刁，直挂球门死角。4比0，皇马还在进球，疯了！根硕杀疯了！这是一次超级千里走单骑，抢断推进世界波，根硕一气呵成，这就是皇马的太子，皇马的第4队长，皇马本赛季崛起的超级神锋。上场不到20分钟，根硕一传一射一策动，帮助皇马连追3颗净胜球。现在皇马和巴萨的净胜球只差最后1颗了。现场解说也是震惊不已，皇马的球员们第一时间冲向了你。索尔达多本想捞球，结果被对方赶走了。所有人都在庆祝你这一脚石破天惊的远射，就连卡洛斯都不得不服，这一脚真他妈强。事实上，按照你的能力是真的打不出这一脚世界波的，但马克莱莱时刻卡给了你足够的脚下力量，而对方中场撞击拦截那一下，激活了巴普蒂斯塔的身体压制的同时，也激活了德罗巴的远射加成。根硕，根硕，根硕！球场中响起了你的名字。回到比赛，萨拉戈萨开球，但皇马很快就把球权抢了过来。萨拉戈萨暂时也不打算尝试进攻了，守住。他们已经丢了4颗球了，但只要不丢第5颗、第6颗，他们就不是输家，因为第2名才是最大的输家。压上去，后面有我！你朝着持球的卡洛斯喊道：“上去，你们都上去！”看着你双手朝前挥动的模样，不知道为何，卡洛斯心底竟然涌现了一丝幸福。他带球杀上去了，另一边的萨尔加多也上去了，整个皇马全体压上。随后，卡洛斯和齐达内在左路传接球配合，成功制造了对方的犯规。皇马获得了一个位置很好的前场任意球，这下连萨姆埃尔这个中后卫都上来了。皇马在萨拉戈萨禁区内排成一排，准备争顶。卡洛斯和齐达内分别站在足球的一侧。卡洛斯首先从足球上越过，欺骗了大家一波，但效果不大。所有人都知道这颗球多半是齐达内来。果然，齐达内开出了足球。萨拉戈萨和皇马的球员们纷纷前冲，准备争顶，但他们的动作戛然而止，因为齐达内根本没有朝禁区内吊球，这是一脚横传球，给到了大禁区弧顶外面的你。这是在刚刚，齐达内任意球一脚横转，足球像自带导航一样向你飞来，你此刻无比坚决，迎着足球不停球直接轰门，又是一次远射。然而萨拉戈萨的球员也不傻，他们不会再给你第2次机会。只见萨拉戈萨中后卫挺身而出，用身体挡住了这次攻门，然后瘫倒在禁区内。但危机并没有解除，足球落到了禁区内萨拉戈萨后腰的脚下，欧文立马上去抢断，而你早已朝着足球飞铲了出去。情急之下，萨拉戈萨后腰大脚解围，可在欧文和你的干扰下，足球却从他脚下飞向他们自家球门。球速不快，但胜在突然。当萨拉戈萨门将反应过来的时候，足球已然滚入了门线。这 Go！ 第5颗球，解说员惊呆了一下，还是发出了激动的吼叫。第5颗球来得太快了，皇马又进球了，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稍微平复心情，解说认真看起了慢镜头，随即他发出惊呼：根硕，是根硕！萨拉戈萨后卫的大脚解围踢在了他的脚上，足球产生了变向，根硕梅开2度，帮助皇马打入了第5颗进球。这和他此前铲毒比利亚那一下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萨拉戈萨后腰的脚踢到了根硕，根硕双臂挡在了自己脸前，被踢了重重的一脚。这样一来，皇马的净胜球就彻底追平巴萨。比赛还有5分钟，一切皆有可能。此时此刻，整个西班牙都在沸腾中。诺坎普球场，巴萨球员们虽然没能在下半场获得进球，但踢得依旧轻松。然而骤然间，诺坎普球迷看台上传来了无数嘈杂的声音，大家议论纷纷，显然有些慌乱。什么情况？埃托奥看向罗纳尔迪尼奥，罗纳尔迪尼奥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清楚情况。他们看向了场边，替补小将梅西从座位上弹了起来，冲到场边，进了，皇马又进了，5比0，我们必须得进球。梅西显得十分慌张，这不科学。巴萨球员们也明显的慌乱了，他们开始急于进攻，但此时的进攻变得毫无章法。有时候你越想做一件事情，就越做不到。罗纳尔迪尼奥此前过人失败没什么，但现在失败就会觉得格外沮丧。埃托奥此前射门打偏没什么，但现在打偏就感觉被诅咒了。球员的心态变了，局面一下子变得诡异起来。此前被压着打的瓦伦西亚敏锐地抓住机会发起反击，巴萨门前险象环生。另一边，萨拉戈萨也疯了，太惨了，5比0，他们现在就想进皇马1颗球，踩在头上被人拿到冠军，是所有竞技类运动员最不愿接受的。第88分钟，萨拉戈萨10号发动直塞，然而被你破坏。第90分钟，萨拉戈萨7号球员下底传中，尼利亚比利亚头球解围。第92分钟，萨拉戈萨打出了本场
场比赛最精彩的一次团队配合，他们倾巢而出，萨拉戈萨10号球员一脚直塞打穿了皇马的后防线，你在对方球员的拉扯下错失拦截的机会，随后你拼命冲向足球，同一时间比利亚也冲向足球，两人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但这一次你输了，你栽倒在地，比利亚则准备起脚，然而你在倒地的同时，双手撑住地面，脑袋朝前一摆，硬生生的把足球顶出了底线。比利亚这一脚射门几乎是擦着你的脑袋过去的，你他妈的疯了吗？错失进球机会的比利亚第一时间朝着地面上的你怒吼：“老子这一脚能把你的脑袋干爆！”面对歇斯底里的比利亚，你躺在地上露出了笑容，你伸出了手对比利亚说：“拉我一把。”比利亚愣住了，他的崩溃是有缘由了，他要走了，他要离开萨拉戈萨了。但比利亚不甘心，他希望为萨拉戈萨获得些什么。比利亚对你的嘶吼，其实是他对自己的嘶吼，他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心黑一点，不能脚狠一点，一脚直接干废你。面对你伸出的手，比利亚几乎是咬牙切齿的把你拉了起来。这让冲过来准备对比利亚出牌的主裁判懵逼了，这没干架哈，没事，我们之间没有问题。你起来后也拦住了愤怒的冲过来的卡西利亚斯、赫尔格拉等队友。现场，皇马球迷们为比利亚的举动送上了掌声，当然，这也是给你勇猛解围的掌声。那一下真的太需要勇气了。第93分钟，巴塞罗那那边已经结束了比赛，比分依旧没有任何改变。巴萨最后时刻还是挡住了瓦伦西亚人的进攻，而皇马这边还有2分钟的补时，本赛季西甲冠军的归属将由这座球场的22名球员来决定。随后，萨拉戈萨开出了角球，赫尔格拉把足球顶了出去，一片混乱中，足球被踢出了大禁区。但下一刻，比利亚在外围一脚劲射完成攻门，你直接挺身堵枪眼，奈何比利亚这一脚是半高球，足球直接击中了你的面部。下一秒，你原地倒下，足球因此弹向了旁边的萨穆埃尔。萨穆埃尔头球一顶，把足球点给了外围的古蒂，古蒂带球就开始推进，见这是一次绝好的反击机会，你立马原地弹起冲向前场，追风特效瞬间激活，你很快就从古蒂旁边跑了过去，古蒂直接把足球塞到了你的脚下，你带球向前疯狂奔袭，萨拉戈萨8号球员冲人不冲球，直接从侧面向你撞来，见状你一个脚后跟磕球变相躲过了一大半，但依旧被对方撞了个趔趄，还好身体压制再度发挥作用，而且又激活了追风特效，你趔趄2步之后，速度不减反增，直接干过了半场。索尔达多、欧文、劳尔他们又一次拉开了防守球员，这场景很像你打入的第一颗进球。这次萨拉戈萨留下了一个中后卫盯着你，就在你逼近大禁区时，他飞身滑铲，见状你把足球轻轻一挑，避免足球被踢飞，但对方直接铲到了你的右脚脚踝上，幸好你稍微刹车没有被完全踹中，一声破碎声随之响起，但不是你的脚踝，而是你腿上的护腿板，你没有倒地，而是维持身形，继续把足球朝前一拨。下一刻，又一道身影从另一侧飞来，对方的目标是足球，但你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足球点了出去，所以这一脚又铲到了你左脚上，而且踢得很死，鞋钉几乎是扎在你的脚背一侧，这一脚铲得结结实实，你再也无法维持自己的身形，朝前倒去，但你手脚并用，强行延缓了倒地时间，然后你在这波4脚着地的狼狈攀爬中向足球追去。萨拉戈萨的门将这时候已经出击了，他距离足球只剩下不到2米，皇马球迷们眼中充满了绝望，终究还是差了一点啊！可你并没有放弃，你手脚连续脉动，最后一次向前伸出了左腿，这一次你彻底失衡倒在了地上，但你左脚脚尖好像碰到了足球，只见足球在萨拉戈萨门将欢喜的眼神中突然加速，从他胯下钻了过去。萨拉戈萨门将第一时间合拢双腿下地，却为时已晚，你倒在地上已经看不清足球的去向，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大脑一片空白，直到轰隆隆的巨声响起，整座球场山摇地动，你的耳边开始有具体的声音传入，但听不清楚是什么，声音越来越大，你从听不见到能听见，再到很吵，再到吵到听不见，你用尽浑身力气抬头看向球门，那颗黑白色的足球就静静地躺在球门内，就像你现在一样。你突然意识到什么，肾上腺素疯狂飙升，你躺在草坪上口中大喊啊！你的声音和整座拉罗马雷达球场的声音融合，场内场外，萨拉戈萨、马德里到处都是疯狂的欢呼声。Go Go Go！ 绝杀！这是一颗绝杀，绝杀的不是萨拉戈萨，而是遥远的巴塞罗那啊！解说员和你一样，除了不知道要喊什么。现场掌声响起，就连场上的萨拉戈萨球员们也纷纷鼓掌，看着躺在球门前的白色身影，无论对手还是队友，都发自内心的佩服。这是多么炙热的求胜欲望啊！这样的球员不拿冠军，什么样的球员有资格拿？镜头聚焦在你身上，你的右脚护腿板和袜子都破碎了，脚踝处还有很深的红色伤痕。他明明才19岁，但身上却有着从尸山谷海杀出来的王者霸气。不仅仅是现场，任何转播这场比赛、收看这场比赛的人都不自觉地为你送上了掌声，直到主裁判的哨声唤醒了大家，大家才发现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主裁判对萨拉戈萨的2位放铲防守者出示了红牌，他们被接连罚下，两人没有任何反抗，而是走向了你，和刚刚起身一瘸一拐的你拥抱。全场再次响起掌声，不少观众早已泪流满面。你攀着这2位球员，一瘸一拐地陪他们走向球员通道，现场掌声依旧不停。此刻已没人在乎比赛还没有结束，你征服了拉罗马雷达球场，征服了对手，征服了全世界的足球迷。随后主裁判3声哨响，直接结束了比赛。至此，西甲积分榜尘埃落定，皇家马德里第30次登顶西甲之巅。这一刻，皇马替补席上所有人都冲进了球场，享受着这无比荣耀的冠军时刻。记者也进入了球场，开始采访皇马的球员们。卡洛斯说道：“这很不可思议，根硕太神奇了。”萨穆埃尔说道：“仿佛做了一场梦，醒了很久还是很感动，感谢根硕带给我的这场梦。”欧文对着镜头大喊：“我不后悔来到伯纳乌，这里我有最好的队友根硕。”劳尔擦了擦眼角的泪花，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根硕是我们夺冠的最大原因，他将成为很好的领袖。贝克汉姆拍了拍胸脯，根硕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英雄，他配得上自己的队长袖标。飞哥脱下西装外套，比赛前根硕告诉我说我们会赢，他说他不会让皇马一个赛季的努力白费，他做到。
齐达内摸了一把光头，根硕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年轻球员，没有之一。他是皇家马德里的未来，甚至是现在。而被队友们力捧的你，却在场边接受治疗，队医上药、上绷带，最后搞了2把拐杖给你杵着。记者们这才有机会去采访你。根硕，你做到了，你真的帮助球队击败了巴塞罗那，你完成了帽子戏法，你太神奇了。能谈谈你是如何做到的吗？你竟然还能踢后腰，你今天表现的就像是西甲第一后腰似的。太多提问，你最后不得不伸手示意大家稍微安静些。说实话，我对这样的结果也很诧异，但看看我们的球员名单，齐达内、飞哥、贝克汉姆、罗纳尔多、欧文、卡洛斯，这个冠军从头到尾就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有些不走运，伤病太多了，所以给了巴塞罗那一种错觉，而我只是负责纠正巴塞罗那的这种错觉而已。你很谦虚，意思是冠军是大家的。对了，奖杯呢？我们应该捧起奖杯来庆祝。你询问记者，结果齐达内走过来，没有奖杯。英雄，西甲最后一轮前如果没有决出冠军的话，为了公正，冠军奖杯不会被运到任何一座球场，而是在下赛季揭幕战的时候为夺冠球队颁发奖杯。这个规定还真是让人扫兴。你对记者们说道，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告诉西甲官方，不管多有悬念，只要有皇马参与，那把冠军奖杯运到皇马所在的球场就行了。记者们发出了善意的笑声，随后各地新闻迅速刊登相关消息。踢球者6比0，皇马创造奇迹，以1颗净胜球的优势逆转巴萨夺冠。图片报说到做到，根硕3球1助帮助皇马西甲夺冠，完成赛前诺言。法国足球大心脏球员根硕帽子戏法征服全场。米兰体育报，巴萨得到了惩罚，想用开香槟嘲讽米兰的他们也陷入了香槟魔咒，活该。都灵体育报，超级福将根硕出道至今为皇马踢球不到20场，但却帮皇马斩获了3座冠军。天空体育最强超新星根硕成为了去年足坛超新星榜单中在顶级联赛夺冠数量最多的球员。马卡报，超级英雄诞生，马德里球迷自发前往丰收女神广场，准备为皇马夺冠进行庆祝。很快，西甲官方的奖项也纷纷公布，巴萨的罗纳尔迪尼奥以15个助攻斩获了西甲助攻王的荣誉，比利亚雷亚尔的乌拉圭人迭戈弗兰以25颗进球，成为了本赛季的西甲金靴。不过，号称皇马杀手的巴萨前锋埃托奥同样打入了25颗进球，两人并列西甲射手王。而你在西甲联赛中打入了10颗进球，送出了4次助攻，只参加了7场比赛就独造14球，效率冠绝欧洲。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如此优秀的你却未能入选西甲最佳阵容，因为你参加的西甲比赛场次不够。本赛季西甲最佳球员是比利亚雷亚尔的里克尔梅。事实上，巴萨的罗纳尔迪尼奥在这个奖项上一直领先于里克尔梅，但皇马最后逆转巴萨，罗纳尔迪尼奥和巴萨4大皆空，里克尔梅这才击败了罗纳尔迪尼奥，所以这个奖里克尔梅得分你一半。当然，你并非一无所有，你获得了西甲体育精神奖，也被称之为最佳道德风尚奖。这个奖项不是什么重要奖项，但以往基本上都是颁发给球队的，颁发给个人还是首次。不过西甲的遗憾，欧冠来弥补。你在欧冠的舞台上3次救主，3次力挽狂澜，带领球队杀入了欧冠8强，你也因此入选本赛季的欧冠最佳阵容，同时斩获了欧冠最佳新人奖。而本赛季欧冠最佳球员是来自利物浦的杰拉德。这种个人类的奖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颁奖典礼，那你是要和杰拉德一起去领奖然后合照的。几天之后，皇马官方举办了盛大的夺冠庆祝。事实上，弗洛伦蒂诺认为一座西甲冠军远不值得球队如此庆祝，但是每次庆祝，球队都能拉到很多赞助不说，还有利于球员未来的商业价值开发，所以皇马大张旗鼓的举办。因此，有巴萨的球迷讽刺皇马没有见过冠军，就一座联赛冠军也好意思办庆典。至于赛季初的那座西班牙超级杯，那也能算冠军？面对这种论调，对外弗洛伦蒂诺的说法是一座西甲冠军可能不值得我们如此大办特办，但一个根硕绝对值得皇马如此兴师动众。这句话可谓是爆杀，毕竟你面对巴萨的时候总是像打了鸡血似的，巴萨目前在你面前还没有赢过球，这个联赛冠军不就是吗？这本是一场属于皇马的自娱自乐，但最后这次夺冠庆祝却传遍了全世界，因为在庆祝当天，皇马队长劳尔作为球员代表进行演讲的时候，他当着近10万名皇马球迷的面取下了自己手臂上的队长袖标。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作为皇马的队长，为皇马勤勤恳恳，但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什么事都是努力就可以的。我知道很多人都认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队长，我自己同样如此认为。然而作为一名皇马本土青训球星，我有义务要承担起这份责任，这让我在场内外都格外的煎熬。直到上个赛季，一个人闯入了我的眼帘，齐达内在一旁笑而不语。这一刻终于来了。劳尔比齐达内想象的更有担当，或许这也是你带给劳尔的改变。换成以前，劳尔就算不当队长也不会选在今天这种时间，他会私下找弗洛伦蒂诺。但现在劳尔的内心更加强大了，劳尔把队长袖标塞到你手中，大声道：现在我正式宣布，我劳尔冈萨雷斯今后将不再担任皇马的任何队长职务，同时我也会按照惯例以上一任队长的身份向球队提出关于继任者的建议。我认为皇马会在根硕的带领下走向辉煌，我希望根硕能够成为皇马下一任队长。如果你也希望，请跟我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劳尔把话筒朝向前方，同时举起你的手。下一刻，马德里山呼海啸，根硕！现场几十家转播媒体都震惊了。卧槽，这个庆典真的没白来，这波血赚！在一片欢呼中，你接过了话筒，谢谢大家，你控制了局面，让球迷们安静了下来。首先，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我心里的概念，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起有落的。作为一个领袖，你的能力再强，有时候也需要等待一定的时机。所以球队的成败与否、巅峰与否，并不是评判一个领袖是否优秀的标准。一个领袖最大的成功，不在于能否把球队带向巅峰，而在于能否为球队找到下一个合格的继任者。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认为劳尔绝对是皇马队史上优秀而成功的队长之一。哗啦啦，
现场响起了无数掌声，劳尔也眼眶发红，相当激动。看得出来，你算是说到劳尔心坎里了。从战绩和荣誉上来看，劳尔这个队长当的绝对不成功，但你的话让劳尔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他的努力终于被所有人看到。劳尔则帮你戴好队长袖标。你看着那么多球迷开口道：“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也没有什么好跟大家承诺的，在这个位置的每一个人都会拼尽全力做到最好。我只说一句话，下个赛季我们的目标是欧冠。”苏尤，你声嘶力竭。下一刻，马德里10万球迷瞬间爆炸。苏尤，这声音持续不断，似乎传遍了整个世界足坛。时隔3年，皇马再一次发出了争冠最强音，他们的目标是欧冠。